你若是再敢伤害这个孩子，本王必让你生不如死。她堂堂侯府大小姐瑞王王妃却是个哑女，因为脸带毒斑，相貌丑陋，被瑞王嫌弃，成日关在这院子中无见天日。而袁若雪虽是庶女妾室，却比她这个嫡女王妃更得瑞王心意。因她一句得了寒毒不能长命，需要最亲近最纯净的婴儿血肉为药引，萧承瑞毫不犹豫的要用袁清寒腹中的无辜孩子给袁若雪保命。王爷，袁若雪根本就没有病，她是骗你的。他着急绝望地指了指自己肚子，又指了指萧承瑞。萧承瑞懂，却厌恶地把他踢到了一边。闭嘴！睡野种才不是本王的孩子，本王从没有碰过你，把婚事都在若雪那里。那在他房中的又是谁？王爷，是你骗我的，一定是你骗我的。袁清寒，你个面丑心毒的丑八怪，害得本王被全天下的人耻笑。本王不杀你，你就要好好的活着，生下孩子给若雪当药引。王爷，当年救你的人是我，袁若雪的寒毒是假的，我才是那个跳入寒潭救你的人。袁清寒手指颤抖地抚摸着腹部，不行，他的孩子即便是死，也不能沦为袁若雪那个恶毒女人的药引。他虚弱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尽全力，一头撞在破旧的八仙桌角上，唇角却扬起一抹释然的笑。众人冲了进来，超女自尽了，快请长孙大夫，绝不能让她死。袁清寒，你不属于这里，回去吧，记住，一定要活下去。瞬间，他的灵魂穿越千年，回到了瑞王府。袁清寒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记住，这次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看完了自己惨痛的结局，我最多再停留几天，后面就得靠你自己了。别走！贱女人，你还装？长孙大夫都说了你没事，本王说了多少次，让你不要再作妖。你若是再敢寻死，本王绝对不会轻饶。王爷，姐姐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我们太过分，把姐姐逼得太紧了？雪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今天的事只是意外而已，本王不会让她死。王爷，您不必骗我了。长孙大夫说了，我顶多再活半年。姐姐，我最多再占用王爷半年，求求你成全我，这半年就让王爷多陪陪我吧。雪儿，你放心，半年之后，袁清寒肚子里的孩子也8、9个月，到时候本王就是破开他的肚子，孩子也能存活。等有了最纯净、最亲近的血做药引，就能活下去了。王爷，你对若雪真好，可我不配，我不配啊！想到了前世自己孩子隔3差5取血割肉，活活折磨而死，他眼底猩红，满是恨意。姐姐，你怎么坐起来了？快躺下歇息。若雪还要装，当年跳进潭中救萧晨瑞的人是我，哪里来的寒毒？重活一世，我就能说话了。究竟是上天垂怜我，还是那白衣女子治好了我？袁清寒，你竟然能说话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丑女人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萧晨瑞，你这个蠢货，真的以为袁若雪有病，不过是撒谎骗你。当年在寒潭救你，根本不是袁若雪，而是……姐姐，知道你恨我，不能这样诬陷我，挑拨我和王爷的关系。你若是当真这么恨我，不如我现在就死了，成全你和王爷。雪儿，害死雪儿不甘心，对不对？萧晨瑞太好骗，不愧是惨死。前世萧承瑞被袁若雪欺骗，在夺嫡之争中被乱箭射死。袁清寒看完了前世3人的纠葛，早已经知晓结局。萧承瑞死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同情，有的只是痛快和遗憾。他恨不得萧承瑞死得更早些，死得更痛苦些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王爷，让我去死吧，活着也只是累赘，只会让姐姐厌恨。雪儿，别说傻话，本王不会让你死的。叶山，快去请长孙大夫。袁清寒，等雪儿醒来之后，本王再来收拾你。袁清寒这个贱女人的话不能信。萧承瑞果然不信他，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，自然也谈不上失望。真是臭人多作怪，害得我险些被王爷骂，打死你！金嬷嬷，再落魄也是王妃，你若是再敢以下犯上，别怪我要了你的命。你算什么王妃？不过是养着侧妃药引的行尸走肉罢了。你也配提我的孩子？金嬷嬷的手腕被生生的掰断了。王妃，你
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滚！金嬷嬷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，眼底满是惊恐和畏惧。宝宝，你放心，这一辈子娘亲会保护好你的。地上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药箱，难道是千年之后的那个女子在帮我？袁清寒，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你，过后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多谢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，不会辜负我自己。那药箱竟然缩小，变成了荷包大小。有了千年之后的白衣女子在帮他，他就有更多的实力来对付萧承瑞和袁若雪。袁清寒，大的胆子，竟敢伤本王！瑞王，深更半夜的，不好好陪着你的雪儿，跑我清寒院来做什么？真的不怕袁若雪误会吗？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袁清寒，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本王都没杀的，还有脸恨我？萧承瑞，王府守卫森严，你可小，新婚之夜为何会有男人出现在我的房中？此时你贱，勾引别人是吗？那我自请下堂而去，再不耽误你和袁若雪。萧承瑞勃然大怒，重重给了他一巴掌。废物男人，只会打女人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让你死在寒潭里。袁清寒，你还敢胡说？明明是雪儿舍命救了本王。既然你这么确定，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因为本王要留着你和那野种的命，为雪儿换命。本王要让你这个心思恶毒的女人受折磨而死。接下来他得筹备如何离开瑞王府，商量不通，他得来另辟蹊径。一个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真是可悲。袁清寒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能再说话的那一天。我本想留着你好好折磨，可你竟然说出了当年的秘密害我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好姐姐，你死了之后，我就会成为王妃，那些秘密也会被你带进土里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？袁若雪，昨晚萧承瑞在我房中问了我当年的事，你若敢杀我，他必然会起疑心的。袁清寒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害我？既然如此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直接把簪子刺进了银月眼中，又刺向旁边的银霜，却扎进了他的肩上。袁清寒手中攥着簪子，大步朝着袁若雪走过去。袁若雪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袁清寒，你不能杀我！王爷最是疼我，你若是动我，他会杀了你的！好妹妹，自然不会杀了你。不过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我要离开瑞王府。若你肯助我，就不告诉王爷你做的恶事；若是不然，我就毁了你的容貌，看萧承瑞以后疼不疼你。袁若雪惊恐地看着袁清寒。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滚出去！清寒，还敢伤害雪儿？真的以为本王不敢杀了你不成？萧承瑞，是他们要来杀我，我才不得已反抗。你以为不会相信雪儿那么善良会杀你？银霜银月也有武功在，若是他们真的要杀你，怎么可能被你所伤？你若真有本事，就直接打死我；若是不敢，就少在这里让人瞧不起。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袁清寒，等你生下那野种之后，本王立刻就宰了你。可真是蠢不可及。萧承瑞，你早晚要被自己的自大害死。不共傻瓜论短长，他跟这个愚蠢的男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敢骂我？你博取本关注的花样还真不少。放开！贱女人，你干什么去？找吃的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还是说你准备饿死我，饿死袁若雪的药引？怎么可能？本王天天都让人给你送饭。袁清寒，若是你撒谎想让本王心疼你，大错特错了。本王没有那么傻。袁若雪那个贱人食言而肥，他一定会找机会让萧承瑞看到他的真面目。过来呀，这些畜生！朝着头狼拼命砍过去，一声惨烈的吼叫声响起，头狼就被他手中磨得闪光发亮的菜刀砍伤，摔在地上。袁清寒脸上闪过狠色，眼前不禁浮现了前世自己惨死的画面：1刀、2刀、3刀，直到那头狼彻底没了声息。院子里那些恶狼都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上前一步。他们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，惊恐臣服，提着菜刀打开了后门的门栓，大步跑了出去。别动！反手朝着那人身上砍过去，劈手夺下袁清寒手中的菜刀。竟还敢反抗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下次直接拧断你的脖子。这位公子，我也是走投无路，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就不要相互为难了。转过头来，你见了我必须死。君千珏为了寻找阴虎符，先行回了京，此事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现。公子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刚刚死里逃生，你受伤了，血流过多，若是不止血，一定会休克
克的，而且伤口神经也被切断了，若是不及时疗伤，您这条手臂很有可能废掉。我帮你治伤，你放了我，如何？你真的会治伤？会。每天梦里的学习和传承，他已经成了经验老道的大夫。他手中还有几千年后的神奇药物，治病救人不过是手到擒来。那你给我治伤，我放过你。缝合完之后，又用绷带给他缠上了伤口。公子，您的手臂这几天一定不要乱动，要等伤口愈合长好。这些药您也拿去，若是发烧了就吃2颗，直到退烧为止。公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记住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坚果，否则你必死。贱女人，你还想跑？放开我！说，是不是你杀了狼魁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小陈瑞，你那么喜欢那头狼，一定伤心坏了吧？真是个疯子，袁清寒，本王才不信你这个废物能杀了狼魁，一定是有人暗中助你。说是谁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你除了每日盯着袁若雪，又何曾对别人上过心？雪儿温柔善，纯净无瑕，至于你相貌丑陋，心思恶毒，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，本王多看你一眼就恶心。那你就放我走，为何还要抓我回去？因为你腹中的孩子是雪儿的药引，在她痊愈之前，本王不会让你离开王府，更不允许孩子出任何事情。王爷，姐姐只是不想救我，您就放了她吧，她也很不容易。雪儿自知命不久矣，只想安安生生的多陪王爷几日，至于多久就看天意吧。雪儿，你不要丧气，只要本王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为了你，雪儿拖着这么弱的身子出来，袁清寒你就不愧疚吗？是我让他出来的吗？他出来是为了关心我吗？不过是怕我这个所谓的药引没办法折磨我而已。姐姐，我是真的担心你啊！你怎可如此揣测我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心痛。儿，别哭了，他不过是个肮脏的贱人而已，不值当你为他伤心难过。若是再伤了身体，他就是死也难辞其罪。来人，把这个丑鬼带回王府。原来是瑞王府。瑞王大喜之日，他曾去瑞王府寻找过虎符，他不小心中了魅毒，后被一女子解救。只是那晚之后，他就上了战场，至今不知那女子是谁。不要失望，你可以离开瑞王府，但这次不是逃走，而是光明正大的逃出去。穿越千年的呢喃在耳边响起，带着神奇的力量，让袁清寒又燃起了希望。快去请王爷，快去请长孙大夫，救皇子中毒了！让开！这是食物引起的严重过敏，并非前世那些人说的中毒。王妃，救皇子中毒，你搅和什么？若是他死了，就是被你害死的。本王妃是在救人，他是过敏，不是中毒。滚！非要害死老九不可吗？小陈瑞，我在救你弟弟，非要害死他吗？王害他，不是你这个恶毒的丑女人给他下了毒吗？王妃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王妃是在救九皇子，我们过来的时候，九皇子就已经这样了。他怎么可能有那个本事？八成是想趁机害死老九，陷害本王。原来我在王爷心中就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也早该知道。萧承瑞这个蠢货，是非不分，眼拙心更瞎。林嬷嬷，你可别被姐姐骗了，我们2个一起长大，她可是一点医术都没有学过，可怎么治病救人呢？长孙大夫，九皇子可是颇受皇上宠爱的，若是在瑞王府出了什么事情，一定会牵连到王爷，你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九皇子。侧妃放心，九皇子不过是被有心人下了毒而已，老夫这里有解毒灵药，药到病除。王爷，侧妃看到了吗？九皇子的中毒症状已经消退，安然无恙。王妃，您不会医术，还是不要乱给人治病，否则害了自己是小，害了九皇子和王府是大。王爷，长孙大夫给九皇子解毒有功，也该按功行赏。长孙大夫，你救了老九，本王重重有赏。多谢王爷，老夫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知王爷如此。无知且无用，抢占别人的功劳，这么骄傲，真是笑话。九皇子明明是过敏，这些人偏偏说是中毒。九皇子情况转好，分明是因为他的过敏真药。萧承瑞偏信是长孙老鬼的解毒丹，真是可笑。姐姐，长孙大夫治好了九皇子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，您也不用说这些酸溜溜的话来嘲讽他吧。王妃既然这么喜欢抢功，那老夫让给您就是，只是这功劳常有，医术不常有。长孙大夫说的对，希望下次九皇子再犯此病的时候，你们不会来求我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还敢诅咒老九！王爷，姐姐只是爱慕您，想要抢功劳，博取您的关注而已，求您不要生她的气。雪儿别怕，本王听你的。袁清寒，这次本王就看在雪儿的面子放过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本王就命人把你关进笼子里，看你还怎么犯贱。
王爷，姐姐又不是畜生，怎可关在笼子里？袁若雪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你天天病恹恹，离开萧承瑞一步都不行，你才是那个被圈养的吧？姐姐怎么可以这样骂我？王爷，雪儿也不想自己身子不好，您会不会觉着雪儿很没用啊？雪儿，你受苦受难都是因为本王爱你都来不及，怎会觉得你没用啊？王爷，您对雪儿真好。袁清寒，你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王就割了你舌头，做回那个哑女。王爷对袁若雪深情至此，让人感动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必觉得委屈心碎。可现在嘛，渣男贱女而已，他们放屁，他就左耳进右耳出。等时机成熟，自会让袁若雪这个妖孽现形。至于萧承瑞嘛，也少不了他痛哭流涕的那一日。王爷不好了，孙大夫的药没起作用，九皇子快不行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什么？长孙是不是能救吗？长孙大夫说那解毒丹一天只能用一次，2次就失效了。你不是想让本王相信你吗？袁清寒，你若是治好了老九，王就信你一次。王妃，机会来了。萧承瑞，你的信任我已经不稀罕了。到底要怎么样？若是我能治好九皇子，你当着瑞王府所有人的面让我打一巴掌如何？王看你是找死！来啊，有本事打死我，活死！九皇子得死，你的雪儿也得死。王爷，皇子已经快没呼吸了，出大事了呀！王答应你，立刻去救老九。萧承九死在哪里都行，唯独不能死在瑞王府。王爷，他哪里会治病救人？难道王爷想把九皇子之死推给袁清寒？未尝不是一招好棋。小九儿，谁来救救我的小九儿啊？瑞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本宫的小九儿怎么会中毒？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，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宁妃娘娘别动怒，王妃姐姐给九皇子下的毒，她手中必然有解药。袁清寒，你敢对小九儿下毒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！姐姐，你拿针做什么呀？宁妃娘娘，姐姐根本不会医术，您可不能让她乱来啊！又是这根针，白天时候他就是拿这根针扎九皇子。你敢伤我的小九儿？宁妃娘娘，这么多太医都没办法，你难道真的要放任九弟活活憋死吗？不如让袁清寒一试。可是王爷，姐姐她根本不会医术啊，不能任由她折腾九皇子。萧承瑞竟然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还如此护着袁清寒。随即他对袁清寒越来越宽容，袁清寒真是该死。贱蹄子，你要是再敢挑拨生事，我直接一刀杀了你。姐姐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您怎么这么狠心？王爷，我好疼啊！瑞王，你就是这么管女人的吗？袁清寒竟如此放肆，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萧承瑞，是你请我来救萧承九的，你这个废物，连个小妾都管不住，让他在这里裹乱，是不是等萧承九死了，你们才开心？袁清寒，你若是救不回来老九，本王定把你千刀万剐。你若是不想让你儿子死，就闭嘴，在一边安静的等；要是想让他死，就尽管闹。他堂堂皇妃，竟然怕袁清寒这个不受宠的王妃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宁妃娘娘，让您受委屈了。闭嘴！袁若雪浑身一颤，如同风雨中颤抖的小白花般可怜至极。袁清寒打完针，坐在床边，静静地等着他的反应。宁妃娘娘节哀，九皇子已经走了。袁若雪，你不挑事会死是吗？姐姐，我不过是说实话而已。九皇子已经去了，我们也该认清现实。可怜的九皇子，年纪轻轻就被折腾没了，造孽，造孽呀！我的小九儿啊，你就这样没了。瑞王，袁清寒这个女人给小九儿下毒，还威胁本宫。回宫以后，本宫必然禀告皇上，治你们瑞王府的罪。宁妃娘娘可别乱说，无人给九弟下毒，他是过敏没救回来。过敏是什么东西？方才袁若雪分明对本宫说是袁清寒下的毒。瑞王，你莫不是要包庇他吧？宁妃娘娘，本王只是陈述实情，跪下给宁妃娘娘道歉。我没有错，为何要跪？还敢顶嘴？跪下给宁妃磕头认罪。萧承瑞，你过河拆桥，禽兽不如！闭嘴！王爷，宁妃娘娘，九皇子醒了，小九儿，我的小九儿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恭喜宁妃娘娘，恭喜九皇子，想来是上天垂怜，让老夫的药起了作用。闭嘴！你个不要脸的老狗！本皇子本就喘不上气儿，你还把那又苦又大的药丸子塞进本皇子嘴里，你是想谋害本皇子吗？九皇子，是老夫救了你啊！
救了本皇子的人是三嫂。什么？小九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母妃，就是三嫂救了我，我本就呼吸不上，可她把那瓶子放到了我嘴边，我就可以呼吸了，然后身上一疼就好多了。九皇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姐姐她根本就不会医术，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。本皇子在跟母妃和三哥三嫂说话，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贱婢，也敢插嘴？田若雪，你也有今天。九皇子，对不起，是我逾越了。难道袁清寒这个贱人真的会医术？他那些奇奇怪怪的瓶子和针又是哪里来的？九弟，雪儿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本王侧妃，你不能这样跟他说话。三哥，你看她是病弱美人儿，我看她却阴狠若蛇蝎。她三番两次阻挠三嫂救我，还老让这长胡子老狗抢功劳，我又不是看不见。宁妃一想，还真是。瑞王，你九弟说的对，快让你的侍卫放了袁清寒。要不是袁清寒，他的小九今天恐怕真的要死了。放开王妃！林嬷嬷赶紧上前搀扶他。三嫂，本皇子都听到了，三哥那个小妾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替你出气。九皇子莫生气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姐姐她会医术，我也是怕九皇子出事，这才过度担心了。田若雪，你到底是不知道我会医术，还是想通过害死九皇子弄死我？三嫂说的对，你就是心毒想害人。九弟，若雪只是善良软弱，并没有要害你的心思。清寒，你给本王闭嘴！我只是说实话而已。萧承瑞，你何必如此激动？瑞王，你府中之事，本宫本不该多嘴，只是你这小妾心术不正，不是个善类。多谢宁妃娘娘关心，不过王府里的事情心中有数。哼，本宫为何管不得？今天小九儿可是险些在瑞王府丧命。宁妃娘娘，九弟是过敏，不是中毒，你来解释。便一一说明了。原来如此，从前小九儿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起红点，只是没想到今天这么严重。这些东西只需要避开就行了，不触碰不食用是不会过敏的。袁清寒，你今天的恩情本宫记住，等将来你若有什么为难之处，尽管找本宫，本宫给你做主。多谢宁妃娘娘。母妃说好要在三哥府中住几天的，我不回去。小祖宗，你一天病了2回，父皇也惦记着你，还是快回宫吧。母妃不走，我喜欢三嫂，我要留在这里跟三嫂玩。瑞王妃，不如你帮本宫照顾小九儿一晚，等明天本宫就来接她。宁妃娘娘，我在府中没什么地位，吃也吃不好，喝也喝不上，我怕九皇子跟着我受委屈。袁清寒，王府何曾短过你的吃穿用度？你说这些抹黑王府的话有意思吗？萧承瑞，是不是抹黑你心里有数。瑞王妃，看你这衣裳破的，等回去之后本宫送你几件新的。那我就先谢过宁妃娘娘了。王妃，您看看今早的饭菜可合胃口？厨房的新管事笑眯眯地送来了丰盛的饭菜。如今王府中虽不说风向大变，可至少是没人敢克扣袁清寒的伙食了。王子，你觉得如何？合胃口吗？比起宫中的自然差些，不过也能勉强下咽。九皇子，这么好的饭菜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。三嫂，忘了三哥对你不好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每天都让人来给你送饭菜。那倒是不用。三嫂，你人虽然长得丑，可心地不错，我决定和你做朋友，你以后就叫我小九儿或者九弟，不要叫九皇子了，太生疏。萧承九这夸人技术，夸了还不如不夸。三嫂，怎么样啊？好，我们做朋友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叫你小九儿。萧承九也是梦里唯一活下来的皇子，想到今天摄政王军千珏要回京，袁清寒微微叹了口气。三嫂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谁又欺负你了？小九儿，我已经许久都没有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。三嫂你放心，我带你出去，正好我知道有家斗蛐蛐的地方，特别好玩。袁清寒，你又想逃走？只不过是想出去逛逛，你竟可以让人跟着，还是说王爷爱上了我，才时时盯着我，怕我消失？袁清寒，你可真会恶心人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本王就是爱上一头猪，也不可能爱上你。那我就提前祝你和母猪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袁清寒，三哥，你也太以貌取人了。三嫂虽然不漂亮，可身上还有其他的出众的品质，你竟然看不到。老九，你是被他骗了，他心机深沉，不知廉耻，你也该离他远些。
我看人可比三哥准多了。萧承瑞很是不屑，中午之前必须回来。袁清寒，本王下午若是见不到你，你就完了。恭你摄政王回朝。三嫂看到了吗？摄政王多威风啊！摄政王君千珏这个男人他见过，他从瑞王府逃出来的那一晚，正是撞见了这个男人，这也就意味着摄政王君千珏早就回了京城。摄政王，看我是小九儿啊！他急切地查看四周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看到袁清寒脸上的疤痕之后，车上男人招了招手：主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三嫂，你看到了吗？偶像看我了，看我了！快走快走，这里不安全。君千珏隐瞒消息，提前回京，还受了伤，必然有大事。当晚，君千珏虽然放过了他，可如今又撞见他死定了。九皇子，摄政王请你去府中做客。好，本皇子正好想和偶像面谈。九皇子自己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拦住了去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瑞王妃。瑞王妃，我家王爷请你同去。三嫂，摄政王肯见我们是好事儿，你怎么闷闷不乐，脸还那么白？见过摄政王。寒冰，送九皇子回宫。瑞王妃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本王是不是说过，下次见面必死无疑？我也答应过你，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见过你。摄政王，您的胳膊好了吗？你的医术不错，给的药也不错，那就好。可惜你还是得死。摄政王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离开瑞王府，过自己的生活而已。你能不能不要杀我？我会医术，将来我可以随你从军，做个军医，我有价值的。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。袁清寒，万一你哪天把本王卖了？不会，我恨死了萧承瑞，恨不能杀了他，怎么可能帮他？摄政王，能不能不要杀我？府中还有个孩子。你既有了萧承瑞的孩子，为何还要离开他？这个孩子不是萧承瑞的，他处心积虑想杀了我和孩子，之所以没动手，就是为了留着孩子给他的妾室做药引。宠妾灭妻的戏码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敢骗本王一字，本王必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不敢。你不是会医术吗？寒冰，去把高副将抬过来。这是本王副将高长青，英勇善战，杀敌无数，一心为国。这次拿下北疆，他该当头功，这样的将领不该死。摄政王放心，我一定把高副将治好。小姑娘，别骗人了，浑身都是伤，都长了蛆，招了苍蝇，除非神仙下凡给我换一副皮肉。王爷，让属下去死吧，属下知道自己活不了，我宁愿赐死我，也好过受罪。来生长青再来追随王爷，收复山河。高副将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一定能治好您。小姑娘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年纪轻轻又会什么医术？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高长青不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。我知道高副将不是，可若是治不好您，我就得死，所以就当高副将帮个忙，给我个机会。好，你来试试吧。不过等会儿看到我身上的伤，可别害怕。哈哈哈，小姑娘，你说说吧，你准备怎么治？换掉腐肉，再生心剂。那岂不是要活活疼死？有麻醉剂，不怕。麻醉剂？麻沸散吗？哈哈哈，没事儿，即便不用，我老高也不怕。等我老发起高烧来，直接昏迷不醒。高副将，你这么乐观，一定能痊愈的。摄政王，高副将情况严重，需要立刻手术，请帮我准备一间干净的房间。寒冰，去。过一会儿，麻醉剂的药效过去，高副将就会醒来。现在天气炎热，得1天换1次药。明天王爷可让人去瑞王府接我。若是凭借他自己的力量，不一定能出得来。等救活了高副将，他也算和摄政王府接上了线，以后就有了靠山。袁清寒，你先在摄政王府暂住，若是高副将能活，本王再放你。摄政王，我名声已经败坏，若是再于摄政王府过夜，萧承瑞怕是要直接杀了我。怎么，怕本王对你动手动脚？还请摄政王体谅。你不是一直想离开瑞王府？今天本王成全你，你为何还不高兴？因为我想光明正大、体体面面的离开。我要跟萧承瑞公平合理，或者休了他，而不是永无止境的纠缠。袁清寒，明天你早些过来，若是没有出现，本王就让寒冰带人去瑞王府把你抢过来。你最好别搞什么幺蛾子，否则本王让瑞王府和侯府给你陪葬。摄政王放心，我一定会来。
袁清寒，我要走了，你该学的东西也都学到了，从此以后医药箱就是你的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你要去哪儿？等等，王妃，王妃，您是不是梦魇了？袁清寒一身冷汗，急得从梦里醒了过来。我睡了多久啊？不到1个时辰。那个梦代表着什么？难道那1000年之后的女子死了吗？这个危险的想法在脑中闪过，袁清寒心底难受极了。袁若雪站在床边，冷冷地盯着银霜银月。你们2个活得也够久了，该去死了。侧妃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2个若是真的活了，袁清寒的地位定然不同往日，所以你们必须去死。萧承瑞正欲阻止，浑身却如同被钉子钉在地上一般，根本动弹不得。银霜银月的惊呼也惊动了府中侍卫。袁若雪心中暗道不好，飞快地往外看了一眼，然而只一眼，她就看到了窗边一闪而过的黑色蟒纹身影。王爷！袁若雪在心底惊呼一声，眼神飞快地转了转，扔下簪子，晕倒在地。王爷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我醒来之后竟然在银霜银月的房间里。王爷，侧妃似乎被人下了蛊毒，有梦魇之状，睡梦中会被控制心智，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来。下蛊？谁会给雪儿下蛊？蛊毒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她体内的？王爷，擅长蛊毒之人必然精通医术，途径很多，可以通过水或者食物下毒。竟如此阴毒！张森大夫，你可有办法治疗蛊毒？自然是有，不过要用许多奇珍异草，开销必然不少。你尽管去账房中拿银子，只要能治好雪儿，别的都不用管。清寒，你是不是给雪儿下了蛊？蛊？袁若雪说自己中了蛊？不是雪儿说的，是长孙大夫说的。银霜银月死了吗？他们还活着，是不是很失望？袁清寒，亏得本王还试着相信，竟然用这等阴损的手段来害雪儿。袁若雪杀人的时候被你看到，所以才装作中了蛊毒。萧承瑞，长孙池是袁若雪的远房表舅，自然听他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接下来可以继续观察，看长孙池给买药治病的那些钱都去哪儿了。袁清寒，你还想浪费本王的时间？到底是浪费时间还是别的？你看完之后自然会有决断。对了，记住别用你的侍卫月山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必然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相信袁若雪。可自从知道了袁清寒真的会医术，他心底又起了疑影。王妃，王爷有命，不准您离开清寒院。立刻去通知萧承瑞来见我，我今天得去摄政王府，你们谁也耽误不起。摄政王非他不可了，真是荒谬！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他离开清寒院1步。萧承瑞这是故意在跟他作对。三嫂，快出来！我给你带了好吃的，母妃还给你送了漂亮衣裳。小九儿，快进来。三嫂，你是不是被禁足了？三哥真是糊涂。三嫂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我说话算话，说每天给你送好吃的，绝对给你送。你快尝尝宫里的饭菜，都是我特意让人做的。小九儿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，你愿不愿意？三嫂救过我的命，我萧承九不是那忘恩负义之人。萧承九雄赳赳气昂昂的带着2个宫女离开了清寒院，刚到门口就撞见了萧承瑞。老九，这么快就要走？三哥，你怎么比我还糊涂？说完，萧承九带着袁清寒上了马车，只剩下萧承瑞一脸莫名其妙。袁清寒还没到，瑞王妃还没来，王爷要不要属下去一趟瑞王府？就是绑也得把他绑过来。安营，主子有何吩咐？你去调查一下袁清寒和萧承瑞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有随时留意瑞王府的动静。寒冰，你要去哪儿？属下有事要去一趟瑞王府，九皇子可是找我家王爷的。本皇子今天可是有正事儿，专门护送我三嫂过来的。寒冰，你去瑞王府可是找我？瑞王妃请吧，我家王爷都等急了，高副将也发了高烧。摄政王，对不起，是我失约，迟到了。怎么穿成这样？昨晚王府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被禁足了。若非九皇子今天去了王府，我恐怕连赴约都不能。继续给高副将换药。袁清寒，只要你答应本王的事情都能做到，本王必然能护你无恙。是。袁清寒为何哭了？本王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，你不必害怕。我没哭，您看错了，您还是先出去吧，否则我给高副将换药的时候容易分心。君千珏竟真的出去了，瞬间袁清寒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冲出来，他心底积压了多年的委屈瞬间涌了出来。君千珏虽是个冷
漠残酷的陌生人，可对他也远比萧承瑞这个名义上的丈夫要好得多。瑞王妃，你在瑞王府受了不少委屈吧？没有。你放心，等我老高好了之后，必然带人去瑞王府给你撑场。俺也是有闺女的人，受不了别人这样欺负媳妇儿。袁清寒的眼泪却掉得更厉害了。侯府从来都没把她当女儿看过，她虽然是侯府名义上的嫡女，可却活得连个丫鬟都不如。侯府那些人恐怕巴不得她早早死，为袁若雪腾出正妃之位。王妃，你别哭了，我不说话了还不成？我没事，让高副将看笑话了。摄政王，你可是我的偶像，我心里最厉害的人，我能认你做大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九皇子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本王是陛下的臣子，哪里当得九皇子一声大哥呀？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在这大宁国，除了父皇之外，摄政王才是最厉害的。那也不行，君臣有别。那就不为难你了，那我以后总能常来摄政王府吧。摄政王，高副将的药已经换好了，正在输液，等3天过后不再高热的话，他的命就彻底保住了。三嫂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三嫂别怕，有小九儿在，就是大哥，摄政王也别想欺负你。小九儿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感伤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真的？袁清寒，多谢了。等高副将这边结束之后，本王会亲自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摄政王，我不想惹麻烦。麻烦恐怕已经来了。袁清寒偷偷跑出来，就是为了见他。萧承瑞，我偷偷跑出来，是因为你囚禁了我。我之所以必须出来，是因为要治病救人。天底下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大夫了是吗？跟本王回家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君千珏，你是摄政王又如何？本王是在带自己的王妃回家，你有什么资格管？袁清寒在给本王的副将治病，本王自然要管。天下大夫比比皆是，摄政王另请高明就是。天下大夫没有一个能跟袁清寒相比。瑞王，本王劝你还是放开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君千珏，你可别太过分。瑞王，袁清寒要救治的是军功之臣，你这样做真的承担得起后果。三哥，高副将确实于国于民都有莫大的功劳，若是让人知道三哥你毫不在乎他和军中将士的死活，父皇必定会生气的。那也不能把本王王妃压在这里。我是自愿来救治受伤将士的，等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之后，自会回去。袁清寒真的以为自己会医术？君千珏不过是把你当猴子戏耍，让人来看瑞王府的笑话罢了。你以为你那么重要，能让摄政王亲自看你笑话？袁姑娘说的对，瑞王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，在本王眼中，你连高副将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。既然摄政王执意要本王王妃治疗将士，那本王就在这里等着，以免孤男寡女。说起来难听。袁姑娘，明天本王让人去王府接你。好。袁姑娘，摄政王，这可是本王王妃，在本王眼中都一样。本王听说瑞王宠妾灭妻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早早放了袁姑娘离去。王家事不劳烦摄政王操心了。主子查到了，瑞王妃没有撒谎。他和瑞王确实不和，瑞王宠爱妾室，要拿瑞王妃肚子里的孩子给侧妃做药引。所以袁清寒怀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萧承瑞的？据属下所知，瑞王并没有宠幸过瑞王妃。新婚夜，有人闯入瑞王府，破了瑞王妃的身。新婚夜，瑞王妃住哪个院？住清寒院，距王府花园很近，也很是偏僻。原来是他。主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安姨，从今日起，你负责保护袁清寒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母子受到任何伤害。属下遵命。萧承瑞新婚之日娶妻娶妾，他也是在那晚潜入了瑞王府寻找虎符，在一处屋子中了魅毒之后宠幸了一个女子。他从未对女子动过心，更没有起过别的心思。可如今他既然占有了袁清寒，就得对他负责到底。瑞王妃真是辛苦你了，堂堂王妃天天跑过来给我治病。高副将客气了，您是有功之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也喜欢给人治病。看着病人慢慢好起来的同时，似乎也在治愈他自己。瑞王妃，您真是个好人，瑞王是瞎了眼才宠妾灭妻。高副将，您以后也不必叫我瑞王妃，只唤我袁姑娘就好。见过摄政王。袁清寒，在本王面前不必多礼。那怎么行？您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她只是瑞王府里一个连下人都敢欺负的女人罢了。我说不必就是不必，本王不喜礼数。他本想说实话，可又怕袁清寒知道实情之后会崩溃，会恨他。那好吧。昨天回去，萧承瑞可有欺负你？袁清寒立刻想到了马车上萧承瑞要对自己动手动脚，眼底掠过厌恶，却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没有，多谢摄政王关心。若是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本王，本王给你做主。好，多谢摄政王。摄政王别看了，免得我的脸吓到了。你觉得本王会怕你的脸？即便不怕，也会很丑。袁清寒，不要妄自菲薄。
你不吓人，更不丑，在本王眼中，你比世上大多数皮相都好。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君千珏眼神怜惜，忍不住想要揽她入怀，可想到不合礼数，只能握紧了拳头，低声安抚她。袁清寒，袁清寒抬眸，黑白分明的凤眼里水光泛滥。君千珏心底激荡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猛然撞击一下。袁姑娘，哎，王爷，你也来了。长睫遮住了眼底情绪。本王来看看你，感觉可好些了？哈哈，有袁姑娘在，属下的伤口好得很快，已经不疼了。袁姑娘，你怎么哭了？俺老高可不会哄人。王爷，要不你哄哄吧？袁清寒白皙的脸上染了红霞。我没事，高副将，您别胡说。袁姑娘，别伤心了。袁清寒头也不敢抬，只飞快地点了点头。王爷，您这就哄完了，还不如俺老高呢。我去洗把脸。以后在袁姑娘面前不可胡乱开玩笑。属下遵命。君千珏来瑞王府查看清寒院的位置，想看看袁清寒是不是那晚的女人。一个手刀直接把萧承瑞劈晕了。袁清寒惊恐至极地躲在浴桶里，看着眼前的黑衣人，脸上满是惊惶。君千珏心中如同针扎一般，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。他抓过衣裳递给袁清寒，自己却闭上了眼睛。穿上。摄政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，还看到自己如此丢人的一幕？别怕，先把衣服穿上，没人再敢伤害你。君千珏眼底闪过浓浓的戾气，手中握着凌厉的尖刀。摄政王不能杀。为何他那样对你，你还要维护他？我恨不能手刃了他，可他若是死了，我也必死无疑。那我就暂时饶他一命。既然已经确定了袁清寒就是那晚之人，接下来他会让萧承瑞痛不欲生。多谢摄政王救了我，只是不知摄政王怎么会在这里。本王胳膊有些不适，想找你来看看。袁清寒信以为真，刚想去查看他的伤口。王爷，您在哪儿？雪儿好害怕，我身上好像有虫子在啃咬，好疼啊！快躲起来！姐姐，你对王爷做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，我正准备休息，他就闯了进来，还要对我用强。幸好他火气攻心晕倒了。不过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的男人？姐姐，你莫不是在做梦吧？王爷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个丑八怪？是不是做梦？等萧承瑞醒来之后，你问问他就知道了。王爷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自己晕倒？既然你们不走，就把萧承瑞放下，我给他用针解酒，让他自己说说怎么回事。把王爷带回落雪院。摄政王，让你看笑话。袁姑娘，我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，你不必叫我摄政王。那怎么行？你是高高在上的。错了，我是君千珏。君千珏开始解衣裳。你要做什么？给你看看我的胳膊，最近伤口处总是痒痒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啊，摄政王，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君千珏可是堂堂摄政王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？是你受了惊吓，有这样的反应也正常。不过袁姑娘，如果你不敢直呼我姓名的话，可以叫我君公子。君公子。君千珏低头打量着袁清寒认真忙碌的样子，冰冷的眸浮上浅浅的笑意。光影之下，袁清寒肌肤白皙漂亮，五官更是绝美，甚至连他脸上疤痕别有韵味。君千珏在认真看着他的脸，脸一红，仓皇的后退了几步。袁清寒，你不必在本王面前拘束惊惶，更不必觉得本王嫌你丑。在本王眼中，这块疤让你很独特。袁清寒又惊又喜，不可置信地抬眸望着他，心底似有烟花绽放。昨晚的事情让他如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至极。袁清寒，你去哪里？摄政王府，王爷有什么意见吗？袁清寒，瑞王府才是你的家，你天天往摄政王府跑，真的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你说错了，瑞王府是你和袁若雪的家，对我而言只是牢笼。摄政王，袁姑娘，昨晚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袁清寒的心跳更快了。君公子，高副将已经在等你了，快去吧。他们家主子竟然笑了，难道袁姑娘真的是王爷当初在瑞王府所见的那人？袁姑娘，你的医术真高明，如今我高烧已经退了，精神也好了很多。袁姑娘，你这是俺的救命恩人。高副将，您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唉，袁姑娘，若是你早些出现，兴许我们也不会死那么多兄弟。去军中当大夫是我的愿望，我会尽力让他实现的。公子，高副将的伤口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接下来只需要换药就好，我也没什么理由再来摄政王府。多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。袁姑娘，你是真的想离开萧承瑞，还是只是说说而已？我是真的想离开他。那本王来想办法。君公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好，袁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就是。回了瑞王府，袁清寒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脸。经过这几天的连续上药，他的脸已经好了很多，只是
是脸上是烧伤，又是陈年旧疤，看起来并不明显。可袁清寒知道，只要自己坚持擦药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姐姐兴致可真是好，还能顾庆自怜，也不怕吓着了自己。袁若雪，你昨晚得逞，特意给萧晨瑞下了魅毒，他可有宠幸于你？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是真的听不懂，还是装作听不懂？逼近了袁若雪，看你现在的状态，应该是跟萧晨瑞圆了房。不过他从我这里离开的时候，已经晕得不省人事。你胡说八道！袁若雪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忍让。姐姐，我好疼啊，放开我！姐姐，我知道王爷和我圆房你很生气，但是我已经嫁给王爷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姐姐若是不喜欢，妹妹以后再也不伺候王爷了，好不好？袁若雪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天天盼着能爬上萧晨瑞的床？袁清寒，辈子本王都不会宠幸你。原来是你的靠山来了。袁若雪，你这么能演，不如让萧晨瑞进勾栏离院，也省得埋没了天赋。怪不得袁若雪突然又变成了娇弱小白花，原来竟是萧承瑞来了。姐姐别生气了，雪儿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先回去，本王随后就去看你。萧承瑞他躺在枕上，反反复复地思考袁清寒所说的那些话。他自是不信袁清寒的，不过跳出来看看，袁若雪确实有可疑之处。王妃，您怎么把脸遮住了？怕丑到别人？脸快好了的事情，他不会跟任何人说。若是被袁若雪知道，必然要招来杀身之祸啊！怎么会呢？不过，王妃，您的眼睛真漂亮。袁清寒，你当初说雪儿没病，究竟是真是假？你心中既然有了答案，为何还要问我？直接告诉本王，到底有没有病？萧承瑞，你扪心自问，我说了你会相信吗？心底还是存疑。既然已经有了猜测，那就去寻找，去证明，别纠缠着我没那个时间陪你闲聊。主子，瑞王今晚又去了清寒院，问瑞王妃关于袁若雪是否是在装病。她是袁姑娘，不是瑞王妃。是属下失言，主子恕罪。本王交给你的任务可调查清楚了？都调查清楚了。当年跳进寒潭里救了瑞王的人是袁姑娘，只是被袁若雪抢了功劳。瑞王对此深信不疑，才娶了袁若雪进门做侧妃。瑞王和袁若雪一直欺压袁姑娘，自从发现她有孕之后，袁若雪甚至想到了装病，用她腹中孩子做药引的毒招。君千珏深邃狭长的眸子里寒气翻涌。萧承瑞既然已经起了疑心，那距离发现袁若雪装病也不远了。不过不能让他发现当年之事，知道了吗？暗影恭敬的应下，身影很快消失不见。王爷，袁若雪，大半夜的，你们不负亲恩爱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袁清寒，本王是来跟你谈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雪儿性命只有2个月了，需要护元丹救命。如今护元丹的药效还在你体内，本王想让用你的血来保住雪儿的性命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体内怎么可能有护元丹？姐姐，最后一颗护元丹摄政王给你服用了，如今那药效就在你的血液里呢。这不可能！护元丹那么重要的神药，君千珏怎么可能给他服用？怎么不可能？当时本王在场，亲眼所见。姐姐，妹妹只需要每日喝您1碗血，1个月之后就能活下来了。姐姐能不能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帮帮我？袁清寒从护元丹被他服下的震惊里回神，一日1碗。袁若雪，你知道人身上一共有多少血吗？要是真的1天1碗，那不出7天，他和腹中的孩子都得虚弱而死。袁若雪当真恶毒啊！袁清寒，说吧，你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救雪儿？无论我开什么条件，你们都同意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本王爷都会答应你的。我可以贡献出1个月的血来救袁若雪，可1月之后，无论袁若雪好没好，都要跟我和离，放我出瑞王府。而袁若雪只是折腾他而已，根本没病，兴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离开瑞王府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本王胡闹？萧承瑞，我没有胡闹，我就是要和离。你要是答应，我就救袁若雪；若是不答应，我宁死不救。袁清寒，3从4德懂不懂？出嫁随夫。再说了，离开王府你能活，侯府你是回不去的。难道要去街头要饭吗？将来我过得怎么样，不劳烦你操心。你要是同意，就写下契约签字，不然我不会救他。袁清寒，即便你不答应，王爷有足够的办法让你放血。你想用强，就尽管来试试。现在我可是皇后的恩人，摄政王的专用大夫，若是伤了我，你以为你有好果子吃？袁清寒竟敢威胁本王，分明是你在威胁我。萧承瑞要他放1个月的血，分明是要他和孩子的命，现在竟又反咬一口。王爷，要不算了。雪儿，你哪里不舒服？王爷，我没事，只是身上忽然冷得很。哎呀，疼
头也好晕啊！袁清寒勾唇冷笑，欣赏着他的表演。瑞王，再不做决定，你的心上人怕是要没了。王倩，放离之后各自娶嫁，永无瓜葛。没错，和离不就是这样吗？过后自不相关。王爷，我好疼，我吸不上来了。你考虑好，本王签上之后1个月后即生效，到时候你就是后悔，王爷不会纵容你。快签吧！没看你的雪儿正受病痛折磨吗？她这一身的病可都是为了你呀。后悔跟萧承瑞、袁若雪切割，是他最为迫切的愿望。他恨不得沐浴焚香，跪谢天地佛祖。既然如此，本王成全你。袁清寒，现在可以救雪儿了吗？兰儿，拿碗来。他要当面放血给袁若雪，让他和萧承瑞放心，自然之后就不会了。甚至他还要借着喂血治病的机会，让萧承瑞看清袁若雪的真面目，否则即便离开瑞王府，他也不甘心。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皮肉，血液涌出。萧承瑞他的心竟有些不忍，袁若雪却激动至极，杏眼里藏着恶毒痛快的光芒。好了，袁若雪，拿去喝了吧，希望可以救你的命。袁若雪贪婪地喝下，眼底光芒闪烁。姐姐，多谢你救我的命，妹妹会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的。你们可以出去了，我要休息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本王让人给你炖补品。姑娘，难道您真的要1天割1碗血给侧妃？您身体本就虚弱，若是真的来1个月，不死也残废了。怎么可能？今天是为了让他们不起疑心，往后随便用什么血糊弄他们就行。王妃，如果有需要，奴婢可以贡献自己的血。兰儿，你这么少，我怎么舍得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的。医药箱里的东西已经随他的心意变化了，只要他愿意，能有无穷无尽的血浆。只不过袁若雪不配用人血，给他一些猪血、鸡血，才配得上他的身份。暗影很快把瑞王府发生的事情告诉君千珏，君千珏脸色铁青。没想到本王给他服用护元丹，反而害了他。不过袁姑娘那么聪明，应该想好了应对之策了。再不济也还有蓝青在。瑞王府那个暗卫呢？还在盯着清寒院。没错，不过他没有发现手下，倒也相安无事。除掉他，不能让他发现清寒院的异常。让侧妃省着些喝，王妃卧病在床，已经没有多少血了。哼，能给侧妃供血是他的福气，也是他唯一的价值。屋子里，袁清寒听见这话，只是轻蔑一笑。去请长孙池，说我连续放血快不行了，务必要让他来清寒院。长孙池知他是袁清寒身边新来的丫鬟，老夫现在没空，让王妃另请高明吧。长孙大夫行行好吧，王妃已经晕过去了，您只要去看上一看就行。走吧，谁让老夫生性善良，有一说高明呢？王妃，老夫来给你看病。看着长孙池一脸懵的倒下。兰儿，路上没人看见吧？没有，奴婢路上小心着呢。咱们先把人绑起来，等后半夜送到寿园。王妃歇着吧，奴婢自己来。把长孙池绑了手脚，堵上了嘴，装进麻袋。兰儿，你这么瘦小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奴婢天生神力，经常被人当作怪物。你不是怪物，而是上天恩赐独宠，让你与众不同。闻到了袁清寒的呼吸之后，众狼匍匐着趴在地上，恭敬地看着他。王妃，这些狼怎么对您如此恭敬？可能是因为我杀了他们的王。狼儿瞪大眼睛，心里满是不可置信，他们家瘦弱不已的王妃竟然有这样的本事。长孙池在痛苦之中被啃噬的只剩下骨头。前世长孙池和袁若雪憋了各种坏水害他，今生他要让他们也尝尝被狼活活撕碎的滋味。王妃，我们回去吧。快去请长孙大夫。王爷，奴婢已经让人去找过长孙大夫，但是不在房中。王爷，属下这就带人去找，让府中的人去找吧。你去把王妃请过来。王妃，侧妃病了，王爷有令，让你前去给侧妃治病。我家王妃连日放血，现在虚弱的不成样子，连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去治病救人？我看他是不想救吧。王妃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智慧？袁清寒，本王特意来请你，你还是不肯出手吗？见他病恹恹的，似乎走动一步都困难。袁清寒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本王不是让人给你送了补药了吗？连日放血，补药又能有什么作用？萧承瑞，我已经听你们的，放血给袁若雪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雪儿她不知怎么的昏迷不醒。袁清寒，本王想让你去看看她怎么了。我去了又有什么用？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。与其到时候怀疑我，不如直接让长孙池去给他。长孙池不见了。不见了，那就让人去找啊。人往地上一倒，
袁清寒，我没事，你去照顾袁若雪。兰儿，我回去休息。王爷，侧妃怎么会无缘无故晕倒？会不会是王妃在血药里下了毒？不可胡说。如果下毒之事是真的呢？管家带着瑞王府的令牌去太医院请了太医过来。温太医，可查出了是什么病症？瑞王，你家侧妃身体好得很，浑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。这袁若雪果然是瑞王的心尖虫，只是昏睡就这么小题大做。温太医，你说雪孩什么病都没有？没病不是好事吗？侧妃身体康健得很，平日里应该也吃了不少补品，营养都有些过剩。不可能，是不是你诊断错了？瑞王，我是年轻，人微言轻，可我温家是医术世家，我绝对不会诊错脉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让王妃来试试，她医术高明，是我们整个太医院公认。当时皇后难产，袁清寒一把手术刀出神入化，剖腹取子，保住了皇后母子性命，已经成了传奇。这么多年来，袁若雪在他面前都是病恹恹的状态。据侯府说，是当年寒气侵体留下的病症，给袁若雪求医用药无数，都没有任何效果，他也信以为真。可现在袁清寒说袁若雪没有病，温宁也说袁若雪没病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温宁，是不是袁清寒买通了你？温宁似乎很是崇拜袁清寒，总是为他说话。瑞王，我从未跟瑞王妃有过私下接触，谈何买通？带着温太医去给王妃看病，管家立刻把4大药堂的大夫都给本王请过来。王爷这是在怀疑侧妃了吗？温太医可说了，袁清寒如何？没什么大问题。温太医已经回去了。李管家很快带来了4大药堂的大夫，几人轮流上去给袁若雪诊治，结果都一样。王爷，侧妃她寒气侵体，又虚不受补，才导致病倒昏迷。是啊，王爷，只需要让熟悉侧妃病情的大夫过来看诊，才能对症下药啊。没错，侧妃千金贵体，不可胡乱下药。王爷还是请袁大夫过来，才好商议对策。只有济世堂的华大夫沉默着。华大夫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月山阴毒的眼神扫过去，华大夫深吸了口气，态度冷硬。瑞王，老夫年事已高，脑袋也不清楚，看不出侧妃得了什么病。华大夫的意思是侧妃没病。王爷，老夫可没那么说。既然这几位同行都深觉侧妃有病，让他们诊治就好了。华大夫一辈子心高气傲，怎么也不肯说谎。可本王就想听华大夫说，你放心说便是，即便不对，王爷不会为难你。华大夫，您尽管说就是。好，既然王爷说了不责罚，那老夫就实话实说了。侧妃的身体老夫已经看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并无什么体虚寒气侵体之症，还有那蛊毒更是荒谬。月山瞳孔紧缩，紧紧地握住了拳头。华大夫，王爷面前你怎么敢胡说？不要命了吗？瑞王，老夫在来王府的路上遇到了这事物，逼迫老夫无论侧妃什么状况都要说有，否则就杀了老夫全家。可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撒过谎，也做不出这等事。王爷呀，实话老夫已经说了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，只希望您能放过我的家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其他3人面面相觑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月山，王爷，您不要听他胡说，属下哪里能分身？怎么不能？你把温太医送到清寒院就走了，我可是始终都没看见你呢。谁让你来落雪宴的？这华大夫一定是你收买的，对不对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跟王妃说话？王爷，他们竟然打奴婢！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婢，连你都要求主子心疼了。王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自己竟然逾矩了。他跟在袁若雪身边耳濡目染，再加上爱慕萧承瑞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这一套。不要肖想主子欺下瞒上。月山低着头跪着，眼底是疯狂的恨意。萧承瑞全程都冷冷地站在一边，他早就看出月山对袁若雪有意，让袁清寒给他些教训也正合他意。王爷饶命，我们几个也没发现雪侧妃有病症，只是在来王府的路上，这侍卫解除了我们威胁，我们才不敢不从啊。月山，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？若是再敢撒谎，直接要了你妹妹的命。是。一脚踹在月山胸口。为何？属下不忍心让侧妃为王妃算计。你明知道袁若雪没病，还要替她买通大夫装病，还说是我算计。萧承瑞，我早说过，你
你始终被人蒙在鼓里，现在你该相信了吧？王爷，说不定是王妃已经治好了侧妃的病，所以侧妃才没了那些症状呢。袁清寒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见他面对真相依然执迷不悟，萧晨瑞，你可真蠢，他们说什么你信什么。现在我不恨你了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很可怜。除了第一天用的是我的血之外，袁若雪这几天喝的都是猪血，怎么会有效？袁若雪和长孙池都说要喝1个月才有效，他1天就没事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清寒若是敢欺骗本王，王爷，王妃没有骗你，你们不是疯了吗？王爷，奴婢们没疯，只是那晚侧妃想要杀了我们灭口，我们才不得已装疯卖傻。你们可知道撒谎的下场？奴婢们知道撒谎是死路，可王爷，那晚若不是有人惊动了侧妃，我们2个早就死了。所以奴婢们愿意说出实情，我一线生机。袁清寒，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吧？这都是实打实的证据，你要是再不信，可就真的无可救药了。立刻让袁若雪醒过来。给袁若雪来了一针。袁若雪很快醒了过来，她顿时猜到发生了什么。王爷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？雪儿，你想解释什么？王爷，雪儿有苦衷的。有什么苦衷让你装病害人？本王那样疼爱你，相信你把本王置于何地？雪儿只是太爱您了，雪儿想和王爷举案齐眉，可姐姐她占了王妃之位，王爷还时常对姐姐怜悯，雪儿怕姐姐被王爷抢走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可这到底是他宠爱了多年、心心念念娶回家的女子，更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愚蠢开窍的傻王爷，阴毒貌美的黑心莲，当真是绝配。袁若雪，当年救本王的人到底是不是你？王爷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即便我嫉妒姐姐，你也不能抹杀了我救你的功劳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。袁若雪，你也该记住一句话：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爱慕王爷，讨厌我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，可你不能这样诬陷我。袁若雪，如果当年你真的跳进寒潭救萧承瑞，身上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？姐姐，那是因为我身体好，我知道你想抢走王爷，可事实就是事实。当年的事情，他和侯府的人安排的天衣无缝，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好啊，既然你承认自己身体好，以后就别装柔弱白莲花了。我可没功夫没心情跟你玩这些游戏。管家，送各位大夫回家，岳山关进地牢。王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萧承瑞脸色铁青，没有理会他。你们2个在他身边跟了多久了？可知道当年是谁救了本王？王爷，奴婢们从小就跟在侧妃身边。当年跳进寒潭救了本王的人是谁？王爷，如果奴婢们说了实话，您能不能放奴婢们出府？你们是在威胁本王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王爷，奴婢若是说了实话，侧妃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王爷，当初侧妃就想杀了我们灭口，把罪过推到王妃身上。还有，之前王妃之所以伤了我们，也是因为侧妃让我们杀了王妃，她才不得已反抗。袁清寒答应他们会送他们离开，他们也不想再留在京城了。只要袁若雪还得势，他们就没有活路。哎呀，这2个贱婢胡说八道，一定是袁清寒那个贱人买通了他们。袁若雪，他们都是你的贴身侍女，怎么忍心杀了他们？可想到袁清寒还是他的亲姐姐，他依然妒忌癫狂，多次对付袁清寒。萧承瑞心底顿时冰凉。袁若雪知道自己大势将去，急切地扑了过去。王爷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是他们联手设计我，您若是不相信，可以去查。本王自会让人从头到尾去查个明白。这段时间你就好好的留在落雪院司吧，银霜银月暂时关押起来。不好了，有人掉进寿园被狼吃了。看见萧承瑞进来，狼群纷纷后退几步，让开了路。王爷，这里还有几张银票呢，属下觉得那衣裳还是面熟，像是长孙大夫的。去看看长孙池可在。很快就有人来报，王爷，长孙大夫不在。此人8成就是长孙池。王爷，长孙大夫怎么会带了这么多银票来了寿园？难道他也想学王妃从寿园逃走不成？出去埋了吧。王爷，您怎么忽然来了？你看看，这可是长孙池的衣裳，好像见长孙大夫穿过。王爷，这衣裳怎么烂成这样了？袁若雪，长孙池携款从寿园逃走，已经被狼群撕碎。王爷，这不可能！
儿为什么要逃走，还选择了寿元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的事情即将败露，他才畏罪潜逃的吗？王爷，雪儿是做错了一些事，可当年雪儿是真的救了你，长孙大夫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仓促危险的逃走。真相到底如何，本王自会查清楚。在这期间，你就安安分分的待着，不要再惹是生非。小皇子发了高热，皇后有令，请瑞王妃进宫医治。蹙眉道：江公公，我家王爷有令，要王妃在清寒院反思，不得外出。怎么，皇后的命令也不行？若是小皇子真的烧坏了，你们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？袁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宣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本王让皇后召你入宫的。这么说，小皇子没事？小皇子一切安好。袁姑娘，你可好？袁清寒蹙眉，心里很是委屈，把在瑞王府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所以你履行了契约，瑞王依然不肯放你离开。他应该还在查当年是谁救了他。如果查到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对我。袁姑娘，如果他发现当年救他性命之人是你，你觉得他还会放你出府吗？为何一命换一命？他欠我的也该放了我。君千珏看着他胳膊上那道伤疤，眼神逐渐凌厉起来。是萧承瑞和袁若雪这样伤害你？算是吧，不过这点血流的也值得。能让萧承瑞和袁若雪反目，能让长孙池也感受被狼群撕咬啃噬之苦，他一点都不疼。不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得你伤害自己。他抽回自己的手。君公子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没有大碍。这双手粗糙狠利，不知取过多少人的性命，可对他却轻柔疼惜，如同对待珍宝。那就好，袁姑娘，本王会让他清楚当年之事，只是到时候若是他依然不肯放来，本王就得采取另外的办法。多谢君公子，只是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值得。君千珏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金贵高冷，怎么可能喜欢他？顶多是同情罢了。真没想到，堂堂瑞王殿下竟在府里欺负王妃。寒冰，寒冰，你来我瑞王府做什么？瑞王妃，我家王爷有令，明天请瑞王妃上门治病。君千珏怎么了？王爷如何，我一个下属怎么可能知道？明天本王王妃有事，没空去摄政王府。瑞王，我家主子说，若是瑞王妃能治好他，将来如果有上战场的机会，非你莫属。殿下也该知道大宁国规矩，太子必须有军功在身，其他几位王爷皇子可是对这机会求之不得呢。明天早晨，本王亲自送袁清寒去摄政王府。袁清寒，本以为你没什么用，没想到竟能让君千珏如此重视。萧承瑞，我本以为你多么喜欢袁若雪，可现在看来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。无论有谁，也不会有你。袁清寒，这辈子也别想从瑞王府离开。袁清寒身影僵直一瞬，继续前行。妃，王爷说今天要去摄政王府，请您即刻出发。知道了。袁清寒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，就为了君千珏那个能上战场的承诺，萧承瑞未免也太迫不及待了。瑞王果然说话算话，这么早就来了。袁姑娘，一切可好？都好，多谢摄政王关心。摄政王，我先去大殿等你。不经意间露出雪白皮肤上嫣红的痕迹，格外的触目惊心。君千珏瞳孔紧缩，眼底黑气翻腾。摄政王，我已经把人给你送过来，你答应我的也该兑现了。瑞王，本王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伤了袁姑娘？本王也说过，袁清寒是我的王妃，我和她之间永远是家事。她也是本王的大夫。萧承瑞不肯退让地和他对峙，可想到所有上战场的机会都掌握在君千珏手里，心情压抑地开了口。好，我不会再等袁清寒。君千珏，你说过的话要算数。自然。不知道摄政王得了什么病，怎么还非要袁清寒不可？多年在战场，未免有些旧伤，瑞王就不必多问了。君公子，萧承瑞伤了你？他问我一些事情，情绪过于激动。问当年寒潭边谁救了他，他还没查出来。君公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是用心，就都能查出来，但凡不用心者，才会被表象所迷惑。袁清寒弯起唇角笑了，君千珏的这番话很合他的心意。君公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袁姑娘，本王最近经常做噩梦，睡不好，还会头痛。君公子，我给您把脉。好。片刻之后，摄政王，你体内有毒，慢性毒药，先是麻痹神经，然后再是内脏肢体。现在的梦魇只是初始症状而已。哦，这么严重？袁姑娘，可还有的救吗？等查清楚了是什么毒，就一定能救。袁清寒已经掌握了超绝千年的医术，不只是那所谓的西医，更有博大精深的中医。白衣女子留给他的信息，他也在慢慢消化，所以他对自己很有信心。那就都交给袁姑娘。君公子，如果想要查清毒性，就得先看看您中的是什么毒。好。君公子，我会帮你先开一些排毒的药，这些药都是药浴用的，每天晚上泡一泡，应该能缓解毒性，减少梦魇。好，本王听袁姑娘的。
君公子，其实我有些事情想求你。袁姑娘，请说。君公子，如果萧承瑞真的得了上战场的机会，能不能让我作为军医跟着去？如果袁清寒没有记错的话，上辈子萧承瑞并没有这个机会，那带兵打仗立军功的机会，君千珏给了灵王。这辈子事情终于因为他的重生发生了一些转机。为何？你怕他出事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想确保他死在战场上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灵王险些惨死战场，可最后还是安全回来了。他想去就是为了保证萧承瑞回不来。萧承瑞本就欠他一条命，再加上前世对他和孩子的痛苦折磨，3条命，血海深仇。袁姑娘，这种事情不必你亲自动手，本王会替你办好的。他早就看萧承瑞不顺眼了，这些皇子本来也是都要死的。我的仇，我想亲手报，而且这事儿太过凶险，不好牵扯到摄政王府。袁姑娘，摄政王府远比你想的要复杂，否则也不会有人对本王下毒。好，到时候你若是想上战场，本王带你去。君千珏记得袁清寒的梦想是做军医，只是他还怀着身孕，若是身边没人照顾，会很危险。王爷，您这是……雪儿只是身上难受，多睡了一会儿，王爷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怎么会这样？萧承瑞从来对他都温柔体贴，何曾动粗过？百灵也惊恐至极，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袁若雪，本王最后问你一次，当年救了本王的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看着眼前惺惺作态的袁若雪，萧承瑞满心厌恶。王爷，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此事您已经查过千百遍，为何还不信雪儿？难道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？前2天萧承瑞还亲自查过一遍，彻底信了他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王爷，是不是姐姐她又对您说了什么？你们2个说，到底是谁救了本王？徐老三夫妻跪在地上，颤抖地抬头看向袁若雪。不是这位贵人，是脸上有狰狞疤痕的哑巴。对啊，王爷，当年他浑身结冰，跑到我们家求救，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懂了他的意思。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就见您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走了。哎呀，王爷呀，我们都说了实话，您能不能放过我们呀？王爷，肯定是姐姐设计我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说，你们到底拿了他们多少好处？小人什么好处也没拿。侧妃，满京城都知道那哑巴王妃过得不好，她怎么有银子给我们好处啊？是啊，侧妃，处不都是您跟侯府给的吗？袁若雪两眼一黑，险些没晕过去。王爷，您可不能相信他们呀，雪儿真的是无辜的。你说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可寒气侵体是袁清寒，你却好得很，仗着他口不能言，手不能书，一心一意的要害死他。袁若雪根本就是心虚，重重的踹在袁若雪心口，真是心思歹毒。萧承瑞这一脚直接踹得他心头发麻，肋骨都断了2根。袁若雪倒在地上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王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袁若雪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今天。侯府一直养着这些蛀虫，就是怕有朝一日萧承瑞兴致起找不到他们，会发现蹊跷。那些人多年来从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今天怎么突然割相向，而且挨打挨骂？面对暴怒的萧承瑞，这从来都是袁清寒的待遇啊！你害得本王连畜生都不如。他重重地把袁若雪往地上一扔，袁若雪疼得直抽气。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们2个的身份竟然颠倒了过来。萧承瑞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袁清寒，从前是本王错了，是本王被袁若雪这个贱人蒙蔽了双眼，以为她才是救我的人。现在我已经查清楚了一切。所以呢，你带他过来是要求我原谅？萧承瑞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袁清寒，这些年是本王亏待了你，现在我把袁若雪带过来，任由你处置。只要袁清寒肯原谅他，只要能让他良心稍安，只要他不用背负骂名，我要留着你，好好折磨你，你觉得呢？好，随便你怎么折腾。留着袁若雪活着，供袁清寒消气，也算是他对他的一点补偿。王爷，我爹娘知道之后，一定会为我讨回公道的。王府里发生的事情，侯府不会知道。狼儿冷笑着上前，又重重地赏了袁若雪几巴掌，直打得袁若雪晕死过去。袁清寒知道袁若雪已经没了翻身之日，送他去地牢关着，明天继续打耳光，让袁若雪感受他前世的痛苦。还有萧承瑞，他要让他失去一切，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以后本王每天都让他来给你磕头道歉，任你打骂，你可消气了？如果一个人欺辱你，害死你和你的孩子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本
本王必定好好折磨他，他生不如死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从前被你们折磨侮辱，被你们踩进泥土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，永远抹除不去。所以不要再问我能不能消气。至于你，萧承瑞，你恩将仇报，永远也不值得原谅。袁清寒，从前是本王不好，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。你打了那个孩子，从此以后，本王会好好补偿你。我已经说过，孩子是我的骨血，远比你重要的多。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我都会把他生下来，我养他长大，好好补偿他。补偿？袁清寒欠了这孩子什么？为何如此说补偿？袁清寒，即便你救过本王的命，即便本王可以揍你、仇你，却也绝对不会养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。萧承瑞，我从没想过让你帮我养孩子，我也不想和你生活在一起。之前已经写过放离书了，现在也是时候该生效。袁清寒，我不信你是真的想离开，你有什么要求就直说，本王知道自己亏欠你，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。萧承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只想离开。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遵守诺言，放我出府。袁清寒，本王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别说气话了。我知道你喜欢，否则你也不会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才是救了本王的人。你能不能别自恋了？我当年年少无知，是喜欢过你，把你当做我黑暗岁月里的救命稻草。可你做了什么？你把我打入地狱，折磨我，践踏我，让我痛苦而死。萧承瑞，你可真一片真心，你偏要辜负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又要缠着，你真是让人恶心。本王说会好好补偿你的，本王是对不起你，可你也未必对得起本王。那个孩子终究不是我的，只要你愿意打掉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给我滚！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姑娘，您还有身孕，别气坏了自己，伤到了孩子，咱们一定有办法出去的，一定有办法出去的，一定有的。清寒，这些都是本王给你准备的，你看看，可还喜欢？可还有什么想要的？萧承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王在弥补你。可笑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清寒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昨晚我想了很多，以前确实是我不好，但是只要你愿意给我个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心。我早说了不需要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东西放下，都出去吧。等等，清寒，全都是白色，你到底是送礼物还是哭丧？你若是不喜欢，我再让人去做便是。萧承瑞，我不是袁若雪，不喜欢这些素色，我要最华贵的衣裳，最昂贵的珠宝，价值连城的书籍字画。你去找吧。萧承瑞虐待他多年，如今幡然悔悟，想要补偿，那他为何不要？不要白不要。好，清寒，无论你要什么，本王都给你寻来。别叫我清寒，我们没有那么熟。好，可只要袁清寒还在王府，只要他没了孩子，他萧承瑞就会再度成为他的心之所往。想到昨晚连夜分析出来的毒药成分，哦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张方子，你去帮我把上面的药材都找过来。千年雪莲、七色丹、归元草，上面都是他听过甚至没听过的天才地宝，价值极其昂贵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。无论如何，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，都要找到上面的药材。王爷，这些都是有市无价的东西，哪里去寻呢？让你去就去，如果找不来，本王直接砍了你的脑袋。王爷，小人一定竭尽全力，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位两位找不到，你也留小人一条性命，小人以后还能伺候王爷。少耍嘴皮子。对了，你说的那味药也想办法找来。哎，这个好办，您若是着急，今晚就能让王妃。不着急，等他心情好些，愿意接受本王了，再动手。王爷对王妃可真好，真用心呢。您放心，到时候咱们就做成意外小产的模样。等此事过去了，王妃必然感念王爷对她的细心体贴。萧承瑞嘴角勾起，眼底满是期待。袁姑娘，君千珏似乎在专门等着他。君公子，你体内中的毒，我查清楚了。君千珏似乎有些意外，看着他眼下的乌青，有些心疼。袁姑娘，辛苦你了。功高震主，他一直都很防备，只是没想到依然中了招。幸而有袁清寒在。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昨天的事情，我还没感谢您呢。如果不是君千珏，萧承瑞也不会那么快发现袁若雪的谎言。袁姑娘，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解毒，救我于水火，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也是我心之所愿。君公子所中的毒是西域奇毒，名叫噬星毒，这是一种慢性毒药，摄入之后会在人体内隐藏很久，但是也会慢慢的生根发芽，麻痹神经，摧毁人的意志。而且此毒有一个特性，若是中毒者冷性，毒性发作的就会很慢，可一旦动心用情，就会加剧体内毒性发作。前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听说君千珏中毒之事，可现在君千珏却出现了失眠甚至梦魇的症状。本王知道，袁姑娘都需要哪些药材？药材我已经让人去找了，只是不知进展如何。君公子这边也可以派人去寻。袁姑娘，你那边进展如何？昨晚瑞王府发生的事情，暗影已经送了回来。他也知道萧承瑞不肯让袁清寒离府，现在还在扯皮。萧承瑞知道真相之后，不肯让我离开了。那你怎么想？他已经让人调查过了。
袁清寒喜欢萧承瑞多年，也是他从小就过得艰苦无比。对他而言，萧承瑞恐怕是他离开侯府的唯一希望。怕袁清寒依然喜欢着萧承瑞，怕他被他的悔过打动。君千珏前所未有的紧张。我当然是想离开瑞王府了，那种狼窝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袁姑娘，倘若瑞王真心悔过，他再怎么悔过，也弥补不了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不会回头的。那就好。他为何突然这么关心自己和萧承瑞的事情？难不成君千珏真的看上了他的医术？袁清寒唇角扬起笑，心中有些骄傲。前世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。可现在，他有了能引以为傲的医术，有了许多关心他的人，终于他也有了价值。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跟他长得极为相似的白衣姑娘。袁姑娘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能让萧承瑞去战场，你的计划如果没有变动，如果袁清寒愿意，他就直接让人在外面除掉萧承瑞这个祸害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今天安排下去，半个月之后，瑞王就能离开京。如果在他死之前我没能和离，我的下场是什么？按照规矩，王妃、侧妃之类的都要陪葬，有孩子的除外。这样说来，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，那我去准备。无论如何，他一定要逼着萧承瑞和离。袁姑娘，和离之后，你和腹中孩子去哪里？可想好了？我到时候租个院子吧。我在京城倒是有许多宅子，到时候袁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借给你住。君千珏的眼神落在袁清寒平坦的小腹上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袁清寒经历这样一场婚事，又因为腹中孩子被瑞王袁若雪折磨，恐怕早就恨死了那晚的人。如果他知道那晚的人就是他，别说是接近了，恐怕以后再想多看一眼他都难。瑞王殿下，南荣那边起了小规模战乱，是个极好的机会。回去告诉摄政王，这个机会给本王留着。瑞王一定要尽快，灵王和其他几个王爷都在争夺这个机会，皇上那边也在催促着动身了。今年本王就进宫陈情，到时候还要摄政王为我在父皇面前美言几句。寒冰消息传到，人就走了。清寒，过几天本王可能去南荣一趟，府里我会告诉他们，从此以后就是你做主。你走吧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就杀了袁若雪。清寒，别耍脾气，本王已经告诉过你，袁若雪不能动，只要他人还活着，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好不好？等本王从南荣回来，太子之位的把握也就更大了。等我成了太子，你就是太子妃。我不稀罕，萧承瑞，要么你在离开之前跟我和离，要么你的袁若雪就死在这里。别逼我，萧承瑞，分明是你在逼我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执意如此，本王就只能带着你去南荣了。疯了不成？王爷带着家眷去战场，你以为那些将士服你？无所谓，你长得这么丑，谁都知道本王带你去是为了你的医术，而不是男女之情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。袁清寒，一会儿到宫里，你好好表现。有你这个医术高明的神医在本王身边，父皇一定会同意我去南荣。见过皇上。瑞王，今天朕召你们前来，是要商议去征战南荣之事。你带瑞王飞过来做什么？父皇，儿臣请旨，愿带兵去平定南荣叛乱。有王妃这样的神医在身边，儿臣和将士们一定能战无不胜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老三，你这也太胡闹了！3弟妹一个女子，还怀有身孕，如何上得了战场？父皇，二哥所言不假，让女子上战场不符合规矩。君千珏眼神始终落在袁清寒身上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袁清寒，你是怎么个想法？你也想陪着瑞王胡作非为吗？皇上，是王爷硬要拉我来，他怕我独自留在府中会欺负他的侧妃。袁清寒，父皇面前岂能乱说？我有没有胡说，王爷心中有数。皇上，自从我加入瑞王府，瑞王就宠妾灭妻，天天和袁若雪欺辱我，甚至用我的血和腹中的孩子滋养着袁若雪。我自问没有做错什么，请皇上准许我和王爷和离。皇上请看，这是王爷亲手写下的放离书，请皇上答应。清寒，本王已经在补偿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瑞王妃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让王妃用自己的鲜血滋养你的小妾？瑞王，朕在问你话，听不到。父皇，袁清寒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是因为事出有因，当初是儿臣误以为袁若雪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才有了那样的误会。父皇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想和离。当年是我救了王爷，也深爱过他，可王爷伤透了我的心，我已经万念俱焚。我愿意陪着王爷上战场，做一个军医，可前提是和他和王府划清界限，再无瓜葛。袁清寒，真的要和离？你知道和离之后的女子的下场吗？一辈子孤苦无依，不被娘家接受，不被夫家接受，你真的愿意舍弃这荣华富贵，孤独一生？皇上，清寒已经考虑清楚，请皇上恩旨。你倒是有
骨气。无论萧承瑞做错了什么，错认了谁，委屈了谁，萧承瑞都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在两人之事上，他永远都会偏向萧承瑞。更何况袁清寒当着这么多王爷甚至摄政王的面提出合理，这分明就是在打皇室的脸。请皇上成全。皇上，瑞王妃受了诸多委屈，既然一心求去，不如就成全了，也免得事情传开，被全天下的人笑话瑞王错认了人，还要把人囚在府中折磨。父皇，儿臣不讲合理。住手！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文静就要被打死了。玄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云洛生，你这下人没大没小，早就该教训。这里是我的院子，容不得你们作威作福。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里都是云家，我一个少爷教训下人，有错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脏了我的地方，还不快滚！那我们就把这贱婢带走了。小姐，不要啊！求求你救救文静。她不过是一个不听话的丫头，有人愿意教训就教训是了。小姐，他们说文静偷了他们的东西，可是文静今天根本就没有出门啊！你胡说什么？难不成本少爷会诬赖一个贱婢不成？还不快走，不要脏了本小姐的院子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还不带走？小姐，求求你！不要说了，好了，你也别哭了。文静现在不受委屈，她的事情就没办法解决。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文静的。这件事我自有打算，你私下护着文静便好。他们来找文静麻烦的时候，让她吃点苦头没关系。二夫人，二小姐，大小姐根本不在乎我，求你们放过我吧。她早就怀疑我了，所以才会对我有所戒备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放了你，就是因为你是个废物没有用，才会让云洛生这么得意。二夫人，如果你们愿意放了我，我就帮你们对付大小姐。你已经被他怀疑了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对吧？我又丑又哑的时候，你未曾多看过我一眼，娶我也是因为婚约。现在你可以解脱了，为何还要抓住我不放？因为我们还有孩子。袁清寒大惊失色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萧承瑞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了留住他，竟然承认了他腹中的孩子。瑞王，你确定吗？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不成？君千珏菲薄的唇勾起，眼底杀气腾腾。瑞王，本王可是听说你从不承认这个孩子。摄政王，本王不承认这个孩子，是因为孩子是袁清寒用不入流的手段得来的。可事已至此，本王和清寒之间也解开了误会，自然要承认孩子的存在了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敢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父皇震怒之下，立刻会把你拖出去处死。就是君千珏皇后联手保你都没用。袁清寒绝望地盯着他，浑身冰凉至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萧承瑞竟然承认了这孩子是他的。难道只是为了留住他，折磨他不成？瑞王说的对，瑞王妃，你们既然还有孩子，就别闹了。至于放离书，朕先替你们收着。如果等孩子生下来之后依然想分开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袁清寒跌坐在冰凉的地上，眼底满是绝望。多谢父皇。皇上，即便暂时不能让瑞王和瑞王妃和离，至少也该让两人暂时分开居住。毕竟府中还有个爱惹是生非的袁若雪，若是瑞王再被蛊惑，生出事端就不好。夫人，我知道他虽然不在乎我，但是他很在乎荷香。如果我帮你们杀了荷香，他一定受不了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你们肯放过我。好，这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我就让你回老家；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二夫人放心，我一定能做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娘，那个贱婢不会是故意骗我们的吧？怕什么？再给他1天时间，他要是杀了荷香，云洛生一定会一蹶不振。如果他做不到，到时候给他安置一个什么罪名都能弄死他。如果他真的杀了荷香，我们真的放他回老家吗？是啊，不过如果路上出了什么事情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和我们无关。夫人，小姐，文静真的杀了荷香。荷香，洛生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滚开！我不需要你们的假好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和娘是来关心你的。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，我要杀了文静。哎，别，这下人不管是犯了什么错，都是要老爷定夺才行。清然，快把文静送去老爷那里。我已经替你们杀了荷香了，你们该放我走了吧？我这就送你出门。云清然带着文静出了云家的门之后，就立刻回房派红玉找云虎义，说是文静偷了云家的东西潜逃了。娘，
何香那个臭丫头死了之后，只怕是过几天的狩猎都没有心思打扮了。倒是你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。那个贱婢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摄政王，你怎么处处都在跟本王作对？瑞王，不是本王要跟你作对，实在是看不上你的所作所为，贪恋貌美妾室，欺辱真正的恩人多年，这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吗？摄政王说的没错，三弟，你就是太过贪恋貌美如花的袁若雪，瞧不上丑陋的瑞王妃，这才被蛊惑。三哥，此事是你糊涂，三嫂要跟你和离，怪不得别人。父皇，三弟如此糊涂，即便去了南荣，恐怕也打不赢胜仗，儿臣愿意带兵前去击退南荣那些贼人。二哥，你如此落井下石，不太好。三弟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你连家务事都管不好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灵王说的有道理，瑞王，这段时间你就在府里好好反省，至于南荣的事情，交给灵王去处理。父皇，萧承瑞不可置信地看向明帝，他本以为这次是手到擒来，袁清寒咬紧牙关，暗暗地松了口气，看来历史上的一切大事还是没怎么变。都下去吧，摄政王留下，朕有些事情要跟你商议。清寒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萧承瑞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袁清寒，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？去南荣那蛮荒之地打仗，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前程。为了给我一个前程，萧承瑞，你是为了那太子之位，为了你自己。你扪心自问，今天站在你身边的不是我，你就不想争着太子之位了吗？怎么了这是？家贼被抓住了。被抓住就被抓住，打死就是了。叫唤什么？听说家贼还杀死了大小姐的丫鬟，这会老爷正生气呢，几个下人都被老爷叫去训斥了。老爷，这丫鬟再怎么做错，家法处置就是了，您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是啊，爹，你何必这样生气呢？姐姐也不是故意放纵下人的，你不要怪姐姐。来人，还不快去叫大小姐？是。老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洛生的丫鬟，您不要气坏了身子啊，一会儿让洛生处置。姐姐平时对下人很严格啊，这会儿怎么犯糊涂了呢？也不怪洛生，这丫头平日就是偷东西，提醒她好几次了，她只是一心袒护，可能也没想到这丫鬟最终会这么大胆。你说什么？这丫鬟早就偷东西，洛生也知道。姐姐早就知道，但是自己房里的丫鬟，所以就一直护着呢。没办法，姐姐就是太善良了。善良这种事情能隐瞒吗？老爷别生气啊，这都是下人的错，又不是洛生的错。这下人就是天生贱命，不光是偷东西，这丫头呀还勾引府里的下人，和府里的下人行苟且之事。这事儿洛生也是知道的，可是他心太软了。什么？这种事情洛生也隐瞒着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是想要那太子之位，这么迫切的想要立下军功做太子，却是为了尽快掌权，脱离侯府的控制。等本王做成这一切，你想怎么处置袁若雪，我都随心所欲。萧承瑞，你还是不要狡辩了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不会相信。瑞王、瑞王妃，娘娘请两位去他那里坐坐。好，我还要去看望皇后娘娘，暂时就不去。容妃一直不喜欢他，今天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瑞王妃，你天天往皇后宫里跑，从未去探望过容妃娘娘，难道真的要让满宫都说你贪慕权势，巴结皇后吗？既然紫竹嬷嬷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好推辞了。来人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几个小太监就脸色阴沉的走了过来。容妃娘娘，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母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瑞儿，御书房发生的事情，本宫已经知道。这丑八怪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你的脸，还不该打？瑞王妃，你已出嫁，出嫁随夫，你昔日丑陋哑巴，王爷都没有嫌弃你，还对你那么好，你如今却胆大包天，当众提出合理。容妃娘娘，瑞王对我如何，我自己心中有数，我所求就是合理。他一日不满足我，就闹一天。你给我让开！本宫打死这个丑八怪！母妃，别闹了。他都这样忤逆本宫了，你竟这样护着他！母妃，儿臣不孝，可是儿臣对不起他在先，还请您体谅。瑞儿，你哪里对不起他？给他王妃之位，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这样折腾你就该活活打死才对。袁清寒浑身冰冷，眼神仿若一把利剑。前世纵容袁若雪，把他折磨致死，除了萧承瑞，也有容妃。刘氏和云清然对视了一眼，唇角带着得逞的笑意。爹，这丫鬟还杀了姐姐的贴身丫鬟呢。不过姐姐这个人太护短了，什么都不说。洛生这丫头对下人好是好，但也不能是非不分呐。这丫头闹出人命了。对，今天我和娘去看姐姐的时候，亲眼看到她杀了何萧，姐姐特别难过，估计是担心爹爹不高兴吧，所以就瞒下这件事。
这种事情也能瞒下吗？洛生呢？还不快点去请大小姐？不用了，我来了。洛生给父亲请安。洛生，这文静是你的丫鬟吧？你可知道她犯了错，那也应该告知老爷。你现在什么都瞒着，老爷知道了不是更生气吗？姐姐，你心太软，却放纵了丫鬟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文静犯了什么错？洛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这丫头做了这么多错事，早就该家法处置。你就是这样管教丫鬟的吗？你的丫鬟可是丢尽了云家的颜面。父亲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文静一直在我院子里好好的帮衬着，犯了什么错？让你二娘说吧。洛生，这丫鬟犯了错，主子管教不力，你主动跟老爷认了错，倒也没有什么。但是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包庇这个丫鬟，只会让老爷寒了心呐。二娘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好啊，洛生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是打算包庇到底了？你就承认自己管教不严，顶多受一些训斥，挨2板子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可如果你坚决包庇这个丫鬟杀人，传出去，老爷的颜面何在呀？老爷，袁清寒，你疯了！再这样看着本宫，信不信本宫让人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？容妃娘娘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觉得我配不上萧承瑞，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。不如您就想个办法帮我们和离。你确实配不上瑞儿，可倘若真的要和离，此事也该是瑞儿提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说出和离这2个字？我确实不配，可您儿子现在就喜欢缠着我，不肯放我离开呢。袁清寒，你就不能少说2句？我本就不想来容妃宫里，是你们非要逼迫我，何必呢？瑞儿，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留的？你今天若是不休了她，本宫就活活打死她。萧承瑞，听到吗？还不赶快休了我！你真的要害死你的救命恩人吗？母妃，我欠了袁清寒许多，您若是真的要打，就打儿臣吧。这次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都要把袁清寒留在身边。瑞儿，本宫把你养这么大，视你为骄傲，是让你在这个丑八怪面前如此卑微的吗？一口气没上来，直直的栽倒在冰凉坚硬的地砖上。母妃，袁清寒把母妃气成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王爷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哪里气过母妃？你不是自诩神医吗？给母妃治病怎么了？王爷，就是这丑八怪把娘娘气坏的，他怎么会好好的给娘娘治病？来人，快去叫太医！好的比疯狗还快。自周嬷嬷，容妃娘娘常年肝火旺盛，常年发脾气，这是中风了。你确定不要让我诊治？不会再让你伤害容妃娘娘的，你这个恶毒的丑八怪！重重的给了紫竹嬷嬷一个耳光。我和萧承瑞还没和离呢，还是皇上亲封的瑞王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骂骂咧咧？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姐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赶快承认自己管教不力吧，不然牵扯出更多的事情，爹会更加生气的。文静是我院子里的人，她做的事情都在我的管教之内。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严加对待。但是她并没有做错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说她没有错？如果她有什么错，还请二娘告诉我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这个丫鬟偷了我们府里的东西，难道不是你管教不力吗？文静不光是偷了府里的东西，还仗着你的名声欺压其余的丫鬟，她甚至还仗着自己的美貌勾引下人，在云府行苟且之事。她还屡次顶撞主子，屡教不改。她甚至还杀了你府里的丫鬟，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洛生，你二娘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可知道这些下人做事也是关乎云家的颜面的？姐姐，你就赶快认错吧。爹，他们所说的不过是一派谎言。一派谎言？你是说文静偷东西是假的了？她偷了什么？她跑出去被抓回来的时候，身上装的可都是府里之前的东西，这还不是偷的？这些东西是我让她拿出去的，变卖我房间里的一些东西，为的是父亲的寿宴。洛生，你可真会包庇。我没有包庇，我还给文静写了一封信，不信你们搜。爹的大寿就要到了，本来想卖一些自己平时不用的东西，换些钱给爹一个惊喜的，没成想就这样被二娘他们抓住了，还诬赖我的下人偷东西。周嬷嬷，她是本王王妃，此事确实是你不对。王爷，您这是彻底被丑，他迷惑了心智啊！娘娘知道之后多心寒呐！等容妃将来偏贪吃傻，得知你不让我救她，才会真的心寒。朱太医，母妃她激动之下就栽倒了，你快给看看。王爷，容妃娘娘这是肝火过旺，邪气攻心，气机败坏之下中风了。见朱太医跟袁清寒的诊断一样，萧承瑞脸色立刻难看起来。朱太医，您可有把握治好母妃？王爷，中风之后大多数人都出现
现问题，例如不良于行、不利于口、偏瘫麻木等情况。容妃娘娘她情况又比较严重，微臣只能说尽力而为。病床上，容妃两眼一翻，抽搐得更厉害了。袁清寒，你来给母妃医治。王爷，你可别为难我，我没有那本事。救容妃，让她利索起来，在针对自己，开什么玩笑？袁清寒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母妃也是你母妃，而且是你把她给气成这样，若是不救，就不怕别人说你冷血无情吗？萧晨瑞，我什么时候气过他？我们两个都想和离，不是你不肯，你但凡早些答应，容妃也不至于如此。袁清寒，和离是不可能的，可如果你答应我救母妃，我可以把你母亲当年的侍女翠兰交给你。怎么可能？翠兰姑姑早在当年那场大火中烧死了。正是那场大火，把他母亲江氏烧成了焦炭，把他也烧成了丑八怪，再加上受惊恐惧，彻彻底底成了哑巴。而除了母亲之外，屋子里还有2具烧焦的躯体，据说是江氏的2个侍女翠兰和翠柳。所以文静根本就没有偷东西。好，就算他没有偷东西，但是他确实侵辱了其余的下人。文静仗着自己是大小姐房里的人，平时对我们作威作福的，轻则谩骂呵斥，重则暗地动手，还说这一切都是大小姐撑腰。洛生，可有此事？袁洛生不多说，一把撕开文静的衣服。文静身上的伤大大小小这几十处，应该是别人欺负她吧。如果不是那些下人动手，难不成是二娘动的手？求家主做主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文静根本就没有仗势欺人。好啊，你这是把什么都抵赖了。那你今天杀了荷香这件事，总归不是有人污蔑了吧？我没有。这件事你也说不是你做的，那是谁做的？难道这件事你也要包庇他？女儿没有包庇任何人，文静没有杀人。你还不承认？子虚乌有的事情，我为何要承认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今天早上我和云清然是亲眼看到文静杀人的，可是今天他为了免除惩罚，不想承认自己管教不力，居然罔顾人命，矢口否认。荷香从外面默默走进来，跪在地上。小姐，刘氏和云清然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荷香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啊！今天早上明明我们亲眼所见，你被文静一刀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总说本王不关心你，却不知道本王在暗中探查你母亲当年的死因。袁清寒，本王已经找到了翠兰，只要你治好母妃，本王就把她交给你。萧承瑞应该没有骗他，否则他怎么知道那侍女叫翠兰？好，我会治好容妃。可萧承瑞，你最好说话算数。容妃年纪轻轻，怎么会中风？父皇，都是儿臣不好，气到了母妃。父皇，此事都是我的错。这个女人终于知道她做的不对了。谁知母妃听说了我在御书房里提出和离，觉得伤了王爷的颜面，才把我召进长宁宫，大加斥责，这才气伤身体。容妃怎么知道御书房的事？这个贱婢竟把耳目安插到她身边来了。父皇，是儿臣的人跟母妃说的，在皇帝身边安插眼线可是重罪。可王爷，分明我们刚出御书房就被紫竹嬷嬷带走了，您什么时候有功夫跟母妃说这些了？你记错了，就是那时本王的人跟嬷嬷说的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无论萧承瑞怎么圆都圆不过去，明帝已经起了疑心。皇上，后宫绝对不会发生窥探御书房的事情，这有违宫规。皇上，容妃姐姐毕竟是瑞王生母，多关心她一些也是人之常情。过她喜怒无常，年纪轻轻就中风了，还得劳烦她瞧不上的瑞王妃救她，真是让人唏嘘。说完，宁妃心情颇好，对着袁清寒眨了眨眼。她和容妃在争夺贵妃之位，容妃中风倒霉，眼看着要失宠，她自然高兴。明帝脸色沉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闹够了没有？爹，二娘这么做，一定是文静做错了什么，都是女儿管教不力，求爹降罪。你放心，有爹在，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爹，文静勾引下人，和下人在府中行苟且之事，证据确凿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再有下次，就等着家法处置吧。本来就是云清然和刘氏安排几个小厮糟蹋了文静，现在故意倒打一耙，说是文静勾引府内下人。老爷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！求老爷替奴婢做主。我这就把那几个下人叫来，你们当面对质，我看你还怎么辩解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今天闹的这一出是什么用意？我当真看不出来。不就是前几天你受了家法，不高兴，非要针对洛生是不是？爹，你也清楚洛生的身份，
也知道我疼爱洛生，不敢动他，所以就故意栽赃他的丫鬟，想要治他的不治之罪。不是的，爹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是你会编排这么多罪证，偷东西、仗势欺人，甚至还荒唐的说他杀人。他杀的人呢？这不是好好的待着呢吗？为了陷害一个丫鬟，你们都不择手段，什么谎话都敢说。现在又捏造他勾引下人，这种毁人名声的事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早就说过，家和万事兴，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爹，他真的……妹妹，事到如今，不过是你气不过上一次自己被罚，你要是当真气不过，你就让爹爹打我一顿就是了，何必编排这些谎言诬陷文静呢？皇上，臣妾今日召见瑞王妃，是想让她给臣妾复诊，却不想半路上被容妃的人挟持了去。容妃胆大包天，不敬皇上，无视臣妾，是该给点教训。今日起就褫夺容妃称号，降为容嫔。父皇，母妃她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父皇开恩。瑞王，朕心意已决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明帝拂袖而去，皇后也带着众嫔妃出去了。袁清寒，现在你可满意了？王爷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害得母妃被褫夺封号，降为嫔位，这难道不是你的目的吗？王爷说错了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人，甚至今天根本没想来容妃宫里，而且我只想跟你和离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袁清寒这么恨我？恨是必然恨的，可更多的是恶心。袁清寒，离开本王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男人了。你是瑞王弃妃，谁敢要你？到时候又要跪求着本王收留你。滚！永远没有那一天。王爷，娘娘醒了。知道了，跟我去看看母妃吧。等她身体好了之后，我就把翠兰交给你。好。母妃，您感觉如何？本宫难受。容嫔娘娘没了抽搐的症状，说话也很利索，想来已经没有大碍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袁清寒，还不肯消停吗？瑞儿，你说为何叫本宫容嫔？你应该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。娘娘有所不知，瑞王妃在皇上面前说您在御书房安插眼线，皇上震怒，已经把您降为容嫔了。你们两个给我闭门思过，要是让我听到再有人敢诬陷洛生的丫鬟，再有什么流言蜚语，就家法处置。是，老爷。洛生，爹，你不用说，女儿明白。这么多年委屈你了。爹，怎么跟女儿说这样的话？爹已经看透了，他们就是要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爹教训你。你娘走得早，爹每天忙于政务，也不是不知道你平日受的委屈，只是……洛生明白，爹是不想我们吵吵闹闹，希望息事宁人的好。过几日就是狩猎，到时候你不要太出众，爹可不想你这么早出嫁。还有四皇子。四皇子？没什么，许是爹爹想多了。狩猎之时，皇室和世家子弟都会去，如果表现太过出众，只怕是容易被赐婚。爹，你放心，洛生还不想嫁人，还想多陪你几年呢。你呀，娘，当时您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状告文静勾引下人的事情啊？云洛生已经把一步一步算好了，怕是他早就和文静串通好，故意让文静受伤，然后好在大堂之中宽衣展露出来。那封信也是提前准备好的。可是文静说去杀何香，也是他故意骗我们的。对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要掩盖一个很大的真相，就必须要铺垫一个更大的谎言。如果说我们所说的杀人都是假的，你以为老爷和府里人还会相信我们所说的勾引下人、行苟且之事吗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没有乱说，而且你究竟做没做，皇上心中自然明白。母妃，您刚刚中风，身体还脆弱得很，如果再乱发脾气，影响了身体，将来若是想要复宠，可就真的没希望了。瑞儿，这丑女又狠又毒，休了吧，咱们也落个清净。求之不得。母妃，清寒腹中有我的孩子，我暂时不能休了他。怎么可能？袁若雪都跟本宫刚说了，孩子不是你的。母妃，袁若雪还说他是儿臣的救命恩人，结果不也是骗人？这个贱人赶出去，本宫不想看到他。容嫔安歇吧，我先告退。袁清寒，这就是你要的人。你是翠兰姑姑。大小姐，是我。大小姐，奴婢对不起夫人，对不起您。翠兰，当年那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你放心说就是。本王若是想要害你，再找到你就让人杀了你，何必留到现在？大小姐，当年我们嫂子来看望我们姐妹，夫人好意亲自接见了她，可当时院子里忽然起了我，林姨娘的人把我们关在房间里，想要活活烧死我们。无论我们怎么哀求都没用，房屋都被烧毁，夫人和姐姐嫂子也被烧死，只有奴婢护着您，勉强逃过一劫。可奴婢不敢说出实情，怕老爷和姨娘赶尽杀绝，只能跳进泔水车里逃走，留下大小姐一人在侯府，孤苦无依。原来这一切是他早就计划好的，所以今天我才没有提起文静勾搭下人的事情，因为娘知道事到如今说什么老爷都不会相信了。不光如此，从今天开始府里也不敢有人再说这件事了，就算是那几个玷污了他的下人，只要说一个字，也会被当成挑事儿的人给赶出去。什么？我们计划好的一切全部都被打碎了？好一个云落生，我真是低估了他了。娘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太轻敌了，还连累了娘。没关系，你这倾城的容貌很快就会为我们迎来新的一局，在云家输了算什么？你将来是要赢得天下的。娘，我们的目光应该长远一些了。狩猎当日，娘要你和二皇子生米煮成熟饭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心系四皇子，但是四皇子的生母已故，宫中无人运筹，母系一族也不过是淡薄的武官，没有心机，将来也不是储君之位。何况你和二皇子的谣言已经传遍天下了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你还想不通吗？趁着二皇子对你有心，你还不赶快把握住？他对我有心，是因为他认错了人啊。什么？他不喜欢你吗？你确定刚看到了灵氏的人？大小姐，奴婢不敢说谎，确实看到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云清寒，本王会替你和你娘报仇的，但是你能不能暂等一段时间？等你成了太子，等你不再需要侯府的支持。你既然知道，也该懂些事了。萧承瑞，我要什么，你一清二楚。和离之后，你我一刀两断，自然也就懂事，不会再给你造成任何困扰。没了瑞王妃的名头，你以为你能报仇雪恨？到时候只要你走出瑞王府一步，侯府的人会立刻置你于死地。那就来试试。本王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也少出弄险。瑞王妃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奴婢就是听说您不受宠，怕牵连到您，这么多年来才不敢来找您。不必叫我瑞王妃，叫我袁姑娘就行。至于和灵氏的恩怨，我会一笔一笔清算。是姑娘，姑娘，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咱们可以继续等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差这一天两天。翠兰姑姑，我有一件事情问你。姑娘，您有话尽管说就是。当年阮鹤爷对娘亲如何？您说侯爷夫人是书香门第的好女儿，虽然端庄贤淑，却不解风情。当年夫人把夫人嫁给侯爷之后，两人倒也是相敬如宾。可林姨娘很快出现，勾走了侯爷的活儿，侯爷当时对夫人就不大好了。那袁鹤爷有没有主谋烧死我娘的可能？姑娘，奴婢不想撒谎，可正是因为这个，奴婢多年来才躲躲藏藏，不敢现身。袁鹤也果然心思歹毒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林氏和袁若雪欺辱他，原来他早就存了要杀他的心。娘，你还记得那一年大夫人进宫受封赏，带了我和云洛生一起去吗？我记得那年你才5岁，不就是那一次开始，二皇子对你一见钟情吗？那一天进宫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而让二皇子真正喜欢我的事情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我身上的玉佩，以为是我救了他。什么意思？原来当年他们一起进宫，却偶然遇到了二皇子和四皇子，被一个居心叵测的宫女推下水了。当时他们只有几个孩子在那里，一时间都已经吓晕了。只有袁若生最先镇定下来，并且利用自己的水性去救了二皇子和四皇子。后来呢？后来云洛生教我救人，可是我不会，他就教我如何给他们渡气。云洛生为四皇子渡气，四皇子醒了，我害怕极了，不愿意为二皇子渡气，我以为他死了呢。好在太医及时到了，被太医带走了。后来二皇子醒来，见到我们，看到我拿着他的玉佩，以为是我救了他。什么？按照你所说，二皇子一直想要找的人是云洛生？是。那玉佩呢？我一直保存着呢。二皇子身上掉下来的玉佩被我捡到了，我还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以为那天救他的人是我。可是我总是害怕这件事被二皇子发现，到时候他非但不会喜欢我，还会厌恶我，说不定还会治我的罪。怕什么？这件事只要你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太好了，
我本来就担心你和二皇子的事情皇后会不同意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有了这块玉佩，什么都好说了。翠兰姑姑，倘若有一天我需要你指证元赫和林氏，你可愿意？姑娘，奴婢苟活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那一天。倘若不是还抱着复仇的希望，奴婢当初就直接陪着夫人死了。您又何必问奴婢这些？翠兰姑姑，你放心，很快就会到那一天的。翠兰恭敬地点了点头，泪水汹涌的眼底满是信任。请个大夫到地牢，至少先保住袁若雪和月山的性命。王爷，如果王妃知道之后生气，该怎么办？他把人活活折腾成那样，本王没治他罪已经很好。袁若雪对本王还有些用处，不能死。他们王爷果然多情。翌日一早，袁清寒，你究竟把雪儿怎么样了？侯爷、侯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他还没去找袁鹤野和林氏呢，他们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袁清寒果然跟当年不一样了。袁清寒，少来这套，把雪儿交出来。袁若雪在地牢呢，你们若想找她，也该找萧承瑞要人。什么？地牢？雪儿怎么会在地牢？是在地牢啊，王爷亲自把人扔进去的。哦，对了，袁若雪被毁容了，现在过得很是凄苦呢。毁容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是不是你毁了雪儿的容貌？就是我，就是用我手中这把刀。侯爷、夫人，袁若雪现在可怕的很呢，你们还是别见了，免得吓到了自己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就是嫉妒雪儿比你长得漂亮。王妃的容貌比袁若雪漂亮千倍万倍，只是不屑于让这群蠢货看见罢了。娘，狩猎那天你就好好装扮一番，等着做安盛帝国未来的皇后吧。小姐，听说这2天二夫人和二小姐被禁足，但是还真是没有消停呢。3天2头让丫鬟偷偷出去买东西，一定是准备这一次狩猎的东西呢。是啊，小姐，自从文静走了之后，你也不出门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，重新开始。他纵然能理解文静，却无法谅解背叛。小姐，这是苏府的人送来的，说是表少爷送给你的。表哥送来的应该是狩猎的衣服。是，里面好像还有一封信。我知道了，果然是云雷干的好事。小姐，怎么了？难怪少爷那天会被刺杀，原来是这个云雷做的。他为了躲避被斥责，在外面居然都是用的少爷的名字。不光如此，那些人发现了他的行踪，他回去之后立刻就宣扬自己没有出去，并且在这些人询问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是云峥出去了，而且还说云峥回来之后怪怪的，还单独见了将军。这个胆小鬼把一切都推到了少爷的身上，太过分了。很好，他们害了我的丫鬟，还险些害死云峥，我就不会让他们好过。不过好在他知道云志已经给云峥找了一个好的大夫养伤，听闻这个大夫不过是2天时间就让云峥的伤口愈合了。上一次安君玲因为自己而受伤，如果这个大夫能够帮助安君玲，那就太好了。云洛生给苏志写信，并且追问了大夫的下落，专门跑到大夫家里。王爷在哪儿？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让王爷给我们家雪儿一个公道。侯爷、侯夫人已经让人去请了。袁侯、侯夫人2位不经过通报就擅闯王府，究竟何意？瑞王，本侯2个女儿都嫁给了你，侯府和王爷是亲上加亲，本侯来看望女儿，没什么过错吧？侯爷若是事先递过帖子，告知过本王，自然没错。可侯爷、侯夫人气势汹汹的前来王府，逼问本王王妃，究竟是何等用意？瑞王，当真以为这个女人救了你，不过是设计骗你的罢了。可怜我家雪儿，当年为你跳进了寒潭，连性命都不要了，如今却落得个身陷地牢的下场。果然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斗。林氏，你这娇滴滴哭起来的模样，都和袁若雪如出一辙呢。林清寒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了，多影男人的本事也是如出一辙。瑞王，现在您也看到袁清寒的本性了。这个女儿没有教好是我的过错，可我终究不是她的身生母亲，不好时时管着，这才让她目无尊长，撒谎成性。侯夫人，袁清寒有没有撒谎，本王心知肚明。本王已经亲自调查，当年救我之人确实是袁清寒。至于侯府多年来欺骗本王的罪，本王还没找你们算。王爷，这都是袁清寒让人布下的局，您可不能被人骗了呀。侯夫人，你觉得本王真的就那么愚蠢，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？你就是林大夫？是啊，怎么？只是没有想到名医这么年轻。小女袁洛生是云峥的姐姐，多谢姑娘救了云峥啊。这一次请名医来，是希望你能随我走一趟，医治一个朋友。好啊，只要有足够的银两。好，不过呢，
你也不用开口名医，闭口名医。我看你和我差不多大，我叫林玉碧，你叫我林大夫或者玉碧。多谢玉碧姑娘。袁洛生带着林玉碧一路到了安君玲的府里。你愿意专门去找我，四皇子对你很重要，你喜欢他？不是，就是一个普通朋友。他为我而受伤，马上要狩猎比赛了，我怕他因此受影响。狩猎比赛不是还有7天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是一般的刀剑伤，不出3天就能痊愈。那就太好了。玉碧姑娘妙手回春，不知师承何人？我师父就是人称赛神仙的前太医院长院陆春秋。小小黄毛丫头就口出狂言。一老者从外面走进来，身边跟着一名女子，就是左丞相之女慕容新慈。黑暗的回忆清晰而又疼痛地搅动着。慕容新慈当年想要嫁给安君玲的，但是安墨白希望得到左丞相在朝中的势力，所以用了一些手段，想办法让慕容新慈嫁给了自己。后来在宫中拨弄权术，排除异己，就连云清然都让他几分。袁洛生不过是想要保护好安墨白，对于后宫的权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袁府没落之时，袁洛生却专门求他，但是慕容新慈非但没有帮助他，还雪上加霜，和左丞相一起请求上书灭族。袁府灭族之后，左丞相马不停蹄地接管了袁家所有的事务。魏王，就算是侯府曾经做过一些错事，可雪儿她陪伴您多年，爱您入骨，您怎么可以这样辜负她？侯爷侯夫人真有意思，上来就蛮不讲理，现在又打起感情牌，真是手段高明。瑞王妃，即便你现在受宠，可到底也是本侯的女儿，你难道真的要数典忘祖，跟侯府作对，欺辱你妹妹吗？杨和爷，当年你和凌氏为了苟合偷欢，竟放火想要烧死我和我母亲，如此杀妻灭女的畜生，也配自称人妇？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清寒，当年之事只是意外，你怎么可以妄加揣测？是不是妄加揣测？你们心中有数。仇恨地盯着两人。来人，这对杀人凶手抓起来！清寒，当年之事过去那么久，也没什么证据，你不能听人一面之词。萧承瑞，你若是今天帮我讨回公道，当年救命之恩就抵消了，从此你也不再欠我。王爷，你真的要为一个丑女跟侯府作对吗？别忘了，你还要靠着我侯府在军中的影响来站稳脚跟。清寒，王府和侯府是一家人，别闹了，之后本王会想别的办法补偿你。如果他想坐上太子之位，军中的支持必不可少，侯府是他最好的选择。萧承瑞，这就是我为何不信任，在我和利益之间，你选择的永远不是我。袁清寒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为何要懂事？侯府虐待我多年，你和袁若雪又虐待我、欺辱我，我为何要懂事？慕容丞相的远方泼皮无赖亲近，堂而皇之的入住云府，糟践了云家的下人，而何香？回忆太过于刺痛，让袁洛生忍不住的闭上眼睛，攥紧双手。云姑娘，四皇子请。你这空口小儿，来皇子府内坑蒙拐骗！你好了，玉碧姑娘，我们走。四皇子，这是林玉碧大夫，是表哥找来给云峥治病的。云峥的伤口已经愈合，我记得上一次四皇子的手臂受伤，怕影响即将到来的狩猎，所以专门请了玉碧姑娘为四皇子诊治。算你有良心，浩轩不过是江湖郎中。喂，你说谁是江湖郎中呢？本小姐是神医陆春秋的弟子，要不是云姑娘专门请我来，你以为我稀罕给你们什么四皇子看病啊？四皇子，玉碧姑娘确实是医术不凡，先前已经为云峥疗伤，云峥背后的伤口比较深，已经愈合了，所以我才把玉碧姑娘请过来的。好，连玉碧走过去为安君玲把脉。你这小丫头，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那你听说过病不必医吗？刚才慕容小姐请来的名医都被爷你赶出去了，你居然相信这个小丫头？闭嘴，吵死了！安君玲看了连浩轩一眼，连浩轩没好气的冷哼一声，干脆出门去了。瑞王，袁清寒自幼丧母，脾气古怪的很，总觉得天下人都亏欠了他，所以我和王爷也都不喜他。没错，瑞王，也只有若雪才配得上你，你也该好好考虑将来和谁共度一生，把谁带出去。是啊，王爷，我可听说袁清寒腹中还怀着野种呢，若是将来此事传了出去，您的颜面可都要扫地了。侯爷是想让王爷杀了我？袁清寒，就算你真的死了，又能如何呢？
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可怜你。兰儿警惕地护在袁清寒身前，他还不够强大，现在根本没有跟瑞王府以及侯府对抗的资本。清寒是本王救命恩人，本王王妃也只能是他。侯爷侯夫人如果再胡言乱语，别怪我让人请两位出去了。王爷，我们可以不跟袁清寒计较，可我们今天必须见到若雪。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了，可能。只要我一天还是瑞王妃，你们就一天别想见到袁若雪。瑞王，你就任由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？侯爷侯夫人，若雪现在不方便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等等，萧晨瑞，要么今天休了我，要么就送他们两个去官府。要闹这事儿不是翻篇了？你翻篇了，我没有翻篇。现在你选一个，我就杀了凌氏。你以为你杀了侯夫人还能活？那就一起死。无论如何，他也要让袁鹤野和林氏付出代价。瑞王，还不快让人拿下他！王妃得了失心疯，把他拿下。见萧承瑞再次选择了利益，直接刺向林氏的脖子。萧承瑞见他动作，立刻上前拉开了林氏。林氏脖子上还是多了一条血痕。没有这只麻雀，真是安静多了。一旁的云洛生也忍不住被他可爱的样子给逗笑了。安君灵一瞬不瞬地看着云洛生，他的笑容慢慢的收敛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。难怪你会喜欢这个小姑娘。安君灵浅浅一笑。当年也有人问你，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说过生死才是大事，除此之外算什么？若是因为所谓的体统就要罔顾生死，那就打破这体统。云洛生想起来了，那还是他刚刚6岁的时候，跟着娘亲入宫领赏，无意中救了2个落水的皇子孩子。云洛生用娘亲教的渡气的方法救了4皇子，让云清然帮忙。可是云清然却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云洛生才会说下那番话。他居然还记得，原来你们2个人早就授受不亲了。还说不是你的情郎？不是的，当时我是出于救人之心才没有。不过云洛生说完之后，突然想起前几天安君灵送自己回去的时候，因为马车的颠簸，不小心他的脸颊上升起2坨红晕。明明就是喜欢，还不承认。4皇子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必有归宿。玉璧姑娘不要开玩笑了，前世安君灵为了自己牺牲了太多，今生他没有别的能耐，也务必要守护安君灵的安全，不能拖累他。疯了，叶清寒疯了！瑞王，你若是再放任他这样放肆，将来必然会给瑞王府带来灾祸。来人，把王妃关回清寒院。兰儿护在袁清寒身前，终于不再隐瞒自己的武功。姑娘，您别怕，奴婢一定不会让您有事的。看见那边萧承瑞出手，小心！这时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样，萧承瑞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偷袭一个半大孩子！半大孩子，他可是隐藏在你身边的高手。没错，这贱婢不但会武功，还敢违抗王爷命令，该活活打死才对。袁清寒只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女罢了，萧承瑞疼她一时，分明是为了救命之恩，是怕天下人说他无情无义。如今袁清寒不知天高地厚，萧承瑞也会幡然醒悟。瑞王，一条狗，一个宠物，不该那样纵容，则只会让他不知天高地厚，反噬其主。侯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清寒，本王哄着你惯着你，不是让你骑在本王头上来的。把王妃带回去，今日起不准出清寒院一步，至于这贱婢，拖出去打死。王妃，走吧。谁敢动兰儿，我就跟他拼命。袁清寒，你越发蹬鼻子上脸了。凌厉的手术刀直接要抵上萧承瑞的动脉，萧承瑞瞳孔紧缩，一把捏住他的手腕。袁清寒，王对你早有防备，放开他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上了药，不出3天，伤口就会愈合。要是还没有愈合，你大可以来砸了我的招牌。多谢玉璧姑娘。喂，你们2个，说你们呢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走。慢着，原来是慕容小姐。原来这位姑娘没有看到我，所以才会教训我的丫鬟。是啊，慕容小姐应该也没有看到我们吧？不然自己的丫鬟这么放肆，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顾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？早年随母亲入宫受封，有幸见过慕容小姐。是吗？不过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云洛生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云太傅家的嫡女云姑娘。当年我爹拒绝了皇后的指婚之后，听闻你和2皇子即将成婚。有些人就是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东西。慕容姑娘心地善良，对身边的丫鬟也是太过于仁慈。这丫鬟居然把皇子说成是东西，若是按照律法，怎么都算是藐视皇室之罪吧。你不要不说，我没有说2皇子是东西。那你的意思是
二皇子他不是东西，这可是要灭族的。我没有，小姐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绝对没有蔑视皇族的意思，我只是一时口快。听闻云姑娘心地善良，刚才不过是提醒你，哪里就真的治你的罪了。不过你凡事要小心，祸从口出。见过摄政王。君公子不知为何，看到君千珏的瞬间，他委屈至极。见袁清寒落泪，君千珏寒气翻涌。摄政王光天化日之下擅闯瑞王府，有何贵干？本王来找瑞王妃看病，瑞王放开她。摄政王，今日清寒没空，您请回吧。耽误了我家王爷看病，谁承担得起罪责？他们正要去训兵，却被暗引拦了路。于是大队人马跟随主子，毫不犹豫地来了瑞王府。瑞王早就听说你喜欢打女人，现在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还打瑞王妃呢？如果关进门来，你岂不是要把人弄死？摄政王，高副将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袁清寒疯了，拿着剑要杀了我，瑞王这才逼不得已阻止了他。林氏杀人偿命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你害死了我娘，本就该死。你说我害死你娘，你有证据吗？有证人吗？如果没有，凭什么大放厥词？袁姑娘，如果你有林夫人害死先侯夫人的证据，可交出来，本王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有。摄政王，奴婢就是证人。摄政王，奴婢是先侯夫人江氏身边的丫鬟，名叫翠兰。当年就是侯爷和林姨娘带人放火，想要烧死夫人和小姐。你和二皇子的婚礼，我是一定会去的，还会送一份大礼。我已经和二皇子解除了婚约了。是吗？云太傅虽然只是2品大员，不过如果云小姐能和二皇子成婚的话，说不定云太傅有机会成为和我爹平起平坐的关系呢。慕容小姐说笑了，左相一代贤臣，官居1品，门生遍布朝堂，就算是皇后都忌惮几分。别说我们忠烈的云家了，你说我爹品阶差一等，我就说你结党营私，唇枪舌战之下也不遑多让。这就是你找来的大夫呀？四皇子也确实给你面子，我找来的京城名医他都没有看，却看你找来的一个小姑娘。如果治不好四皇子的手，怕是也过意不去。这就不劳慕容姑娘费心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慕容姑娘最后的表情？她明是在外面等我们的时候憋了一肚子话，可是被你一句话给堵回去了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样子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有时候未必要咄咄逼人，适时的留白反而会更加有杀伤力。没想到你这小丫头还真有两下子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神医陆春秋的弟子。好，我相信你了。其实府内还有2个侍卫受伤了，我想着你能不能……还不快走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侯爷、林姨娘，你们没有想到吧？老天垂怜让我逃出升天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真相大白于世。既然有人证，高长青把袁侯和林氏押起来，送往刑部死牢严加看管，由本王亲自审问。瑞王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侯府出了什么事情？王府也没好。今天之事只是误会。摄政王高副将到底想干什么？皇上给本王摄政王之位，自然是让本王保家卫国，惩恶扬善。若是不把这些滥杀无辜之人绳之以法，本王岂不是愧对皇上期待？袁清寒不知道君千珏为何要帮他，可他知道自己对他感激至极。摄政王，你只听信在袁清寒一面之词就带走袁侯，太过武断。本王说了，会调查清楚。袁姑娘，你跟我走。摄政王带走本王岳父岳母还不够吗？为何连本王王妃都要带走？袁姑娘是受害人，本王自然要带走。萧承瑞，你放开我！袁清寒真的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场的地步，真的要跟他走？我宁愿去刑部大牢蹲着，也不想跟你共处一室。王就让你这么讨厌？萧承瑞，你确实让我很讨厌，原因我已经说过无数次，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萧承瑞自私自利，他真正爱的人只有他自己。放开！不可能，是本王的王妃，哪里也不许去。君千珏大步上前，大手抓住了袁清寒的胳膊。这丫头说走就走，怕是全然把我给忘在这里了。这样也好，那一日云姑娘的琴声袅袅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听一曲啊？好吧。袁若生轻轻抚琴，琴声悠扬婉转，袅袅而动，宛若灵动的少女的欢笑，清脆悦耳。安君灵缓慢地闭上眼睛，随着琴声的婉转而渐渐悲伤。袁若生当年听这曲子就是这种感觉。袁若生心有戚戚然，不经意地抬头，却似乎看到了安君灵的眼泪。她哭了。
袁洛生走过去，有些不解地看着安君灵，情不自禁地靠近她，轻轻地蹲在她的膝边。安君灵缓慢地睁开眼睛，她曾经抱住她冰冷的头颅，如今看到鲜活而悲伤的安君灵，让她的心跟着疼了起来。袁洛生像是鬼使神差一般，下意识地想要为她擦掉眼泪，他刚刚抬手就被安君灵握住了。安君灵一瞬不瞬地看着袁洛生，这曲子其实是爷进爷，这玉璧姑娘真是妙手回春呐。袁洛生的心跳突突的，这会儿都没有平复下来。哎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琴声，爷，这不是贵妃最爱的琴吗？你自己都舍不得用的。袁洛生心头一紧，却没有想到这琴竟然是安君灵的母亲留下来的。浩轩，哦，知道了爷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和玉璧姑娘就先回去了。预祝四皇子在狩猎之中旗开得胜。瑞王，你若是再阻碍本王，就别怪本王无情了。知道摄政王杀伐决断，可你敢杀了我吗？杀了萧承瑞会毁了他筹谋许久的全盘计划，没必要。可借着阻止他办案治病的名头，把萧承瑞打个半死，却不会有什么后果。主子，王妃，不好了，兰儿快不行了！滚开！我要救人！一个贱婢而已，死不足惜。萧承瑞，你的选择从来都不是我，我们分明相看两厌，你为什么不肯放我走？为什么不肯和离？你是本王王妃，该事事以本王为尊。即便本王曾误会你，你也不能提和离。真是厚颜无耻！你是男的你就高贵了。萧承瑞胳膊一痛，冷不防吃了君千珏一拳头。袁清寒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如此对我！袁清寒往后躲，面纱却被拽落在地。君千珏瞳孔紧缩，闪过惊艳。袁清寒的脸竟好了。兰儿从没把这个消息传回来过，他派人辛苦找来的药派不上用场。萧承瑞本就不肯放袁清寒走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君千珏心中充满了凌厉杀气。袁姑娘，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好看？袁清寒丑陋无比，根本不是袁清寒，这真是王妃。没错，我的脸早就好了，只不过你们瑞王府的人不配知道。袁清寒竟如此欺骗本王，管家不准放他走。萧承瑞瞳孔紧缩，眼前天旋地转，袁清寒那张绝美的脸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。慕容姑娘，今天四皇子有些累了，闭门谢客。刚才云洛生不是进去了吗？是啊，可能就是云小姐让四皇子累着了。这话有些暧昧，慕容新慈感觉到刺耳极了，默默地攥紧双手。云洛生也知道自己已经招惹了慕容新慈，所以干脆处处躲着他。一方面他现在没有心力去对付慕容新慈，他现在规划的是云峥的仕途，并且阻止安墨白利用手段上位。到了狩猎当天，袁虎义带着袁洛生和袁清然一同去了狩猎场。阿生，表哥，阿生，今天真是好看。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和表哥可是等你很久了，特别是表哥，都快要望眼欲穿了。胡闹，表哥，我上一次给你写的信。你放心。袁洛生笑着点点头，却感觉似乎被一双灼热的眼睛盯住了一样。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看到一个粉色长裙的女子正在看着自己和苏志。袁洛生低头浅笑，对方却一个傲慢的冷哼一声，转过身去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？皇室狩猎，我们自然要来提前安排，以防有危险。难怪。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忽然一支利箭从两个人中间穿过。阿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上官婉彤，王爷，保护王爷王妃，不准他们带走王妃。君千珏上前，把袁清寒护在身后，对着高长青微微颔首。瑞王府的侍卫们很快溃不成军。摄政王，这里可是瑞王府，你怎可如此赶尽杀绝？皇上知道之后一定会震怒的。赶尽杀绝？我家王爷不是还留了你给瑞王传信儿吗？李管家跪坐在地上，委委屈屈地憋红了脸。袁姑娘，本王请你去摄政王府为我治病，顺便陈述一下先侯夫人江氏的冤屈。袁姑娘，请。他微微颔首，跟在君千珏身后离开了修罗场一样的瑞王府。马车上，袁清寒飞快地给兰儿把脉，制止了伤势。袁姑娘，你在怕我？没，君公子只是怕今天的事情给你带来麻烦。你不必担心我，皇上不敢对我如何。袁姑娘，劳烦了。袁清寒的脸微微红了。君公子客气了，今天救命之恩我还没谢过你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也救过我的命，所以不必放在心上。看着他眼尾的红，君千珏心底融化，忍不住勾唇轻笑。他把手放在岸上，眼神却忍不住追随着袁清寒的动作。袁清寒微微垂着头，纤长浓密的睫毛翘而卷，轻眨之间像是有羽毛拂过君千珏的心上，痒痒极了。那片被他碰触
处的地方逐渐温热。一个利索的下马快步而来。嫂嫂啊，你叫谁嫂嫂呢？我经常听表哥说起你的事情，而且我心里只认你一个人是我的表嫂。阿正，不可胡说。你看，表哥还害羞了。当年上官婉彤和苏志结婚才刚刚1年，就因为难产而亡。后来袁洛生才知道是安墨白忌惮2家联姻，所以才会暗中算计了上官婉彤，以至于一段时间苏志都萎靡不振。这一次换到他来守护他们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走，嫂嫂，我们一边说话去。刚才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人有失手。我不是失手，我就是想教训你一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为……你以为表哥和我之间有什么事情是不是？表哥只是一时间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心，他心里面是喜欢你的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如果苏志一点都不喜欢上官婉彤，当年也不会在上官婉彤去世之后这么后悔痛苦。你不用解释，我这人会分辨真真假假，我只要看一眼就明白了。你喊我嫂嫂的时候是不经思考的，完全是下意识的，是真心的，所以我真是误会你了。嫂嫂这是做什么？你别叫我嫂嫂。真的不要我叫你嫂嫂？有人的时候不要叫。好的，嫂嫂。2个人有说有笑的从里面走出来，正遇上鬼鬼祟祟的袁清然。公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诊断错了，可我觉得你体内的噬心毒严重了。噬心毒动情方会严重。君千珏这等冷酷无情、站在高处俯瞰天下的强者，难道也有了喜欢的人吗？不知为何，袁清寒心中有些失落。袁姑娘，你尽力医治即可。他最近越来越经常梦到那个夜晚，梦到袁清寒，心中的执念也越发严重，噬心毒自然也就严重了。他多想告诉袁清寒，他就是那晚的人，可又怕他受到刺激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只是君公子您也不能对那心爱之人用情太深，则噬心毒会越发严重的。君千珏饶有趣味地看着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嘴上虽然答应了，可对他用情多少却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那我先去配药，晚上的时候药与针灸。袁清寒微微吐了口气，失落地出去了。他不知道能得君千珏喜爱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。活了2世，京城从未有过关于这方面的传言。劳烦你给通报一声，皇上有命令，让我等前来带瑞王妃进宫。你去告诉展峰，瑞王妃能治本王的病，在本王身体痊愈之前，谁也不能动。是，展统领，我叫王爷说了，瑞王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给她治病的人，在我将王爷痊愈之前，谁也不能动瑞王妃。展峰脸色难看几分，催动内力，声音立刻传遍了整个王府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姐姐，这里是狩猎场，我在这里提前准备。她是你妹妹？算是吧。那她为什么让我好好教训你？袁洛生和袁清然都有些意外。上官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自己说的话自己听不懂吗？你不是说袁洛生背地里要跟我抢苏志，还说他在苏志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，今天还在这里勾引苏志，让我教训袁洛生吗？这不过半天时间你就听不懂了？你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？你可能确实有一些毛病。我们走，留下气得在原地跺脚的云清然。你这妹妹心不善，你要小心。嫂嫂不用担心，四皇子的手臂已经不受影响了吧？那天的姑娘医术绝世非同一般，今日的狩猎，四皇子不受影响就好了。希望四皇子好好表现。等一下，云姑娘多次提醒我今天的狩猎很重要，是知道一些事情吗？果然，狩猎比赛刚刚开始，皇上才悠悠地说出今天的奖赏。你们几个年岁已经不小了，福也已经分过了，只是没有想好几地的安排。今日都各显神通，倘若表现好的，重重有赏。这是要根据今天的狩猎表现分配封地，而安君灵却若有所思地看着袁洛生。袁洛生分明能感受到安君灵的目光，却视而不见。当然，除了皇子，今日也都有封赏，朕不会偏心。若是能得到第1名，不管身份如何，今日你想要什么，朕都会答应。皇上此言一出，众人内心立刻沸腾起来。皇上隆恩！征王，属下已是奉皇命前来，今天必然要带走瑞王妃面圣，请您不要让属下为难。收房里，君千珏脸色一沉，凌厉的威压顿时丧态，寒冰倒吸了口凉气。王爷息怒，属下去会会他。
展风不知好歹，这么大的声音必然惊动了袁清寒。后院，袁清寒正陪着兰儿床边，听到展风的声音，神色顿时紧张起来。明帝竟然出动了羽林卫，要带他进宫。明帝这么生气，若是他继续躲在摄政王府里，一定会给摄政王府带来麻烦的。我正要去找你。袁姑娘，你听到外面那人的话了。您不必跟他们起冲突，我这就进宫去。不必，明帝这时候喊你进宫，也只是询问而已。本王明日自会进宫跟皇上说明。若是想要给萧承瑞出气，就只能发泄在袁清寒身上，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那元和夫妇还能按照计划审问吗？自然可以。看着光影里站着的袁清寒，君千珏荒凉如戈壁的心柔软许多。袁姑娘，若是你愿意，以后可以在摄政王府住下。君公子，你说什么？袁姑娘，我说你可以在这里住下，没人敢来打扰你。袁清寒的脸微微泛起红晕。君公子，我住在这里与理不合。他如今的身份还是萧承瑞的王妃，堂堂瑞王妃天天住在摄政王府里，岂不是要被人说闲话？到时候萧承瑞恐怕要气得直接杀人了。姐姐，你如果是第一名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有表哥在，我怎么会是第一名呢？如果你是第一名呢？可能想要自由吧。啊？你还小，还不懂呢。我不小了，姐姐，我都已经14岁了，再过几年我也要分府了。怎么，才14岁就想着成亲分府了？哎呀，姐姐！云峥说不过云洛生，撇撇嘴跑开了。狩猎开始，云峥刚开始还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云洛生，后来硬是被云洛生给赶走了。她不过一介女子，今天的输赢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云峥和苏志。原来这是你的猎物，不好意思啊。如果二皇子不好意思，就不会放箭了，何必惺惺作态？云洛生，你怎么像个刺猬一样？这个野鸡，大不了本皇子可以让给你啊。不用了，二皇子一向对野鸡比较情有独钟，洛生怎么好夺人所爱呢？站住！云洛生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一次一次驳本皇子的面子，不就是想要引起本皇子的注意吗？好，既然早就被你看出来，本皇子也不想否认，我确实心系清然，你也是因为这个才故意解除婚约，引起本皇子的注意的吧？二皇子想多了。你敢说你不喜欢本皇子？我还真敢说，何况二皇子不是已经承认心有所属了，何必纠缠？云洛生，你这算什么？欲擒故纵吗？好，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，本皇子承认确实对你有一点心动了，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在本皇子心中的地位绝对不会超过云清然。那我就祝你和云清然百年好合。我知道袁姑娘在顾忌什么，可如今你已经得罪了萧承瑞，瑞王府你还能回去吗？住在这里有本王在，没人敢来找你的麻烦。即便是明帝也不行。我不回去，我可以在外面找个宅子，但是绝对不能长期住在这里。那就如从前所说，把本王的一座空宅子给你住，这样也免了一些人打扰。袁清寒思考片刻，索性答应了。君公子，药汤已经准备好了。君千珏微微颔首。君公子，你……袁姑娘，都说医者眼中没有男女之别，你的耳朵怎么红得这样厉害？君公子，非礼勿视。袁姑娘，这噬心毒竟然难解，以后你少不了要看到这一幕，不如现在适应一下。袁清寒瞪大眼睛，头摇得如同拨浪鼓，小脸儿也更热了。浴室里温度似乎更高，君千珏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心底也浮上淡淡的燥意。袁清寒紧紧地咬了下唇，强迫自己冷静。君公子该药浴了，若是再凉些，就难以吸收药效了。君千珏有些失落地点了点头。君千珏入了水，以为是自己操之过急，心中有些懊恼。君千珏抢走本王王妃是何居心？快把袁清寒送出来！完了，刚送走一群狗，又来了一只在门口狂吠。若是惊动了主子，他八成是要受罚。陈公子，今天收获不少啊，我这还算多吗？你们是没有看到李兄的呢。唉，我们这些真的是太比不过二皇子。二皇子的猎物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满满当当的一口袋呢。那看来今年的第一名就是二皇子了。皇上本来就看重二皇子，如今皇上又说趁这个狩猎封王，想必京城附近的逍遥城封地必然属于二皇子了。老二今天表现不错。是啊，墨白今天上马的英姿，你别说，还有皇上当年的风范呢。哦，是吗？当初为了拿到第一名，阿墨白为了充数，故意猎杀哺乳的猎物，这样可以一次抓一窝，有的不过是刚刚降生的小鹿，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还有即将生产的猎物，因为被皇上偏爱，再加上自己巧言善辩，最终成为第一名。如今他休想故技重施。谁在那里？
啊，姐姐，你听错了吧？也许吧，丛林里面的禽兽比较多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禽兽。姐姐，你确定这个方法能行吗？当然，皇上又没说按照什么依据，那不就是默认按照数量吗？还有什么比鱼子的数量更多的？这样不行吧？你没有听说过兵行险招吗？赶快把这个鱼子装进我的袋子里，偷偷带回去。看来姐姐是要第一名了。起初云清然并没有明白两个人在说些什么，后来才慢慢明了过来，原来云洛生是想要用鱼子的数量充当狩猎的数量，果然机智。不过云清然勾唇一笑，看来他必须要抢得先机才是。怎么是你？君千珏呢？袁清寒呢？深更半夜，我家王爷已经歇下了。瑞王殿下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，若是吵到了王爷休息，可就不好。让开！王今天必须要带走袁清寒。袁清寒被君千珏掳走的消息已经在京城传开了。如果袁清寒真的独自在摄政王府过夜，那明天恐怕要成为京城笑柄。瑞王殿下，如果你再逼我，就别怪我对你动手。你敢？刀剑无眼，若是瑞王真的伤了死了，属下自己出去抵命就是。瑞王殿下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我回去睡觉了。回去告诉君千珏，如果不想让袁清寒名声烂透的话，就把袁清寒送回去。废话真多，关门。袁清寒在烛光下皱着眉给他斟酒。君公子，明天一早我就离开吧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如果你不肯留在摄政王府，那本王给你安排一座宅子吗？你先住进去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多谢君公子。君千珏唇角泛起微不可察的笑，很快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眼底蚀骨的寒意。萧承瑞口口声声说要对袁清寒好，可到头来做的都是伤害袁清寒的事。方才他又在外面吵闹，吓得袁清寒执意离开摄政王府，是得想个办法让萧承瑞自顾不暇了。翌日清晨，袁姑娘，宅子已经准备好，我亲自送你过去。君公子不必了吧，我和兰儿过去就行。你一个有身孕的弱女子，兰儿还有伤在身，我送你们。袁清寒眼底充满了希望，如今总算是不用跟萧承瑞住在一起了。你不是来看比赛的吗？何况你也不会狩猎啊。爹，既然都来了，重在参与，我也不能是第一，就是和大家结识一番。袁虎义也不疑有他，就把袁清然的名字也递了上去。嫂嫂今天收获如何？还算不错，你呢？那肯定比不过嫂嫂，不过我意不在此。是吗？那你的意在哪里呢？在本皇子的身上吗？这就是被你拒绝的二皇子？本皇子并不是被他拒绝，只是识破了他的欲擒故纵，不想理会罢了。今天本皇子是第一名之后，你猜本皇子会怎么做？用屁股坐呀，不然呢？你还真是粗俗。我本就是在男子之中长大，今天就算是被二皇子骂一句粗俗也无所谓。不过如果二皇子在这里打扰本将军狩猎的话，我还可以更粗俗一些。上官婉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对本皇子这样说话？安莫白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仗着被皇后收养，还真把自己当储君了。你二皇子，你得第一名之后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不过在这里干耗着，是拿不到第一名的，请便。算了，嫂嫂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气。洛舍，你幸亏没有嫁给这种人，以后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小人。嫂嫂放心，你只管好好表现，等皇上的封赏，千万别被我拖累了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放心。见过袁姑娘，小人是素府的管家，您叫我老曹就行。袁清寒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。曹叔，快快请起，我只不过是借住一段时间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果然是个好姑娘，怪不得能让他们家主子如此上心，甚至送到这里保护着。君公子，这素府，这是我早年的一座宅子，袁姑娘安心住下就是。多谢君公子。袁姑娘不必如此客气，让曹叔带你进去吧。本王去刑部审问袁鹤乙和林氏。君千珏知道袁清寒最在乎什么，多谢君公子。虽然他在为君千珏解毒，可目前来说进展不大。可君千珏却对他这么照顾有加，他不是不懂感恩的人，心中不是没有悸动。袁姑娘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袁姑娘可还适应？君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刑部那边有消息了，所以我过来告诉你一声。君公子，当年我母亲的事，确实是林氏所为，不过她一力承担了下来，选择保住了袁鹤乙。君公子，如果按照这个罪名，林氏会是什么下场？秋后问斩。君公子，这已经在我预料之外了，感谢您顶着压力为我收拾林氏。袁姑娘，如果你想对付袁侯，本王也可以再想想办法。
只需要处死林氏就行。至于袁鹤野，暂时不用管他。袁鹤野是冠军侯后人，冠军侯虽然已死，可在军中旧部甚多，都对袁侯府忠心耿耿。如果军千珏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直接对袁鹤野下手，必然会引起军中大乱。袁清寒知道军千珏的计划，他只想暗中帮助他，不想成为导致他计划全盘皆输的罪魁祸首。至于袁鹤野，他迟早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不好，是一只猛虎，危险！那猛虎非但没有被射伤，反倒像是被激怒，更加凶猛地朝着云洛生扑了过来。云洛生连连后退，老虎扑身而来，救命！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地方居然会有猛虎。那猛虎欺身而来，三箭齐发，猛虎掉在云洛生的身上。好在猛虎只是压住他的腿，还好吗？云洛生抬头看去，果然是安君灵。多谢四皇子出手相救，本以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野兽，不过看来是顾虑不周了。爷，你没事吧？看到安君灵没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怎么有条蛇？连浩轩一脚踢开小蛇，去检查猛虎。哎，连浩轩拔出3根箭矢后，有些意外地看着安君灵。爷，安君灵带兵多年，百发百中，今日慌乱之中却3箭齐发。安君灵轻轻蹙眉，猛虎本就是难以狩猎之物，多谢四皇子，有此猛兽，必然心想事成。云姑娘，还是跟我们回去吧，以免再有什么危险。云洛生坐在安君灵的前面，就像是坐在他怀里一般，略显暧昧。云洛生下意识地和安君灵拉开距离，这马儿一会儿跳一下，一会儿嘶一声，根本走的就不平稳。好几次，云洛生都被颠簸的撞击到了安君灵的怀中。这马像是发狂了一样，然后疯狂地冲了出去。这怎么回事？也好，君千珏以为他对袁鹤也依然有父女之情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君公子，多谢你如此照顾我，我一定尽快为你解毒。袁姑娘，我对你好，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君千珏动了动薄唇，想要解释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的眼神粘在袁清寒的肚子上。袁姑娘，1个月之内，本王必然会让你跟萧承瑞和离，到时候你可愿意为腹中孩儿找个父亲？君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本王找人算大师算过，说年底会有一劫，只有子嗣才能化解。袁清寒的心这才回到肚子里，可心底又有种说不出来的情绪。君公子的意思是想做这孩子的义父？君千珏本想说得更深，可怕自己操之过急，把袁清寒吓跑，只能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袁姑娘放心，不会对孩子有任何不好的影响，我也一定会尽力对他好，护他周全。他多想告诉他真相，告诉他他就是那晚和他在一起的男子，可现在说出来，袁清寒必然会仓皇而逃。如果真的要说，也是在和离之后，他的情绪好一些。我相信君公子，我的孩子能认君公子做义父，为君公子化解劫难，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如果真的能帮到君千珏，也算是偿还了他的一点恩情。君千珏轻轻地松了口气，也有些头疼，时间等得太久，每天看着袁清寒就在身边，却又触不可及，这种日子得尽快结束了。安君灵趁机抱住他，手臂一转，让云洛生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而坐。报警了啊！他素手一抓，攥紧了他的衣服，双手搂住他的腰。袁洛生的心头一暖，鼻子居然有些酸酸的，被细腻关注和呵护的感觉，他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安君灵有力的心跳轰隆隆的，就像是规律的雷声一般，却让人十分安心。安君灵静默地抱着云洛生，马这会儿也安静了下来。云洛生从安君灵的怀中探出头来，正对上安君灵关切的目光，他的手臂还紧紧地抱着他，能够感觉到他有力的心跳一下一下。多谢四皇子，这马怎么会忽然发狂？莫不是有人想要伤害四皇子？迷蛇草，迷蛇草。经过安君灵的提醒，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味道确实有一点点奇怪，几乎察觉不到。那马蹄附近有一只仓皇而去的小蛇，怕是来的路上应该也有，难怪自己之前会被蛇绊倒，如今马又被袁洛生招来的蛇给吓到。原来罪魁祸首就是自己身上沾染的迷蛇草，到底是谁对自己动手？云清然、安墨白。
西浩的使团还有多久到京城？主子，大约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把这个消息传给荣嫔，告诉他西浩皇帝最疼爱九公主，若是哪位王爷能得他，必成太子。主子，您是想借着荣嫔来促使袁姑娘和瑞王和离？知子莫若母，荣嫔会有办法让瑞王答应和离。袁清寒，你还敢来？不是荣嫔娘娘喊我过来的吗？听说您身体不舒服，我理应孝敬。上次如果不是你故意气本宫，本宫怎么可能中风？荣嫔娘娘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您自己气性大。清寒竟敢如此跟本宫说话，来人，按住他！本宫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谁敢动我家姑娘？一个贱婢也敢在长宁宫耀武扬威，拖出去打死！白色的药粉散落在空中，紫竹嬷嬷等人眉头紧皱，很快捂着心口晕倒在地上。荣嫔因为离得远，躲过一劫。放肆！竟敢在长宁宫闹事，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！荣嫔娘娘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您的这些人不是自己吃错了东西晕过去了吗？袁清寒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！放开我家姑娘！萧承瑞却更快一步，直接打晕了他。萧承瑞，你想做什么？本王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了。放开我，我不需要你帮。袁清寒，你好好说，你是不是跟君千珏发生了什么？萧承瑞，你在说什么？如果你没有给他什么好处，他会这么帮你？你这个疯子，你自己不干净，看谁都不干净。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，不然一会儿又会有蛇被你身上的味道引过来了。好，拉着我。云洛生连连拒绝，不过安君灵置若罔闻，硬是拉着云洛生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啊，那不是四皇子吗？不是传闻四皇子不近美色？哎呀，四皇子牵着的，那不是云家的姑娘吗？你别说，看起来还真是男才女貌，十分登对。嘘，那可是拒绝了二皇子的女子，你们小声些。姐姐，你怎么和四皇子一起？对于云峥，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你别着急啊，我身上的引蛇粉的味道本来就很淡，这会儿都退散的几乎没有了。对我下手之人，又怎么会在自己身上留下证据？你这会儿提出这件事，是怕被别人别有居心的倒打一耙。姐姐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今天的重要事情不在于此，你要记住，今天姐姐给你说的那些话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。朕一言九鼎，是不会反悔的。不知道今天哪位是第1名啊？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安墨白，除此之外就是苏轼了。上官婉彤虽然比不上这2位，但是在女子里面无人能及。看来这几位今年都是做得不错，王子们的事情朕一会儿解决。先看看第1名。皇上，你就是云太傅家的那个女儿云清然是吧？倒是倾城之貌。多谢皇上称赞。皇上，依臣女看来，今日比赛的第1名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女不才，却有信心成为今天的第1名。听到云清然的话，众人一阵耻笑。袁清寒，你是本王的，只能是本王的。把药端过来。萧承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碗里是落胎药。清寒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本王，这个孩子也是在袁若雪的设计下才有的，所以我不怪你。可你要答应本王，打掉这个孩子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好好过日子。萧承瑞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若是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和你不死不休。瑞儿，快动手！女人呐，没了孩子自会回心转意。若是还要跟你犟的话，将来多教训教训就好了。昨晚他得了明帝那边的暗示，只要能处理掉袁清寒，打击君千珏，他就能恢复妃位。而且那西浩的9公主至多再有1个月就要到京城了。如果处理不了袁清寒，那瑞王跟其他皇子王爷相比，自然没了竞争力。凭借他对女子的了解，袁清寒若是没了这个孩子，必然会痛恨萧承瑞。到时候闹僵起来，他只有死或者和离2条路，无论哪一条都对他们母子有利无害。所以今天袁清寒必须得流掉孩子。这落胎药喝了也有好处的，能拯救我们的婚姻。膝盖重重地撞在萧承瑞的胯下，萧承瑞浑身失力，痛苦绝望地倒在地上。袁清寒震怒之下反应极快，抓着药碗就往萧承瑞口中猛灌。妹妹，你顽皮也要看场合，如今皇上面前不可造次。皇上，臣女可以自证自己是第1名。哦，你如何证明？清然。云清然没有理会，他从自己的袋子里取出一条鱼。皇上，今日狩猎多着强者为胜，我一个女子不能以强取胜，那就以多取胜。哦。云清然用匕首剖开鱼腹，一大串的鱼卵密密麻麻的倾泻而出。云峥和云洛生对视了一眼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今日谁的猎物还有比臣女这鱼子更多的吗？1吸2吸3吸，3吸过后
笑死人了。真是胡闹。鱼子，他怎么不去抓蚂蚁？哎呀，我的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众人一派哄堂大笑，云倩然愣在当场。你这丫头倒是有些意思，不过倒是提醒了朕，确实忘了给你们立规。今日狩猎以野兽为主，若是遇到幼卵，自然是不算数的。不过你这想法确实独树一帜，让人耳目一新呢。还嫌丢脸不够吗？云太傅，不要这么严肃。小姑娘很有意思，不过这个年岁的小姑娘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别处。这话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批判云清然别有心机，不该投机取巧。当云清然有些懵懂地看着安墨白的时候，甚至能看到安墨白眼眸之中的怒气。他为什么这么愤怒？不是喜欢喝裸胎吗？不是喝了有好处吗？我这就给你喝个够！袁清寒把碗往地上重重一摔。瑞儿，你怎么样啊？快来人呐！快请太医！袁清寒，你这个贱人，里面除了落胎药，还有绝子药，你怎么能给瑞儿喝？落胎还不够，请给我用绝子药。萧晨瑞的身体是身体，我的就不是。仲平、萧晨瑞，你们母子可真是厚颜无耻，毫无下限！清寒，本王不知。瑞儿，这个女人这样伤害你，你还护着她，跟她解释，她到底有哪里好？有你的身体重要吗？你别说了，如果不是当年袁清寒救了我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如果不是我糊涂愚蠢，纵容袁若雪，清寒也不会有孕。那只能说她命不好。就算她救了你，她当初又丑又哑，你肯娶她做王妃，已经是给她天大的恩赐了。荣平，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的傻儿子？也就只有你才把她当眼珠子似的护着。这样的蠢货，谁若是嫁给了他，才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，才说这些蠢话。你如此伤我的瑞儿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不行，瑞儿，西号的九公主国色天香，是西号最受宠的公主。袁清寒今天以下犯上，死的活该。她死了之后，王妃的位置就空了出来，到时候你另娶九公主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萧承瑞眼神闪烁了一下，眉宇之间竟有些犹豫。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袁清寒伤了本宫和瑞王，还不火速把他拿下？佳妹唐突，应该是没有弄明白规则，多谢皇上指点。那按照皇上所说，又卵又瘦都不能算是今日成果。佳妹，你明白了吗？这话明面上是说给云清然的，不过却成功的把安墨白给刺激到了，恶狠狠地瞪了云洛生一眼。我知道了。不过姐姐，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姐姐是大家闺秀，这样的方法她根本就不会用。而且我姐姐还告诉我，今天的输赢不重要，万万不可以猎杀幼兽。春猎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本事，若是为了赢不择手段，那就失去了输赢本身的意义了。众人都忍不住的点点头，对云峥也是刮目相看。姐姐根本不可能这样说，如果二姐你记错了的话，那就不要胡说。好啊，你是云太傅的儿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皇上，臣子云峥，是苏家军的一名小将。你是云峥，你是云峥啊！皇后，你可知道这个小将给咱们立下了多少功劳？你可知道前几日我们换来的风灵帝国边疆的一座城池，就是因为他。这孩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如何做到的？他呀，真是一个福将，无意中撞见那些混在苏家军之中的细作，后来居然被苏志抓到了风灵帝国的九皇子，作为交换条件，风灵帝国主动求和，都是因为他呢。皇后也是颇为惊讶地看着云峥，众人也是连连点头称道。云狐一的面色也因此缓和了不少，对于这个儿子感到十分的骄傲。红品好一张利嘴，指鹿为马，指黑为白，当真是厉害。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冰冷的声音里带着微不可察的急切和担心。我没事。心中的委屈却几乎要化为眼泪，在君千珏的面前，他总是这样脆弱。摄政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摄政王私自带兵闯后宫，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？好大一顶帽子，本王可承受不起。带兵闯宫还不是造反？君千珏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谁也保护不了。瑞王误会了，我家王爷受皇上邀请来宫里训练羽林卫，只是听到有人要伤我家王爷的义子，这才赶过了。义子？你是说袁清寒腹中的孩子？君千珏瞳孔紧缩，冷冷地盯着萧承瑞，没有说话。没错，我家王爷找云台山的大师算过，袁姑娘腹中孩子是天降祥瑞，和王爷八字相辅相成，如果收为义子，必然能保大宁国风调雨顺，再无战火。天降祥瑞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摄政，你莫不是被那什么大师骗了？放肆！
竟敢谋害大宁祥瑞，荣嫔，你这是想让大宁不安吗？皇上息怒，皇上妾身不知。父皇息怒，母妃、母嫔和儿臣确实不知道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瑞王看看！太医脸色复杂地收回了手。皇上，瑞王殿下因为早年落入寒潭，体内寒毒聚集，本就不容易有子嗣，如今又喝了掺杂了绝子药的落胎药，以后恐怕……荣嫔一听，险些没晕过去。好啊，看你今天也是收获颇丰，今天朕就封你为少校，如何？啊？还不赶快谢皇上！这皇上赏赐，云峥本该接受的，可是我苏轼哥哥才是少校啊！这云家两姐弟确实气节高于一般人，立下这样的功劳，一般人早就主动邀功了。是啊，今天如果不是皇上提起，他只怕根本不会说出自己的功劳呢。就这样还不愿意接受封赏，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呐。听闻他们母亲去世早，云峥的品性都是姐姐言传身教呢。哦，这姐弟俩真是不错，云虎亦有子孙福啊。你小子有情有义，还不贪心，朕很是喜欢。你放心，亏待不了你苏轼哥哥。本来想要晚一些再宣布的，不过如果让你心有愧疚，朕现在可以告诉，朕是打算封你苏轼哥哥为少将。多谢皇上。阿莫白猎物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幼崽，皇上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。父皇，儿臣今日求胜心切，确实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幼崽还是野兽，还请父皇处罚。处罚就不必了，你也是没有看清楚。这话谁都知道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是皇上给自己和二皇子找了个台阶。是啊，今天草丛茂密，确实不容易看清楚。二皇子封地罗城，封庆孝王。啊，父皇，本来不是说附近的逍遥城吗？如今谢父皇封赏。安君陵今天收获颇丰，皇上很是满意。四皇子封说以后会怎么样？瑞王殿下，你以后恐怕都不会有子嗣了。萧承瑞浑身摇摇欲坠，几乎晕厥过去。没有子嗣，也就意味着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多么出色，都做不了太子，继承不了皇位。他多年以来的自信和野心，在瞬间被击溃。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瑞儿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荣嫔娘娘，当年萧承瑞险些在寒潭冻死淹死，是我不顾一切救了他，要不是我推他下去，如何是我的错？我在王府的时候，他和袁若雪欺我辱我，今天你们母子又联手要打掉我的孩子，落胎药还在其中下了绝子药，是我让你们下的吗？谁让你反抗了？倘若你乖乖喝了，既不是万事大吉，瑞儿怎么会要不了孩子？荣嫔糟践儿子的救命恩人，还不许人反抗，萧承瑞都有些听不下去了。您别说了，此事我们也有错。如果荣嫔不那么心狠，在药里下绝子药，兴许他还有救。现在看来是上天要绝他后路。瑞王，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可袁姑娘救你一命，却是倒8辈子的霉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是我和清寒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插手。太医，瑞王的身体真的没救了。皇上，微臣医术微末，实在没有办法。可瑞王妃医术高明，兴许能有解救之策。皇上，一切都是瑞王咎由自取，我不想也不愿意救他。瑞王妃，你和瑞王是夫妻，常头吵架，常为何？你怎可如此无情？爷，我们总算是给抬出来了。还以为二皇子的黑豹子已经是极品，却不想今日还有老虎。是啊，四皇子那可是带兵打仗的好手，只是平日不爱邀功罢了。今天一看，果然就是和其他皇子不一样。哎呀，看来今天四皇子是稳妥的第1名了。父皇，其实这猛虎是云姑娘猎到的，只是云姑娘的箭矢力道不足，才没有猎杀成功。他丢在那里的箭矢居然被他捡了回来。皇上，臣女被猛虎所困，是四皇子射杀猛虎救了臣女，所以臣女不敢鞠躬。父皇，猛虎袭击云姑娘，云姑娘反手射箭，正中眉心。不过因为今日箭矢的缘故，才没有成功，并且因此受伤，所以这猛虎理应属于云姑娘。皇上，臣女不过是侥幸，真正猎杀猛虎的人是四皇子。父皇，皇上，好了，你们的意思朕明白了，不抢功，不邀功，朕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你们就不要争执了，封四皇子逍遥王，封地逍遥城。皇上，皇后倒吸了一口气。云姑娘今天是第1名，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臣女愧不敢当。朕看你确实教敌有方，自己也淡泊功利，是个好孩子呀。朕既然许了你一个愿望，就不会食言。如果皇上当真要奖赏臣女，臣女希望可以有一门自己决定的婚事。哦，这云洛生确实是不一般啊。皇上也笑了笑，答应了下来。
好了，至少他的婚姻不至于被政权捆绑了。皇上让我治好瑞王也可以，不过前提是您恩准我们两人和离。袁清寒，你就这么想跟本王和离？求之不得。皇上，瑞儿和袁清寒不和不睦，即便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，不如就恩准他们和离，各生欢喜，岂不是好？瑞王，你觉得呢？父皇，儿臣不想和离。那是我不能给瑞王治病。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没有太子之位，萧承瑞真的能接受吗？袁清寒不相信。够了，袁清寒，你也不能仗着自己会医术，这样威胁朕和瑞王。朕答应了，一旦你治好瑞王的病，即刻下旨准许你们和离。今日正好摄政王也在这里，可作为证人。袁姑娘放心，有本王做见证，到时候一定让你和瑞王和离。多谢皇上，多谢摄政王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清寒就恭候皇上旨意了。皇上，我还得去给摄政王看病，就不多留了。至于瑞王的病，等准备好药材之后，我会给他医治的。皇上告辞。皇上，今日之事，臣妾本来可以办好，可那袁清寒手段频出，自然用药毒骗了那么多人，还伤了瑞儿。荣嫔，朕就是碍于君千珏才不好出手对付袁清寒。如今你闹得天下皆知，以后还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机会？皇上明鉴，是那袁清寒。父皇，这不是母嫔的错，是儿臣无能。你确实无能，枉费朕对你一番的苦心栽培。瑞王，等身体好了之后，立刻休了袁清寒。这段时间你好好准备，看是否能得西号九公主的青睐。儿臣谨记在心，记住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云家这对姐弟果然是人中龙凤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那是一般人和他们就显得狭隘自私的多。你看那小淑女之前的样，真是跳梁小丑一样。玄真在一旁看着也觉得开心，自己的姐姐居然真的是第一名。云清人则是咬碎了银牙。逍遥城接近京都，如今的繁华程度比京都更甚。安君陵封地逍遥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呢。特别是原本最有希望的安墨白。云清人想着刘氏的嘱托，带着准备好的迷青伞去找安墨白。无论如何，今天都要和安墨白生米煮成熟饭。你怎么来了？二皇子，今天的事情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？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小聪明手段，父皇也不会专门提出幼卵和幼崽是不算数的。你这个蠢货！二皇子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！逍遥城的封地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的。安墨白因为当年的误会是喜欢自己的，可是今天他心中就算是有柔情蜜意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地位和权势。薄情不过帝王家。对不起，二皇子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，我也是听云洛生说的。是他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是他和云峥偷偷议论，被我听到的。有公主到达京城之前，必须要跟袁清寒断得一干二净，知道了吗？冷冷的点了点头，他不能再这样跟袁清寒死磕了，这样拖着只会拖垮他自己。可若是当了太子，做了皇帝，将来这天下都是他的。区区一个袁清寒，自然也是手到擒来。袁清寒今日这样欺辱他，等萧承瑞病好之日，就是袁清寒丧命之时。青青，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。青青二字和着温热的气息钻进他的耳朵里，让他浑身轻颤，心中小鹿意识乱撞。他脸上浮上红霞。君公子，她这样的女子怎么配得上他的喜欢？青青，本王在想，等你和离之后，我未婚你未嫁，我们为何不能长时在一起？还有你腹中孩子也该有一个父亲，我想好好的照顾你。可君公子，你不是有心爱之人，我知道君公子很同情我，可我将来也只是瑞王的下堂妃。整个大宁，哪一个男人若是跟我亲密一些，恐怕都要被皇室盯上，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。青青，我的心爱之人是你，至于那女子，只是我的借口。我曾和那女子只有一面之缘，当时我误入她房中，被他人设计中了魅毒，我是该对她负责，所以一直都在找。那君公子更该找到她，对她负责，而不是把我当做她的替身，怜悯我，同情我。他知道失身的女子过得有多么痛苦，所以宁愿君千珏找到那个女子。可心底细细密密的疼痛弥漫开来，让他难以呼吸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战场上运筹帷幄，可在袁清寒面前却会如此紧张嘴笨。二皇子，够了！你还嫌自己害我害得不够惨吗？还不快滚！云清然哭着跑开了。今天你说你在那抖什么机灵？
我也是想要拿第一啊！鱼子就用鱼子就能第一，你是不是蠢？还不是云罗生那个贱人，当初就该弄死他，不然今天我也不会着了他的道。这个贱人早就该死，不过你也不该相信他。我没有。姐，我有件事情快要憋不住了，想要告诉你。你说，那天其实和那些人一起出去的并不是云峥，而是我。什么？你是说认出风灵帝国奸细的人是你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样的功劳就被云峥给抢去了。我那一次偷偷跑出去的，后来就回家了，因为娘不舍得让我在家多住了2天，所以后来云峥回去之后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，直到今天我弄清楚来龙去脉，可是功劳已经被云峥给抢走了。你是说有功的人其实是你？二皇子还在生本皇子的气吗？不敢，都是本皇子不好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方才本皇子是在气头上呢。是啊，姐姐，你看你今天干的蠢事。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好，这件事先放一放。本皇子刚才听你说什么风林帝国细作那件事，你再好好的给本皇子说清楚。很好，那云洛生和云峥不就是被称赞不邀功不抢功吗？今天晚宴之上，我就让众人看看他们是如何抢了功劳。袁清寒，本王，袁清寒，别以为本王需要你的医术，不敢动你。你尽管动我试试。萧晨瑞，你有那个胆量，一辈子不要孩子吗？谁说王爷没有孩子？我已经有孕了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姐姐怎么可以打王爷？女子嫁人之后要以夫为纲，即便你想和王爷和离，现在也依然是他的妻子。袁清寒没想到，短短几天，萧承瑞又把袁若雪放了出来，顿觉惊讶可笑。看着眼底暗藏得意的袁若雪，一脚把她踹倒在地。既然知道我还是王妃，你这个贱妾就该牢牢的闭上嘴。王爷，袁若雪，谁让你出来了？王爷，雪儿听说是他害得王爷服下绝子药，特意来给王爷讨回公道的。雪侧妃，那绝子药是荣嫔亲手调制，怎么就是袁姑娘害的了？你这样扭曲事实，不亏是骗了瑞王多年的人。姐，能不能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？袁若雪蜷缩在地上，疼得脸色发白，一身冷汗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给我！袁若雪，你竟然真的有孕！又似笑非笑的看向萧承瑞，恭喜你啊，萧承瑞！确定？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王爷，雪儿早说了没有骗您，如今姐姐都说了我怀孕了，您也该相信了吧？萧承瑞，不过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风流难耐，竟然去牢房里跟袁若雪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袁清寒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神医，连哪天有孕都能算出来？父皇，刚才清然和云雷告诉儿臣一件事情，本来儿臣是不想因此打扰，但是云洛生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所以儿臣只能挺身而出了。哦，还不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皇上？可是臣子不敢。不敢？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在苏家军里无人撑腰，所以受些委屈。但是父皇明察秋毫，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说。多谢二皇子，多谢皇上，求二皇子和皇上为臣子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云雷这才娓娓道来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苏少校，回二皇子，应该是苏少将。少将是皇上刚刚的赏赐，而且苏轸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得起皇上所赏赐的少将。二皇子，请尊重。父皇，儿臣没有不敬的意思。你是说那日遇到风林帝国细作的是你？回皇上，正是。苏轸不知道，没听说。你分明就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，但你却把这个功劳全部都归结到了云峥的身上。苏轸，你不能因为云峥是你的表弟就维护云峥，甚至把这样的功劳也安置到云峥的头上。父皇，这件事情也是云雷告诉我的，我才明白其中曲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那日我出去遇到刺客，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的。好，那就传你的证人吧。袁清寒，你最好把话说清楚。没想到竟能看到如此热闹，真是妙啊！袁若雪确实怀孕了，不过才短短没几日功夫，按照日子算起来，应该是她被关进大牢之后的第2天、第3天，所以我才说你这么按耐不住。袁若雪几乎要昏厥过去。王爷，您可不要听袁清寒这个贱人胡说，他就是来挑拨离间的。闭嘴！袁清寒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确定这孩子不是本王的。萧承瑞，你身中寒毒受损，怎么可能让她怀孕？不过若是你不信，可以等袁若雪生下孩子，看看孩子是否像你。不需要，你只需要告诉本王，她究竟是何时有孕的。10日之内。袁若雪眼前一黑，想要装晕，却被萧承瑞紧紧抓住了头发。王爷，您不要听他胡说。本王只在1月之前宠幸过你一次，和你有孕10天，连大夫都不确定。袁若雪，说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王爷饶命，雪儿真的是无辜的。除了无辜冤枉，你就没别的话要说了？肯定是你陷害我。
萧晨瑞，百灵一直跟在袁若雪身边，你如果想知道牢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该从她问起。王爷饶命，王妃饶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袁姑娘，累了吧？快歇歇。多谢。韩冰不愧是君千珏的贴身侍卫，果然体贴周到。出去！瑞王府家丑，怎可让摄政王府的人看？君千珏如果知道他可悲至此，恐怕更看不起他。云雷找来几个当时和自己一起出去的，见到自己的人作证。皇上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果然如此。哦，那一日出去的是你，可为什么你当时不说？我们都想要出去洗澡，所以就违背了军令。那日那些违背军令的人都已经主动领了50军棍，你怎么不开口呢？苏少将，这样的追究可以暂时放一。那日立功之人分明就是云雷，怎么会被你安置到云峥的头上呢？他们出去那天，我也已经调查过了，外面小贩处留下的名字都是云峥，我自然以为是云峥。哦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去的是谁？回皇上，是我出去的，我是担心苏少将会调查，才会留下云峥的名字的。自己跑出去却诬赖是别人，云家的2个儿子怎么差别这么大？可不是嘛，居然能做出这样偷梁换柱的事情，真是令人不齿啊！苏轼，这是你的属下，如何裁判还是你来决断吧。多谢皇上信任。云雷有没有出门，有没有遇到临风帝国之人，臣子不知。他所说的禀告给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件事确实是云峥禀告的，功劳自然也是云峥的。那是云峥确实出去了，就在云峥回到云家的那天，就被芳林帝国的刺客袭击，后背重伤，险些丧命，这就是云峥功勋之下的代价。云峥，你姐姐所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皇上，那天我确实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去洗澡，那日我是奉命执行秘密任务去了。什么任务？其实苏志哥早就对这几个人有所怀疑了，所以让我暗中观察，不过没成想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你胡说，你那天根本就没有出去。是啊，他们都说你没有出去，领军棍惩罚那天你也不在，今日又换了一套说辞，未免难以自圆其说呀。臣子证明，那天的确是我派遣云峥出去的，就是去调查这几个行迹诡异的人。王何必如今紧张？我们早就知道你愚不可及，今日之事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看法。韩冰，你仗着自己是摄政王的人，真以为不敢杀你？要杀我，那也得有那个本事才对。可瑞王却是我的手下败将呢。抬手重重地给了袁若雪一巴掌，也就眼前的贱女人能供他发泄。说袁若雪到底怎么怀的孩子？王爷，您若是非要相信姐姐的话，我说直接杀了我，只是请王爷放了百灵，她是无辜的。王爷，侧妃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，一切都是王妃胡说八道，为了争宠诬陷侧妃的。争宠？萧承瑞，你若是舍不得下手，我可以代劳。古人有凌迟之刑，把人身上的血肉一片一片的削下来，受千刀万剐之苦。百灵，你想不想试试？王妃饶命啊！王妃，袁姑娘，这等脏活您就别亲自动手，让属下来代劳吧。百灵，我在军中可是熟练各种审问手段，你要是还不说的话，我就真的继续动手了，你会变成丑八怪的哦。我都说，求求你不要折磨我了，王爷，王妃，那孩子是月山的。你说什么？百灵，你说是敢胡说八道，必要了你全家的命。雪侧妃不是一直温柔善良，连一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，怎么今天就要杀人全家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设计害我！萧承瑞上前重重踢在他胸口。原来如此，苏将军还真是能言善辩，之前你怎么不说呢？这件事云峥本都不愿意提出来，不想要邀功，我自然也不愿意多说。但是现如今有人出来诬陷云峥，我无论是作为云峥的表哥，还是作为云峥的将领，都不得不站出来。你说是秘密任务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密令在手，不过在军营之中，等回去我就会找人给皇上送去。你回去再伪造一份密令就是了。那好，如果二皇子不信，可以让皇上派人去取，就在我书桌之上。父亲还在军营之中，父亲有打开盒子的钥匙，我是不是撒谎，一看便知。父皇，苏轼和云洛生、云峥之间关系密切，所以才会将这一切的功劳都安置到他们的头上。所谓的刺杀，所谓的密令，一切都是伪造的。皇上，云雷所言句句属实，云峥根本就没有出去。皇上，云峥那天必然是出去了，否则也不会遭遇刺杀。你所说的刺杀，不过是自己的编排，根本无从佐证。父皇，儿臣作证。你那日云姑娘误入马车，儿臣送云姑娘回去，便遇到了枫林帝国的刺客。云峥后背受伤，云姑娘也受伤，儿臣手臂处受伤，才确认了这些刺客的身份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次日云峥昏迷不醒，并未一同用膳，不过担心父皇挂心，所以并没有如实以告。云虎一这才回想起那一天，当时刘氏还说云峥没有礼貌，有客人来了也不出来吃饭。妹妹应该也是想起来了，第二日你来的时候看到我院子里迸溅的鲜血，就是那天留下的。这已经明白了。
皇上，真的是我撞见了他们身上的纹身，只是我太紧张了，所以就在家多住了几天，不是云峥啊！荒唐！倘若是你揭露了风林帝国的细作，为何被刺杀的的确是云峥？难不成那些刺客都是傻子？还是说你把朕当作昏君？说实话，王只杀你一个，说谎必让你九族陪葬。王爷，关进地牢第2天，侧妃就坐不住了，说是只有孩子能让她改变翻身局面，所以就用了月山的那东西，要怀孕蒙骗王爷。王爷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，您可一定要放过奴婢家人，他们真的没有牵连其中啊！月山真的是那个畜生，不愧是你的好侍卫，果然体谅你，什么都想代劳，这都是你自己选的人，你最信任的人，你看我做什么？说做了多少对不起本王的事情？王爷，我和月山之间是清白的，不要听人胡说。去把月山带过来。月山到底何时跟袁若雪勾搭上的？他已经哑了，你问他有什么用？不如问问这2位会说话的。王爷，王妃、侧妃确实没和月山有过亲密接触，所借用的。王爷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，您能不能看在侯府的面上饶了我这一次？我以后一定将功补过。袁若雪，你如此坑害本王，岂能饶你？王爷，您不能动我，您需要侯府的支持。是吗？你以为本王还会受你威胁？来人，月山扔进兽园，贱人割舌断手脚，耗尽药瓮。王爷，饶了他吧。月山，本王这么相信你，你却如此对我。可他依然被管家带着几个家丁拖走，扔进了兽园。安墨白也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。从安君灵站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这件事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四弟什么时候和他们的关系这么亲密？住在云家，还为云落生说话。就算是关系再亲密，我在父皇面前也不过要说一声云姑娘，不像是二哥，已经是亲昵到直呼闺名。哼，自古美人多人怜，只是红颜多祸水呀。你皇后也是干脆闭上了眼睛，气得胸口起起伏伏的。那几个细作的埋身之处，也可以让连浩轩带你们去看看。派出去的探子也回来了，果然取过了当时的密函。皇上直接把密函丢在了安墨白的脸上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来人，拉下去。慢着，皇上，既然云雷是苏家军的一员，如今请求皇上让臣子处置。罢了，就任由你处置吧。今日朕也乏了，狩猎晚宴到此结束，明日就回宫吧。云雷，军帐100，逐出苏家军。不得不说，苏家还真是有情有义呀，关键时刻还救了云雷一命。可不是，刚才如果不是苏少将拦着，就云雷的欺君之罪，怕是要斩立决也不解恨呢。你可别胡说了，人家现在有了靠山，你没听到二皇子今天喊的都是云清然的名字，这亲密的样子，难怪对云雷格外上心。那你们说，当初云洛生和他退婚，是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呢，之前早就传遍了。这二皇子可真是眼神不好，你看云家的这对姐弟有情有义，可是这一对呢，小人之心，他可真是不会选。姐，求您让王爷网开一面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。妹妹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同一个父亲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袁若雪，你说的话我是一字也不信的。求萧承瑞放了你，怎么可能？我巴不得亲自动手把你千刀万剐。贱人，不得好死！却见萧承瑞重重一脚踹在袁若雪后心，袁若雪口吐鲜血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本王要的酒瓮呢？你耳朵聋了？管家见他竟是来真的，紧张的咽了口水，吩咐人抬过来了一瓮烈酒。王原不想杀你，可你欺骗本王多年，害得本王沦落到这种地步，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王爷饶命！雪儿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打掉这个孩子，给您做牛做马，只要您肯放过我。你也配？袁姑娘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今天瑞王明显没心情治病。他留在这里是想给萧承瑞治病吗？他是想看热闹。袁姑娘，摄政王在外面等您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最后看了一眼袁若雪，转身离开了瑞王府。这下看你还怎么害本王！你就带着那个野种好好赎罪，本王不会轻易让你死的。袁清寒一天不原谅他，他就折磨袁若雪一天。白灵，本王暂时不会取你狗命，只是你也好好照顾袁若雪。如果她死了，耗尽酒瓮的就是你。多谢王爷，奴婢一定不让她死。给本王准备水，沐浴更衣。是，小人遵命。萧承瑞这才发现袁清寒已经不见了踪迹。
云清然攥紧了迷情伞，却始终无法动手。安墨白对他怒吼的样子，确实把他给吓到了。今天安墨白已经失去了军心，云清然对安君灵更加充满了希望。他默默地把迷情伞又藏了起来，心中已经想到了别的主意。阿生，谢谢你。还谢谢我？是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苏家军之中混入了风铃帝国的细作，但是苏轼却毫无察觉。这件事皇上虽然不追究，但是日后难免被小人给利用了，怀疑苏轼的能力。袁洛生提前写信让苏轼准备了密函，至少证明苏轼是有所察觉的，并且已经有所行动了。这一点就足以让皇家信赖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帮助云峥，也是为了帮我。表哥，不要这样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同生共死。表哥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云峥。你放心。四皇子，好巧，爷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浩轩，哦，知道了爷，你是故意的。是啊，既然已经被四皇子看出来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不过四皇子今天为我作证，应该也不会拆穿我吧？四皇子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忽然他的手臂被安君灵抓住，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找我，哪怕被利用，哪怕是被利用。他抽回自己的手臂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君公子，青青可有下刀？袁清寒被他的一声青青叫得面红耳赤。君公子，你说什么下刀？我说瑞王府。哦，没。他还想多欣赏一会儿，看昔日爱人反目成仇、自相残杀的戏码，怎么会被吓到？没有就好。他接到暗影的消息，就担心的赶过来了，可没想到他的青青胆子竟比他想的还要大。青青，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，可以让兰儿来告诉我，我会替你办好。多谢摄政了。君千珏微微颔首，送他回了素府。劳烦曹叔帮我准备一些礼物，等明天我要去将军府拜访。袁姑娘，您和江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江家是我的外祖家，我娘是当年江家大小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江家是曾有个大小姐，后来嫁了人，跟江家决裂了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大宁国发生巨变，先皇驾崩，当年太子一家被尽数毒死，明帝在夺嫡之争中胜出，成了大宁国的皇帝。他也是在那年带着君千珏远走高飞。如果袁清还没有记错的话，前世中秋的时候，他的外祖威武老将军江泉突发心疾去世。当年他的娘亲跟江家决裂，嫁给了袁鹤野，后来却落了一个被火烧死的下场。他心里不知道多后悔。这一世，袁清寒要替娘亲修复和江家的关系。外祖江泉在军中多年，威名不输袁鹤野的父亲冠军侯，只是江泉脾气怪，当年摔断腿之后就一直赋闲在家，一直不喜欢君千珏这位摄政王。若是他袁清寒能和江家打好关系，那将来君千珏统治军队的麻烦也会更小一些。姐姐，我看四皇子对你真的很好，你为什么？你不懂。可是我看得出你不是完全不在乎他呀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拒人千里呢？你还不懂？你总是说我不懂，我看姐姐才是那个不懂的人。对了，林玉璧你应该认识，一会儿你去请来，一来给我看看身上的伤，二来也去给云雷疗伤。啥？你请那个庸医做什么？庸医？怎么？你还因为那件事而生气啊？什么？他居然把那件事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怎么了？我是你姐姐，我知道也没什么呀。他知道你是我姐姐，还把趁我睡觉扒掉我衣服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？云洛生瞪大眼睛，原来他们之间的事情是这个，难怪当初林玉璧一提起云峥就忽然红了脸颊。你这就是小伤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内服外用结合，不过几天就好了。多谢玉璧姑娘了。其实我找你来还有别的事情。别的事情？玉璧姑娘住的地方有些偏僻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可以搬到云府来。啊，搬到这里？是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住到我的院子里来，各种治病的药材给你准备齐全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如果之后玉璧姑娘你开了铺子，还会给你捧场。那好吧，既然你盛情邀约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下来好啦。不行，是你还好意思来你？我怎么不好意思？谁知道你睡觉不穿衣服？你还敢说？你一个姑娘家，知不知道礼义廉耻啊？你说谁呢？小心我一针把你给扎哑了！你敢？你这个放荡女子，不顾女子贞洁，居然偷窥男子睡觉，真是！云峥笑的时间太久了，已经笑得满脸通红，笑出了眼泪了。袁姑娘想去江家？没错，只是我担心老将军不一定肯认他。
当年他和江大小姐断绝关系，可是闹得人尽皆知呢。而且这么多年，袁清寒在瑞王府受苦受难，江家也没有任何人关怀过一句。他既然想去拜访，那倒也不用拦着，只是务必让人跟着，保证安全。公子，我倒觉得袁姑娘去江家是为了您。君谦绝菲薄的唇扬起微不可察的笑意。曹叔，别胡说，袁姑娘对我没有男女之情。公子，袁姑娘心里是有您的。青青心中有他最好，没有的话，他就是用尽余生死缠烂打，也会让他爱上他。老爷，老将军没了！老爷，您不能离开我们呀！袁清寒眼底一酸，连忙扑了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在救人。哪里来的疯子？马上拖出去！不能让他扰了老爷的安宁。老夫人息怒，江大人息怒。我是宫里来的太医温宁，这位是我的小徒弟，他只是想救老将军，并没有冒犯的意思。温太医，连你都治不好我家老爷，更何况是你的徒弟？哎，温太医，老夫知道您年轻有为，年纪轻轻就到了太医的位置，可这老将军已经咽气了，还怎么救啊？对呀，除非神仙下凡，给老将军喂上一颗起死回生的仙丹。江大人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老将军真的还有救，可你若是再拖延下去，就来不及了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收回了手。袁清寒心头一松，赶紧给江泉做心肺复苏。老身岂能容许你这样糟蹋我家老爷的遗体？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叶太以身为国，老身不能让他走了也不得安宁啊！江大人，我这徒弟颇有几分天赋，不如让他试试。如果真的救活了老将军，岂不是好？怎么可能？人死不能复生，痴心妄想！温太医，您可真能吹呀！是不是就靠着这一张胡说八道的嘴进了太医院呢？你们不是对我能进太医院不服气吗？如果今天我徒弟救不活老将军，我就辞去太医院的职务，从此以后再不行医。可如果我徒弟把老将军救回来了，你们都给我磕头赔罪，如何？要说徒弟，也该他是袁清寒的徒弟才成。可现在为了救人，不能在乎这些细节了，否则将军府的人恐怕会再度阻拦。好，我们答应。温太医呀，这可是你自己要自觉前程，不是我们逼你。袁清寒眼神越发急切，从药箱拿出了抢救物品。温太医，你这徒弟是要用这铁打老将军吗？乱来，真是乱来呀！温宁也惊奇地瞪大双眼，不过他知道袁清寒肯定不会乱来，这没见过的东西一定是珍贵的神器，说不定能起死回生。你在做什么？快放开我家老爷！温太医，你和你徒弟如此侮辱我爹的遗体，我要去皇上面前撞倒你们！老夫人，江大人，请给他一个机会。老将军活了，活过来了。人群中有人看见江泉醒来，剧烈的咳嗽着，顿时见了鬼一样，急切地叫了起来：老爷，您可算是活过来了！爹，您没事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快倒杯水，老将军，您把药吃了。你是谁？老爷，这是温太医的学徒，如果不是他救了您，我们恐怕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江泉怀疑地看着袁清寒，把药丸和水咽了下去。恭喜老将军，贺喜老将军！没想到温太医的徒弟真的能起死回生，我们甘拜下风。诸位同仁，咱们先出去吧，别打扰了老将军一家团聚。你不是什么学徒，说你到底是谁？清寒见过外祖父、外祖母，见过舅舅。你是清寒？老夫不是说了不见你吗？外祖父，我昨晚梦到母亲，她说你有危险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你，所以我才自作主张，让温太医带我来了将军府。舒儿他竟然给你托梦了，都是老身不好。如果当初我们不和他断绝关系，兴许他也不会过得这样凄惨。外祖母、母亲她是被袁侯和林氏设计害死，我已经把林氏送入大牢了，接下来只想让袁贺也付出代价，让母亲安息。郑寒，你说什么？你娘她不是意外火灾吗？要是袁贺也故意设计……当初君千珏虽然查出了林氏的罪，并把人送入了大牢，可皇室为了保护瑞王的名声，还是把消息压了下来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袁清寒详细说了之后，江老夫人哭得不能自已。这袁贺也和林氏实在是该死。瑞王妃，你出身
身元侯府，元贺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舍得把他绳之以法吗？外祖父，我来将军府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元贺也从没有把他当女儿，他自然也不会把他当作父亲。好，既然你有此决心，那就好。听说荣嫔和瑞王早已厌弃了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要死皮赖脸的在瑞王府吗？外祖父，是我要合理，他们一直拖着不肯。江老夫人很是喜欢袁清寒，虽然江泉的态度暂时有所保留，可跟袁清寒在对付袁侯府和萧承瑞的事情上达成了共识，袁清寒心中的大石放下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将军府。主子已经调查过了，林家人这次来京城是受人点拨，来给柳丞相和吏部送礼。柳家对明帝忠心耿耿，林家人跟他们扯上关系，一定要防备着。他和曹叔曾经在林家生活过很久，受了林南风不少苛责。如今林南风仗着他曾经收留过他和曹叔，就来摄政王府颐指气使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只是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也不想对林家下手，毕竟林家曾在危难之际帮过他和曹叔。王爷，袁姑娘来了，正在大殿等您。韩冰，你亲自盯着林南风，他在京城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本王都要知道。如果敢对过往泄露半分，格杀勿论。您放心，属下心中有数。青青，君公子，今天是该针灸疗毒的日子。君千珏端坐着，等所有的银针都刺进他的体内，袁清寒才在一边坐下。君千珏深邃漆黑的眸子一直看着他，温柔深情。等半个时辰就能拔针了。君公子，我给你开的药，你可有认真喝？他真是得了失心疯啊！竟梦到君千珏是内晚的人，可他向来倒霉，怎么可能会那么幸运？自然，青青的嘱咐我怎敢不从？君千珏这是在干嘛？为何非要聊得他手足无措？青青，其实昨晚我想告诉你，却冷不防的被一道声音打断。千珏哥哥，嘿，我找了好一趟，原来你在这里。袁清寒心底有些失落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千珏哥哥，他是谁啊？君千珏眼底掠过被打扰的不耐。这是袁姑娘。瑶瑶，你和林伯父不是出去了？千珏哥哥，只有我和我爹，您又不在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。袁姑娘，你是千珏哥哥的大夫，女大夫倒是不多见。袁大夫，我是林素瑶，千珏哥哥的青梅竹马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说到青梅竹马4个字，林素瑶眼底满是得意。少爷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唉，云洛生无奈的叹气，走过去拔掉银针。好了，元正别闹了。姐姐，这大夫这么多，你干嘛非要找他呀？玉璧姑娘医术高超，如果不是她，你也无法参加这一次的狩猎，还不感谢人家？哼，你不让我留下来，我还偏偏就要留下来，我就是愿意留下来。荷香，你去帮玉璧姑娘收拾一个房间。好的，小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打算把这个臭女人留下来是不是？再说，本小姐就把你给扎牙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云峥，不得胡闹！哼！云峥不高兴地甩门而去，梁玉璧冷哼一声，双手抱胸。不多时，云雷也回来了，一身伤，听闻险些丧命。云洛生便带着林玉璧去看望。云洛生，你少假惺惺的，如果不是你，云雷就不会受伤。是我要他去抢功，还是我要他去欺瞒皇上？云清然，他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和安墨白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的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你这个贱人！那你今天来是做什么？看我们笑话，还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？唉，平时看你傻乎乎的，没想到你今天还真的猜对了。我今天还就是来看你们笑话，顺便猫哭耗子假慈悲的。你，云清然气得胸口一疼，用力一压，居然真的硬生生的被云洛生给气得吐出一口血来。林姑娘好。林素瑶，难道她就是君千珏曾说过的那位故人？怪不得她所住的地方叫素府。绵绵密密的痛从心底蔓延。瑶瑶，你先回去陪着林伯父，本王这里还有事情要跟袁姑娘说。不嘛，千珏哥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女大夫，正好看看袁姑娘是怎么给你治病啊。对了，千珏哥哥，你得了什么病？寒冰，送林姑娘回去。林姑娘，请吧，王爷在治病，不宜说话。林素瑶委屈地看着君千珏，可为了维持自己在君千珏心中的形象，林素瑶也没有强求，乖巧地转身出去了。
青青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知为何，他似乎感觉到袁清寒心情低落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他昨天才吻了袁清寒，今天就突然多出来一个年轻姑娘在摄政王府。如果是袁清寒如此对他，他恐怕也会忍不住多想。君公子说笑了，那位林姑娘就是您的故人吧？青青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她是旧相识，却不是故人。他当初所指的故人是他，只是现在林家人在，他身边危机四起，倘若被人怀疑了身份，不知道要引起多少祸事。此时他也不能跟袁清寒彻底坦白，怕祸起连累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本以为摄政王不近女色，现在看起来红颜知己也不少。摄政王，我先走了，您好生休息吧。眼底泪意已经绷不住，听到他声音里的颤意，君千珏只觉得心如同被人捅了一刀，快步追了出去。青青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袁清寒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纤细的背影清冷孤傲，带着几分倔强。他不敢回头，怕自己眼泪肆虐，他更不敢听君千珏解释，他没有那个身份，更没有那个资格让摄政王为他做出解释。你就这么不堪一击，还敢算计本小姐？云清然使用引蛇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想要除掉本小姐？什么引蛇粉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你还要装到底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又是吐出了一口鲜血。难道自己猜错了？难道是他？你已经得意过了，还不快滚！既然是猫哭耗子，总要哭到底。你不是最喜欢做戏？今天姐姐就给你指点指点。罗生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爹爹，今天的事情好在表哥及时救命，可是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，还是当众打了他100军棍。这件事不怪你，可是妹妹她……清然、云雷，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，今天丢的脸还不够吗？老爷，怎么你还要为这两个混账东西求情不成？你可知道他们今天给云家丢了多大的人？现在云家都成为京都的笑话。爹爹，云来还小，身子也扛不住，我专门请来了最好的大夫林玉璧林大夫来给云雷治病。云雷不愿意，妹妹也要赶我们走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也就是多亏了洛生识大体，才不会和你们计较，还不赶快让林大夫看看。袁姑娘这是怎么了？等处理完了林家的事情，本王亲自去给她赔礼道歉。属下明白了，袁姑娘误会了您和林姑娘的关系，对吧？王爷，现在看起来袁姑娘对您的感情恐怕比您想的要多呢。君千珏眼前一亮，旋即更心疼了。方才心急，他没想到这层，可既然青青也喜欢他，他就更不应该伤害他了。兰儿，这几天找找院子吧，我们从素府搬出去吧。搬出去？姑娘，我们不是才刚刚搬进来吗？想到素府的名字，再想到林素瑶，兰儿恍然大悟。啊，姑娘，我明白了。您若是想搬出去，奴婢明天一早就去找院子。袁清寒红着眼睛笑了笑。清寒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恨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我都听你的好不好？萧承瑞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清寒，这里人多，你先跟我回家。你既知道人多，为何还要在这里闹？你和我之间没有家。清寒，我求求你了，跟我回去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说完，他撩起袍子，跪在了袁清寒面前。本王给你磕头赔罪，只求你能原谅我，跟我回去。清寒，跟我回家吧。瑞王殿下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还给瑞王妃跪下来？从前他不是很讨厌瑞王妃，喜欢袁若雪的吗？这消息太落后了，就听说瑞王妃因为瑞王宠妾灭妻，闹着要和离了。堂堂王爷跪在地上求女人，是千百年之间不见的奇事，百姓们纷纷来围观。爹，玉璧姑娘医术高超，不如就让玉璧姑娘留下来吧，愿意住在之前文静的房间里。啊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洛生，真是多亏了你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不都是一家人吗？袁洛生说一家人的时候，刘氏几个人差点没被气死。老爷，我送洛生出去。云洛生也没有必要装作什么所谓的一家人了。是吗？之前我不想要你们装作一家人的时候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成亲人，现如今轮到我了，又觉得虚伪了。不过这一招在你们那里不好用，不代表在我这里不好用。今天不过是对云雷小小惩戒一下，如果再有人敢动云峥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好你个云洛生，刚才还在老爷面前装的委曲求全，实际上不过是做做样子。你不用这么大声，我爹听不到。你们用在本小姐身上的手段，本小姐以后会一一还给你们。云洛生，二娘你一把年纪了，中气还是这么十足，那你就好好保持，不要让我失望，不然那我也会觉得很无趣的。刘氏气得发抖。那个什么，你刚才说的被吓到了？之前是不是让你误会了？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人啊！不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哎，你
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嫁给你了。有一个和我差不多的男人，你要嫁吗？谁？云峥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嫁给那个混蛋呢！萧承瑞，站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不，清寒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，跟我回去吧。这次我真的是真心悔过。萧承瑞，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？大庭广众，这么多人，你这么闹有用吗？你可曾想过，皇上和荣嫔知道你跪我之后会如何对我？你可有一刻考虑过我的生死？清寒，父皇他们那边我会去解释的，只要你肯跟我回家，我以后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知道你对这个孩子诸多亏欠，即便你以后想留下他，我也不会再反对。到时候养在王府，绝对不会短了他的吃喝。萧承瑞，你痴心妄想，碰我的孩子，你还不配。清寒，我知道了，之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你和孩子如何死的，也知道你为何如此恨我。萧承瑞，你说什么？这是不是代表着萧承瑞也看到了未来？难怪他幡然悔悟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是否也看到君千绝成了新帝？清寒，该知道的我都记住了。我之前就是被袁若雪那个贱人坑死的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袁清寒只觉得毛骨悚然。萧承瑞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很多。清寒，你跟我回去，正好我也有一些事情要找你确定。最重要的呢？萧承瑞眉头紧蹙，正要开口。瑞王，原来您在这里，皇上和荣嫔娘娘都很着急，请您立刻跟我们回去。你们回去吧，本王已经好了，让父皇他们不必挂心。瑞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，皇命不可违。林若生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他了。是啊，都是因为这个贱货，我才会被打，被赶出苏家军。你也是，非要去争什么功劳，也不和娘商量一下再行动，蠢货！娘啊，这件事是二皇子撑腰，谁想到云洛生却拉来了四皇子撑腰。交给你的事情办成了吗？娘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成不成啊？刘氏把云清然给拽了出去，这样好的机会你却不把握。娘，反正都要下药了，我也想赌一把。我就不相信四皇子真的不接受我。娘，我真的想要试一试。过几天就是封王盛宴，那一天如果还不成，我就真的死心了，行不行？你呀，好，那就依你所说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想尽办法嫁给二皇子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，娘，我就知道娘对我最好了。上一次给你的药呢？我收好了，你放心。现如今以云清然的身份，不管是嫁给谁，只怕都是一个妾之位。想要一步登天，还需要她的嫡女身份才是。娘，爹最近对我们很不高兴，这件事你放心，娘已经有办法，只是那个大夫有些麻烦。娘，你放心，如果你觉得他麻烦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给除掉。清寒，有许多事情我记得不大清楚，如果你应该记得，不然你当初醒来之后也不会彻头彻尾的变了一个人。萧承瑞，你真是鬼迷心窍了，以后别再打扰我。等你身体好了之后，我们立刻和离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互不干涉。清寒，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又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不要说气话。袁清寒气得眼前一黑，他深吸了口气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萧承瑞可有把我当夫妻过？你日夜宠爱的妻子不是袁若雪吗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对你来说是善莫大焉，对我来说却像是刚吃了苍蝇一般恶心。清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？萧承瑞，你既然答应了和离，那就老老实实的遵守承诺，兴许我还能敬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男人，高看你一眼。可你如果再死缠烂打，只会让我更恶心更厌烦。这王妃说得好，狗马不吃回头草。我当年若是有这等勇气，恐怕现在也不会这么后悔。一个女人还怀着孕离开了瑞王，她怎么活？男人给你台阶下就得好好接着，还装什么大头蒜？将来嫁不出去了，有她哭的时候。我袁清寒就是要跟瑞王和离，将来即便我流落街头，即便我穷困潦倒，我也绝不会有后悔二字，更不会回头。瑞王，从前你也说过，宁愿死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当着满京城百姓的面答应和离。清寒，既然和离是你所愿，那本王今日就进宫求了和离圣旨，从此我们再不是夫妻，只是切莫后悔。你没事吧，玉璧大夫？我没事，你就叫玉璧就是了。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，虽然你二娘很凶，但是你有疼你的爹爹，还有一个关心你的弟弟。云峥这个混蛋虽然很讨厌，但是对你是真的好。是吗？你呢？只是和师父相依为命吗？我一生下来就是师父带大的，师父不准我提父母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听荷香说你后背有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，如果是你的父母想要找你，应该不难。我身上这个胎记不知道是生下来就有的，还是慢慢长出来的疤痕。我身上关于父母的东西什么都没有，师父也不告诉我。你也别太难过，就像你所说的，都熬过去了。你如今的医术，不知道多少人求着你呢。你放心，多少人求着我，我都不会走。
玉璧，你想要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吗？师傅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真的吗？不一定能成功，不过很有希望。好啊。第二天，小姐，今天有一封信给你，不过没有写名字。他说这信很重要，非要我给你。安君玲的笔记，引蛇伞是秦玉冰放的。秦玉冰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印象，不过姓秦的高官倒是有一个秦茂荣。刚开始是十分支持大皇子，后来见情势不对，便主动投靠了二皇子，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和亲。难道就是这个秦玉冰？我承认，你说的可是实话。本王也不是那恬不知耻的男人，不会去做你的舔狗。那我就恭候佳音了。袁姑娘，本以为你只是个大夫，没想到你竟是瑞王妃，真是失敬失敬。林姑娘，真是巧了，竟在这里碰见你。啊，千珏哥哥给了我1000两银子，让我来京城随便买逛逛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瑞王妃要和瑞王和离。那摄政王对林姑娘可真好。旁边的兰儿轻咳了声，忍住笑，这林姑娘真是好笑，1000两银子也值得这样炫耀。他家姑娘搬到素府的时候，主子可是送了价值几万两的首饰珠宝，以及孤本药典和珍贵草药呢。那可不，千珏哥哥从小就疼我。林姑娘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话没有问你呢。瑞王妃，你为何要跟瑞王和离啊？这王妃之位，别人可求之不得呢。我们相看两厌，这才分开。林姑娘因何问这个？瑞王妃，袁姑娘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看你大着肚子离开了瑞王，又能去哪里呢？难道指望千珏哥哥养你一辈子不成？他可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的。等将来的妻子知道了你的存在，难免影响感情。多谢林姑娘提醒，等治好了摄政王的病，我一定会走得远远的。都是女人，林素瑶这是在暗暗敲打他，不过也无妨，他本来就是要离开的，他会一步步远离君千珏，不再给他造成任何困扰。小姐，这信是谁送来的？一个朋友，这件事谁都不要说。是，小姐。秦玉冰是不是就是那天那个粉色衣服的女子？又为什么会对自己下手？这件事看来只有等到蜂王盛宴，他才有机会弄清楚了。四皇子换府邸了，什么时候搬进去？啊，小姐，你不是不过问这些事情吗？我今天是听到了，但是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记住。那就算了吧。怎么能算了？爹，洛生，你是不是准备给四皇子送一份谢礼？是，四皇子在狩猎之中帮助了洛生，于情于理，女儿都该准备一份谢礼。于理，他帮助了你；于情，爹，唉，爹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你这样，像是孩子一样撒娇了，爹很怀念呐。爹，好了，也不笑你了，爹也准备了一份礼，不过他搬府邸那日，爹也无法去，所以爹就让洛生当这个跑腿的了。你不愿意啊？我不愿意。你若是不愿意，以后你嫁给四皇子，就算是成婚那天，爹也不会去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爹看得出四皇子对你很好，不过皇上都已经答应让你自己选择喜欢的人，爹也不敢随意指婚了。你自己看，四皇子不爱金银珠宝，爹也不知道选什么礼物，你就去看看一些风雅的礼物。这件事就让你来做主了。爹，我就这样说定了。袁虎一留下钱就赶忙离开了。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袁洛生忽然听到了一声琴声，对，乐谱。走，姑娘，你可真是个聪明人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好姐妹了。林姑娘，别到处认姐妹。我的姐妹如今可是被做成了人质，泡在酒缸里，分明是千年的狐狸，还玩什么聊斋？好姐妹真是可笑。人质那是什么东西？袁清寒只凉凉地看着林素瑶，没有说话。林姑娘，这人质呢是刑法之一，就是把人的手掌与脚掌剁掉，剜掉眼睛，割掉耳朵，用滚烫的铜水堵住，扔到茅坑里发臭发烂，或是泡到酒水里，生不如死。不可能，你们少吓唬我，我不会怕的。林姑娘又不是袁若雪那样虚伪恶毒的白莲花，自然没人会这样对你。袁姑娘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，告辞。说完，林素瑶急匆匆地跑掉了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这林姑娘多凶狠大胆呢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林姑娘从小就和君公子认识，对她大概是很喜欢。她喜欢有什么用？得摄政王喜欢才行。姑娘，我倒是觉得摄政王喜欢您比喜欢他多了去了。兰儿，没眼的事不要乱说，对谁都不好。他和君千珏短短认识几个月的功夫，怎么能跟青梅竹马那种亲密相比？这里是芳华梦。我知道，这里可是青楼。因我
我都是女子，你怕什么？两位这是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什么人？姑娘，这里来的都是贵客，如果管不好自己的相公，那就怪自己没本事，可不要到我这儿找事儿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误会了，我来这里是找荣少爷的。那你恐怕要失望了，荣少爷是不见外客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准备了这些。我有办法。啊，小姐，不行，你这是对我们家小姐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为了见荣少爷。可香，你放心在这里等我。几个侍卫看了他一眼，只当是这里的歌女，没有在意。荣少爷，你是谁？我是袁洛生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荣少爷，这京都城没有人知道你是慕容家的嫡子慕容问津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快说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我是来求荣少爷编纂安圣长风的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编纂这个乐谱？谁告诉你的？如果荣少爷可以把这个乐谱送给我，我可以把你如墨缺的最后一首曲子凤凰于飞的乐谱给你补上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的身份一开始就告诉你了，如果我给你的乐谱是假的，你随时可以去找我。这是你找了3年的凤凰于飞，算是交换，请荣少爷割爱，送我一份安圣长风。如果本公子不答应呢？那可能慕容公子的身份就保不住了呢。你威胁我？慕容问津是刚刚上任不久的礼部侍郎，如果让皇室知道他就是风流巷之中人人追捧的艳曲之神荣少爷，不光是对他自己的仕途有影响，更会影响整个慕容家族。他为何要欺负你？千珏哥哥，我撞见袁姑娘在大街上欺负瑞王殿下，就围观了一会儿，等她心情好些了才上去跟她说话。可是没想到袁姑娘辱骂我，说我是虚伪的白莲花，不让我再见你。她身边的丫鬟还说要把我做成人质。君千珏冷冷地望着他，菲薄坚毅的唇角扬起一抹冷笑。袁清寒竟能欺负萧承瑞了，不错，他很满意。不过欺负林素瑶嘛，不可能。瑶瑶，你受苦了。从今日起，本王会让寒冰跟在你身边保护你。千珏哥哥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袁清寒呢？千珏，你准备怎么收拾他？林伯父，袁姑娘现在还是瑞王妃，本王也不能擅自动她，所以瑶瑶的委屈就这么白受了。千珏，你现在可是摄政王，她一个即将被休弃的女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林伯父切莫激动，气大伤身，不如您先回院子里休息，等本王找到对策之后再处理此事。林南风还想再逼，却被林素瑶拉住了衣袖。爹，咱们先回去吧，不要为难千珏哥哥了，人家毕竟还是皇亲国戚，还掌握着千珏哥哥的生死呢。林南风沉了沉，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那还不是慕容公子先威胁我的？不过是开个玩笑，就像是慕容公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过是玩笑。既然袁姑娘已经留下了凤凰于飞，那我就回赠我的乐谱。他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安墨白和面前的女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忽然，安墨白回过头来，袁洛生低着头，跟几个人先上了马车。好在马车挡住了安墨白的视线。二皇子，刘尚书。二皇子怎么会在这里？偶尔经过。刘尚书，这不是您和四皇子都搬府了吗？您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给四皇子准备的庆祝舞曲，让这些人先过去练一练呢。姑娘，我的面纱不见了，你可有多的面纱？这盒子里多的是。马车直接是停到了安君临的府中，袁洛生跟着几个女子一起进入到了偏殿之中。逍遥王可是不近女色的，说明一般的狐媚手段是没有用的。是啊，不过我听说他不近女色是有原因的，传闻他书房之中有一幅心上人的画。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希望了吗？说不准啊，我们要是好好献舞，趁机卖弄一番，只要男人总是会心动的。谁不想娇妻如云？我就不相信逍遥王真的坐怀不乱。哎，你呢？看你颇有姿色，有什么打算？我难道你不喜欢逍遥王？喜欢啊！逍遥王来了！袁洛生正对上安君临的眼睛，他的面纱若隐若现。安君临的眸光冰冷的瞥过，然后忽然转回，定在袁洛生的身上。难道他认出自己了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府了？这是刘尚书送来的，听说都是《芳华梦》里面的姑娘，说是献舞的。不知道爷不爱这些吗？还不赶快赶走，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千珏哥哥，对不起，爹爹一直很疼我，怕我受委屈才会这样激动的。君千珏眼神冷淡地看着他，
声音冷沉的道：“无妨，本王知道林伯父的性子。爹，千珏哥哥现在都是摄政王了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您对他也尊敬些。瑶瑶，如果不是当初我们一家收留了他，他恐怕早就投胎去了。我是他的长辈，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无论我怎么对他，都是应该的。爹，您不是还想让千珏哥哥给您个大官做做吗？我还想嫁给千珏哥哥呢，所以您就不要再添乱啦。你说的也对，若非他如今身居高位，怎么配得上你？”父女两人相视一笑，格外默契。让人去守着听雨院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林南风出门一步。那林姑娘呢？君千珏唇角扬起冰冷的笑：“自然可以，好好盯着她就是。”林南风出不去，必然会心急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林素瑶身上，到时候才方便看他们父女二人到底在搞什么把戏。至于林素瑶的话，他一个字也不信。青青，宣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瑞王又去纠缠你，不放心，想过来看看。君公子，我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过我正好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青青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兰儿，你去外面守着。君公子，我想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疯子。你放心，无论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我永远都相信你。再不走，惹恼了爷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慢着，留下。爷，他留下。逍遥王，这里说话不便。一个披风从头顶盖过来，安君临的手指轻轻一勾，陨落生的面纱便缓缓坠落，露出本来的面容。多谢逍遥王。你怎么会在这些人里面？之前的事情，多谢四皇子，我只是想要表达一点心意。这是荣少爷编纂的古风，我知道逍遥王虽是上武之人，但是却喜欢古韵。有了这个，相信逍遥王就可以听闻自己喜欢的曲目。安君临接过曲谱，似乎有些意外。这些都是为了元征，如果不是逍遥王作证，元征的事情不容易了结。不只是利用吗？袁洛生低头沉默不语，不说话了。袁洛生低垂着头，不去看他的眼睛。安君临忽然浅浅一笑，这会儿刘尚书应该没有走远，稍晚一些再送你出去。你先坐。不用了。安君临不再多说，把他按到一旁的椅子上，然后自己取出那乐曲，开始调试。琴声缓缓波动，袁洛生原本悸动不安的心情也慢慢的缓解了下来。这演奏他十分熟悉，只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一曲终了，余音婉转。你上一次所演奏的是我母妃写下的曲子。这是他母妃写下的曲子，已故的贵妃。这首曲子是他在冷宫之中的陪伴，是隔墙的温暖希望，却没有想到是安君临。前世他即将绝望之时，在宫外演奏的人是他。原来从始至终陪伴着自己度过那段黑色日子的人都是他。怎么会这样？其实很久之前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一直都是哑巴，有孕之后被困在被瑞王和袁若雪折磨致死，连带我的孩子也被残忍杀害。君千珏蹙眉看着他，心疼至极。别太担心，现在一切都好好的。除了关于我的之外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这次南荣战场灵王受伤，我还看到了你以后会做皇帝。这等天大的机密被他知晓，不知道君千珏会不会杀了他。青青，只是个梦，做不得数。他身份特殊，将来必然要起事，只是袁清寒怎么会知道？袁清寒多知道一分，就会多一分危险。可能是梦吧，所以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提及。郡公子，今天萧承瑞说他也做了这样的梦，我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多少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袁清寒蹙眉点了点头，有些害怕地看着君千珏。你在害怕我？没有。君千珏上前一步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中。那你的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郡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不用怕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伤害你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有些事情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，但是很快你会知道。青青，你去过将来的事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讲，否则会被人盯上，带来杀身之祸，明白吗？很意外吗？是，一如当初你在我面前演奏一样。你是如何会演奏这首曲子的？你所说的故人是我母妃吗？是当年贵妃所赠曲谱。原来那个时候母妃心底已经凉薄了。母妃也是喜欢吃桂花饼，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做一些，那应该是本王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吧。逍遥王节哀。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。袁洛生轻轻地牵起他的手。爷，慕容姑娘闯进来了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逍遥王。袁洛生兵荒马乱之间，连忙把脸藏在安君临的胸口。爷，这里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
是。给逍遥王请安。慕容姑娘，今日本王还有事情，姑娘还请见谅。有事？慕容姑娘今日闯入，不知所为何事。知道逍遥王新居，送来礼物。我知道你喜欢古曲，所以专门买了最贵的古琴送给你。这把琴就收下去吧。这琴可是贤贵妃留下的。2个人同时压住了琴。你干什么？你算什么身份？居然敢忤逆我们家小姐的意思！小丫鬟一个用力，扯开了袁洛生的披风，她略显妖艳风流的身姿暴露无遗。慕容新慈看到袁洛生的打扮，更是眼睛一红，住手！把小丫鬟吓得一个哆嗦，倒在地上了。她手臂轻轻用力，把袁洛生揽入怀中。好几次，慕容新慈都想要窥探袁洛生的面容，但是都被挡住了视线。除了你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。对了，郡公子，我已经在托人找宅子了，等找到之后，我就带着兰儿搬走了。是不是林素瑶跟你说了什么？没有，郡公子，打扰多日，我也该搬出去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永远住在这里。至于林素瑶的话，你不必听半个字。真的不是因为林姑娘？他怎么觉得是？想了想，君千珏解释道：“我不喜欢她。”不知为何，他心底深处似有些小小的欢喜。这里叫做素府，不是因为她，而是因为悼念先父。我幼时蒙难，曾和曹叔在林家借住过几年，和林姑娘顶多只是兄妹之情，甚至连这点细微的兄妹之情都称不上。郡公子，您不必跟我说这些，我要搬走，跟林姑娘没什么关系。君千珏心底略微失落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也不多言。只是到时候这些事我依然跟着你，我怕瑞王他们会对你不利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多谢郡公子。不过他也该趁早培养一些顺手的人了。摄政王，曹叔说有事要见您。君千珏微微颔首，又叮嘱了袁清寒几句，才出去了。不知何时，君千珏的一举一动就足以让他欢喜生忧。你可真是会痴心妄想。王爷，蓝军那边的人飞鸽传书，说林南风曾经见过素王的人。素王虽是长子，可一直不如林王、瑞王得宠。他急着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，却也不该对本王下手。您这些年战功赫赫，功高震主，明帝表面倚重您，可心里恐怕早有防备。素王也算是对症下药了。素王是吧？那就拿他开刀好了。逍遥王，你知道本小姐对你的心意，我对你……慕容姑娘，时候不早，琴本王已经有最好的了，不需要了，谢谢。这是我找了很久的最好的琴，本王已经有了。他单手抱住袁洛生，眸光笃定。好，我只想知道和他相比，我输在哪里？至少让我看一眼，不可以吗？安君玲不收，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袁洛生，视若珍宝。好险！安君玲轻轻低下头，亲吻丰唇。爷，慕容小姐已经走了。连浩轩仓皇地冲进来，对不起，他只是轻轻地触碰他一下，他的心已经快要狂乱地跳出来了。他不该连累他。爷，你这是……他一把拽过袁洛生，安君玲眸光一愣，看向连浩轩。爷，现如今皇上刚刚表现出宠爱，这些狐媚妖精就一波一波的扑过来，指不定是什么手段呢。你可不能被这些狐媚妖女给骗了。我知道你们青楼女子都有攀龙附凤的心思，想要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凭你也确实有几分姿色。不过我们爷你就别想。浩轩，爷，今日就算你要处罚我，我还是要说，这女人的确风流，不是一般女子能比。但是您也不能就此中计呀！这样的狐媚妖精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一双我打一双，我是不会允许他们靠近你。袁洛生这是又想哭又想笑。你没事吧？爷，这个狐狸精她……连浩轩忽然愣住，眨了眨眼睛，又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。好久不见，连侍卫。好久不见呐，云姑娘。对不起啊，云姑娘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不是你怎么？没关系，你这身打扮真的是……斗篷是，我送你回去。那就麻烦逍遥王了。袁清寒，你确定要跟瑞王和离？宣读圣旨之后，就再无回头路了。皇上，清寒确定要和瑞王和离，请皇上成全。既然如此，朕成全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瑞王妃品行不端，面丑善妒，尖酸刻薄，不宜为皇家儿媳。今特赐瑞王妃和离。听着那满是针对性的圣旨，袁清寒俯首磕了个头，唇角满是讥讽的笑。多谢皇上皇后。不管皇室如何贬低他，从今天起，他和萧承瑞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那些贬低和辱骂根本不足以让他烦忧。袁清寒，如今朕顺应瑞王的心意，赐你和离圣旨，你也要按照之前的承诺，把瑞王彻底治好，否则朕绝对不放过你。皇上放心，清寒说话算话，如果皇上没有别的吩咐的话，清寒就先回去了。明帝微微颔首，虎眸危险地眯了眯，其间满是杀气。父皇，儿臣也先告辞了。等等，袁清寒，
本宫还有话要跟你说。荣嫔娘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袁清寒，别以为离开瑞儿，你能过得多好受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我将来过得好不好，就不劳烦荣嫔娘娘操心了。您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。我听说宁妃娘娘马上就要成为贵妃了，荣嫔娘娘，您也该努力恢复妃位，否则将来不是要永远被人压一头。抬手就要去打袁清寒。您做什么？瑞儿，你让开，让本宫打死这个小贱人。连浩轩赶忙准备了马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安君玲看到他的样子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唇角隐隐带着几分笑意。不多时就到了云府。小姐，逍遥王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本王今天是送洛生回家的，不必客套。送他回来，本王也该回去了。但是他口中喊出袁洛生的名字的一瞬间，云家每个人的表情都丰富极了，特别是云清然，整个脸已经完全垮掉。云狐意也是有些怔，他很快一笑，送走安君玲。小姐，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好着急呀。说来话长，你没有告诉爹我们去哪里吧？没有，不过你这衣服要赶快换下来了，如果被……洛生，何香话都没有说完，袁虎意已经大步走进来。爹，洛生，爹希望你去把礼物送过去，你倒是直接把人带过来了。不过是巧合，那礼物方才已经送过去了，看来逍遥王很喜欢。那就好。云虎意目光落在云洛生的衣服上，云虎意轻轻笑了笑，摸了摸云洛生的头。看来你真的是长大了，不多久应该就要嫁人了。爹，以后你们也嫁人了，家里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将来云峥也是要成家的，还有云雷都要自立门户。感觉你们还是孩子，在我身边打转，一转眼的功夫却就要离开爹爹了。爹，洛生，我知道你和清然之间有些矛盾，不过毕竟是一家人，我希望你们能和和睦睦的。又是这句话。如果云虎意能看清形势，袁洛生会省去很多的事情。偏偏云虎意总是记得刘氏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总是惦念着这么多年的夫妻情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都沉浸在云家团结一心的美梦之中，才会让云洛生一步一步的退让。嫔，您别忘了，儿子的性命还捏在他手中。荣嫔，这可是明銮宫，皇上还在里面休息，你若是再胡作非为，将来恐怕永无翻身之日了。皇后娘娘，是臣妾的不是，您千万别告诉皇上。瑞王、袁清寒，如今你们二人虽然和离了，可也不要相互怨对仇恨，只看将来走好脚下的路才是正气。儿臣谨记母后教诲。多谢皇后娘娘，清寒一定谨记在心。本王今天过来是要提醒你2件事情。那就快说完下去。关于梦的事情，我已经告诉父王了，等灵王回来之后，便能验证真假。他精致漂亮的脸上毫无变化。瑞王跟我说这个做什么？见袁清寒神情没有任何变化。清寒，本王知道你也曾做过那个梦，你是不是知道那造反之人是谁？如果你及时把那造反之人是谁说出来，将来也能避免许多灾祸。袁清寒惊讶地望了他许久，忽然笑了。萧承瑞，你别真的是烧坏脑子了吧？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可能，袁清寒，你最好赶快告诉本房，否则等父皇逼问你的时候，可就不止这么简单了。萧承瑞，放开我！你我都已经和离了，你这是地痞无赖的行为。恕我，你可放开我家姑娘，不然我这匕首若是不小心伤了你，可就不好了。袁清寒，别不识好歹，本王都是为了你好。多谢瑞王好意，只是你我再无瓜葛，最好还是保持些距离，免得将来你的新王妃吃醋。5天之后，我会给你用最后一次药，到时候绝子药的毒性就彻底清除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知道了。小姐，老爷真是被二夫人灌了迷魂汤了。他当年如果不是对爹有恩，以他的身份没有机会嫁给爹，也不会一次一次的被原谅。老爷都不知道你这么多年的苦。终于到了封王盛宴的这一日。洛生，上一次的事情是墨白不好，你们婚约解除了，皇上也许了你自己选夫君，你心里有没有心仪的男子？皇后娘娘，洛生没有想过，只想要陪在父亲身边。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小呢，都已经及笄了，应该赶快嫁人了。今日这些皇子里面，你看上了哪个，都跟本宫说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墨白，母后，你这段时间也忙，都没有好好的陪母后说说话。是，你们呀，就别闹别扭了，你们本就是男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皇后娘娘，我妹妹清然因为是庶女之位，无法进到殿堂之中观礼，很是委屈，希望皇后娘娘恩典，可以让她也进来观礼。不知道洛生这个提议会不会太过于唐突？母后，云家本就是忠烈满门，嫡庶
数如何？不如让他们都进入观礼。皇后一看到安墨白为云清然说话就不高兴。皇后娘娘大美人，怎么不高兴了？你呀，还是像个孩子一样莽莽撞撞的。今日是封王盛宴，你可不许胡闹，做出什么荒唐事，被你父皇惩罚的话，我可救不了你。皇后娘娘才舍不得我受惩罚呢，是不是？云清寒真的要这么无情？萧承瑞，你我之前本来也没有什么情分，该如何念？所有的情分都在那冰冷漆黑的绝望和无声的血泪中消失殆尽。他对萧承瑞只有恨，只有冷漠，谈何情分？袁清寒，你对本王无情，本王却对你还有一丝眷顾。关于那个梦的事情，本王已经告诉了父皇，你可以选择告诉本王真相，或是让父皇审问。说完，萧承瑞眼神阴鸷地看了袁清寒一眼，转身下了马车。摄政王这样偷偷摸摸地站在别人身后，岂是君子所为？瑞王，你和袁姑娘已经和离了，还上马车骚扰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君子所为吗？我们曾是夫妻，我们两人之间究竟如何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君千珏，我听说你老家那边来的人，你却把他们关在府中不准出来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如果等本王查出了什么，再无你的翻身之日。瑞王，本王的事情不必你操心，你还是照顾好自己。萧承瑞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君公子，我正好要进宫，正好看到瑞王在为难你。多谢君公子，不过我已经没事了。恭喜你，终于能离开瑞王府。臣昨晚做了噩梦，梦到灵王受了重伤。摄政王，你看可有什么化解之法？皇上，臣又不是高僧道士，如何化解得了？而且只是一个梦而已，皇上不必多虑。明帝这是在试探他，也是在警告他。美女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这里好像看得不清楚。美女姐姐，你和我一起去那边坐吧。大美人皇后娘娘，行不行？好不好嘛？好好好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二哥也真是的，刚才我都听到了，还替那个丑八怪求情。他可不是丑八怪，清霄王很喜欢他。二哥还喜欢你呢。我亲耳听到的。那天我去皇后娘娘那里玩，听到她说她喜欢那个丑八怪不错，但是也不否认对你有些心动。皇后娘娘想着让她今日和你好好相处，说不定你会回心转意。至于云清然，等你们成婚之后再说。难怪安墨白完全是想要脚踏两只船了。美女姐姐，你不会喜欢他吧？不会。怎么？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在哪里好像见过你吗？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其实就是思雨，父皇找你。美女姐姐，我先走了，等我回来哦。袁若生手指轻轻一动，旁边的酒杯翻落，掉在了一旁的座位上。安墨白本要坐下，现如今座位都被酒水打湿了。云洛生，你是故意的。清霄王，你如果不开口，我都没有看到你呢。你不用装模作样的。如果你欲擒故纵的游戏玩够了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确实感兴趣，娶你也不是不可以，所以你不需要再玩这样的把戏了。真是荣幸。不过皇上已经答应让洛生自己选一门婚事，你既然说我是欲擒故纵，那我就欲擒故纵到底，偏偏不嫁给你。不嫁给我？那你觉得还有谁会娶你呢？还有谁会娶我？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袁姑娘，听说您和离了，真是恭喜了。袁清寒微微颔首，没理会他。君公子，今天该排毒了。千珏哥哥，袁姑娘怎么不理我？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林姑娘，你我只有两面之缘，我喜不喜欢你又如何？你也根本不在乎是否喜欢你，你在乎的只是君公子是否爱护。我没说错吧？上次见面，林素瑶高高在上，耀武扬威，还试图给他下马威。可当着君千珏的面，林素瑶又成了这样柔弱可怜的小白花状态。只是可惜啊，林素瑶的手段还不及袁若雪的1/10。不是这样的，袁姐姐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做朋友。不过既然你不喜欢我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千珏哥哥，我先走了。林姑娘，上次本王就跟你说过，袁姑娘给本王治病的时候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你自己非要来讨没趣，怪不了别人。千珏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喜欢袁姑娘，佩服她敢跟瑞王和离，所以才忍不住想过来跟她亲近。林素瑶心底到底在想什么？他们两个明明心知肚明，这些场面话只不过是说给君千珏听的罢了。男人最吃这一套，萧承瑞就是如此。至于君千珏嘛，林姑娘，这里是摄政王府，如果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，就老老实实的守规矩。如果下次再敢打扰本王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你一个2品官员的女儿，还真以为除了嫁给我，还有机会嫁入皇室不成？皇上的皇子也不止你一个，如果我嫁给逍遥王呢，不会让你太没有面子吧？就凭你也想嫁给老四？谁要嫁给本王？不是吧，安君玲？他回眸一看，果然是安君玲。云姑娘是在和我赌气呢，说是要嫁给你，
荣幸之至。云洛生和阿莫白都是怔住，阿莫白轻喝一声，转身离去。逍遥王，刚才不过是一时冲动，才会把逍遥王的名号说出来，还希望逍遥王不要放在心上。若是本王放在心上了呢？你不是说过喜欢本王吗？安君灵靠近云洛生几分，云洛生吓得慌忙的闪躲。原来不过是纸老虎。云洛生这才知道，刚才安君灵是故意吓唬自己的，有些懊恼。安君灵笑了笑，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云洛生的鼻尖，然后转身离去。可恶，这个安君灵真的不像外面传言的不近女色啊！居然安君灵孤身上前领赏，皇上十分看重。君临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儿臣不觉得。你如今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几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尽心尽力，不辜负父皇厚爱。你若是有喜欢的姑娘，也告诉父皇。你年岁也不小了，是时候为自己的事情考虑一下了。可有心上人？安君灵沉默了一下。父皇，儿臣还不急于一时。蚕丝节那日，也希望蚕丝娘娘好好给你牵线。你呀，平日也不见有什么姑娘入府。不过听说那一日有个舞女被你留下了。青青，开始吧。瑶瑶，怎么了？谁得罪你了？爷，袁清寒那个狐狸精，恐怕早就勾引上千珏哥哥了，跟瑞王和离，说不定也是为了攀上千珏哥哥这棵大树。瑶瑶，不能吧？君千珏可是一人之下，怎么看得上别人的气氛？爷，你是男人，应该比我更清楚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千珏哥哥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女人，兴许就是着了袁清寒那个贱人的道，才会如此。至于事情究竟如何，只要一问瑞王便知道了。那寒冰说为父如今不宜出门，瑶瑶，过几日就是太后寿辰，到时候让君千珏带你同去，你也都认识认识皇族子弟，看看是否有更好的选择。不要别人，只要千珏哥哥。先不说千珏哥哥他必成大器，单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哪里就比不上袁清寒了。在爹眼中，我女儿是天下第一美人，无人能跟你相比。林素瑶得了夸奖，骄傲地扬起了头。君公子，林姑娘不是你的青梅竹马吗？你对她怎么那么严厉啊？严厉吗？那是你没见过在林家时候他们父女是如何对我的。如今见我有了名利地位，他们就奔赴而来，所求是什么，自然不言而喻。青青，你永远不必怕他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让他欺负你。君千珏竟完全不吃林素瑶那一套。怎么了？傻了？见袁清寒惊讶地张着小嘴儿，目瞪口呆地望着他。洛生心头一紧，这件事居然都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了。那就是你的心上人吗？安君灵不说话，但是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像是默认了。君灵，你喜欢的是一个舞女。袁洛生看向安君灵，心中有些着急。皇上，孩子们还小，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都是一股热劲儿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你何必着急？若是真的喜欢，将来纳为妾室也不为过。儿臣不会纳妾。不会纳妾？一心只能装一人，何须多情惹尘埃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皇上，今日是封王盛宴，是大喜的日子，教训孩子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回去再说，不然让诸位大臣笑话了。皇上忍住怒火，不过都能看出来，皇上是真的生气了。父皇，你气什么？人的心喜欢什么，是自己能控制的吗？四哥不过是留下了一个舞女，也没有说就要娶她呀。二哥还喜欢一个庶女呢，那又如何？思雨本来就是。思雨。安君灵领了赏之后，一脸冰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当年皇上许诺安君灵的母亲贤贵妃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是最终却是帝王绝情，痴情空负。这件事让安君灵难以释怀，这也是这么多年安君灵不愿意在京都的缘故。袁洛生远远看着安君灵，心中有些内疚。如果不是上一次的舞女的意外，他今天也不至于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。前世他已经拖累了他了，如今又一次拖累了他。或许他从一开始就不该靠近安君灵，才不至于让他一次次的陷入危机吧。封王典礼结束，袁洛生就看到安莫白悄悄把袁清然安排了进来。袁清然远远看了袁洛生一眼，眼眸之中都是得意，毕竟她是第一个能挤进宴会大厅的庶女。不多时，舞女起舞，翩翩而动。青青，你以后会相信我的。王爷，南边。看见袁清寒也在，袁清寒下意识地站起来，想离开。不必，有什么消息直接说吧。君千珏的手虽只是碰了他一瞬，却也足以让袁清寒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，眼尾染上红霞。君千珏喉结动了动，眼神晦暗的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寒冰向来眼尖，自然看到了君千珏和袁清寒之间的小动作，低头偷笑一下。王爷，南边传来消息，
说灵王在战场上受伤了，怎么伤的？信上没说，你先下去吧。青青，你可知道灵王如何受的伤？应该是其中有人想要灵王的性命，至于是谁，我不太清楚。梦里，灵王带兵攻打南荣，本应凯旋，可胜利的时候才出了差错，回来之后又闹了很大一阵子。明帝大怒，把所有的皇子王爷都细查了一遍，最后却不了了之。本王知道了。君公子，你是想……这是对付瑞王的最好机会，等他受挫，就再无翻身之日。可瑞王知晓很多未来的事，等明帝反应过来之后，就麻烦了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都会处理好的。主子，瑞王府送了2具尸体去乱葬岗，一具是袁若雪，另外一具是他的贴身丫鬟。本就是废人，死就死了。主子，在袁若雪死之前，袁侯和瑞王达成协议，要联手对付您和袁姑娘。那他们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这袁侯倒是真的冷酷无情，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在乎。瑞王和侯府想联手也没那么容易，也是时候让袁鹤仪付出代价。王爷放心，属下明日就去安排。丞相府，不好了，小姐投井了。月白，你这是为何？若是不想嫁摄政王，跟爹说就是了，为何要自尽呢？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，女子眼底划过震惊，她分明把自己溺死了。这时，月白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连忙吩咐人，快把小姐带回宁双院。月白，有月白。袁若雪眼神迷茫，看着面前有些熟悉的中年男人。丞相大人，你是爹？月白，你这是糊涂了吗？怎么连爹都不认识了？青青，君公子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今日我噩梦越来越多了，尤其是独处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着我？袁清寒瞪大了眼睛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也知道孤男寡女不好，可青青你不是大夫吗？大夫眼里不是没有男女之分吗？袁清寒心跳加速不少，咬唇思考片刻，只能点了点头。医者眼中确实不该有男女之分，如果他紧张地避开了君千珏，岂不是更加暴露自己的心思？君千珏弯起唇角，他合衣泡在浴桶里，头仰在边缘，露出线条分明的棱角。袁清寒偷偷看他一眼，有些口干舌燥，氤氲的热气让他脸上滚烫，耳根都跟着红了起来。青青，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想不想看看我的脸啊？袁清寒心跳更快，紧张地看着他。可以吗？他确实知道君千珏是谁，即便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也知道他的将来。你离我近些，若是想看，就自己拿下面具。袁清寒狠了狠心，把面具摘了下来，顿时愣住了。可还符合你的想象？袁清寒的脸色更红了几分。君公子，我确实没想到。前世他只知道君千珏杀伐果断，狠心暴虐，可没想到那狰狞威严的阎罗面具下，竟藏着这样一张俊美的让人心神震荡的脸。青青，你可还满意吗？这等撩拨让袁清寒手足无措，心底显然是很满意的，可他只能咬唇道：君公子，您无论长成什么样子，都不妨碍您的英名。你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看到我真面目的人，所以青青要对我负责。不知为何，看着如此茫然羞涩的袁清寒，君千珏起了玩心。怎么怕了？君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你是不愿对我负责了？他尝试着要远离袁清寒，他也努力了，可天知道，仅仅是这个想法，就让他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。君公子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君千珏相貌俊美，可看起来竟和明帝有几分相似。我知道，青青，等我。王爷，林老爷说林姑娘发了高热，得知袁姑娘在咱们府上，想让袁姑娘去救治。这点小事，随便找个大夫去治疗就行，也值得来打扰本王。明明要到手的青青，又远离他了。属下知道了，早跟你说了，王爷他不会在乎林素瑶的死活的。陈峰这小子不信，非要他去请示。你进去的时间不短，该出来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容易出事啊。王爷中的毒很是严重，要遇针灸，哪样不花时间？怎么每次王爷接近袁姑娘，你都紧张吃醋？别胡说，我是在担心王爷不小心被人利用，从此陷入困境。利用？袁姑娘可不是那样的人，王爷听到你胡说，一定会生气的。袁清寒，外面的传言果然不假，你日夜往来于摄政王府，究竟知不知道廉耻？瑞王真是记吃不记打，竟又来我摄政王府闹事。君千珏竟然敢对本王王妃动心思，你的名声不要了吗？传出去之后，朝臣和百姓们会如何看你？瑞王自重，你我之间已经和离，早已没了任何瓜葛。袁清寒，即便和离，你也是本王的女人，即便本王不要你，绝不允许跟其他男人有任何关系。萧晨瑞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另外，你记住，不是你不要我，是我要跟你和离。至于我现在如何，以后如何，都不配多嘴半句。君千珏冷冷地上前，挡在了袁清寒身前。君千珏，让开！
本王和清寒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插手。瑞王，本王最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，在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还要纠缠，关你何事？让开！君千珏立刻反击，一脚把萧承瑞踹下台阶。萧承瑞狼狈至极地倒在地上，气得几乎要发疯。君千珏这么嚣张，明天我必然禀报父皇。也好，正好本王明日也要去见皇上。高长青，护送袁姑娘回去。若是再有不长眼的人敢阻拦纠缠，格杀勿论。遵命。哈哈哈，袁姑娘，俺送你回去。要是哪个不要脸的臭流氓再敢纠缠你，那就打断他的狗腿。多谢高大哥。袁清寒心头稍安，可又有些担心地看向君千珏。萧承瑞究竟是王爷，君千珏就这样打了他，明天在明帝面前恐怕不好分辨。君千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示意袁清寒安心。袁清寒咬了咬唇，带着兰儿上了马车。可杀勿论。君千珏这个摄政王真的敢动本王吗？敢不敢？你试试就知道。说完，君千珏冷冷地回了摄政王府。萧承瑞望着远去的马车，却没敢去追。他不敢挑衅君千珏，也畏惧高长青那个莽夫。如果他再去纠缠袁清寒，真的被人一刀杀了，摄政王府的人只说天黑没看清，当作贼人杀了，明帝恐怕一时之间也拿他们没办法。即便摄政王府真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可他萧承瑞却死了，不值啊。父皇，君千珏私自关押云侯，还当众殴打儿臣，请父皇做主。摄政王、瑞王所说可是实情？皇上，瑞王所言确是实情。摄政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把权力交给你，是让你帮朕分忧，不是让你滥用私权，欺辱皇室。明帝阴沉的虎眸中掠过丝丝兴奋。多年来，他从不敢对君千珏这个摄政王说过重话，可今天，既然君千珏自己都承认了这2项罪名，他便是要自讨苦吃。父皇，以儿臣看来，摄政王是得意忘形了。如今军中一片哗然，都在为云侯抱不平。父皇不如好好处置，收回他手中权力，警醒一番。摄政王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皇上，臣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大逆。如果皇上要责罚，臣无话可说。如何为了朕？君千珏手握军权，早已不是简单一道圣旨就能收回的了。如今边关战乱甚多，明帝更不敢随便对他动手。皇上，云侯这些年收受贿赂，私自挪用不少军饷，都登记在册。昨日审问之后，云侯也都招供。皇上明鉴，我家王爷可是一心一意为了朝堂和大宁啊！看着那厚厚的账本以及盖上了鲜红手印的认罪书，父皇，摄政王一天一宿就让云侯认，手段必然残暴，说不定是屈打成招，请父皇细查。瑞王向来跟云侯走得近，不知可有涉及其中。君千珏，你竟敢诬陷本王！是否诬陷，瑞王心中应该有数。瑞王杀了元侯最疼爱的女儿袁若许，袁侯都不曾计较，其中若无权钱交易，谁信？萧承瑞心理防线瞬间崩塌。君千珏胡言乱语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袁侯已经亲口承认了，就在认罪书里。瑞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允诺云侯登基之后的事儿！萧承瑞浑身一震，绝望地跪在地上。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此话。明帝气急反笑，望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心中失望至极。郑国侯昔日战功赫赫，如今在军中也尚有余威，不如留袁鹤也一条性命。既然是摄政王调查的此事，就还交还给你处理。君千珏哪里是在问他，分明是在通知他。多谢皇上信任，臣一定处置好，为皇上分忧。瑞王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臣就不管了。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看你早有此心。瑞王，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父皇，儿臣真的冤枉。君千珏为了在军中排除异己，才陷害儿臣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。瑞王，朕会收回你手中权力，你也该好好反思反思。皇上，灵王殿下凯旋回京，可灵王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如今已经送回灵王府了。立刻让太医们去救治。寿康宫，太后，那袁鹤也罪孽深重，虐杀淑儿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当年哀家就是看在和你的情分上，才让瑞王和袁清寒定了那场婚事。可袁清寒如今和离，闹得整个皇室都没有颜面。淑珍啊，你如果想让哀家判袁鹤也和江疏和离，就必须让袁清寒认罪。是萧承瑞勾结袁若雪，奸私给我下毒，想要看我出丑，这如何是我和腹中孩子的罪过？贱人，你果然承认了。
来人，把袁清寒给哀家拖出去，乱棍打掉野种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放肆！谁敢？袁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跑到哀家的寿康宫发号施令了！太后，不是我要挑衅你，实在是您不讲道理。这孩子是被袁若雪和瑞王设计才有的，我们母子俩都是受害者。太后若是生气，想要讨个公平，该去惩罚瑞王和袁若雪，而不是欺辱我。善良之辈反而被害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太后，清寒这孩子从小哑巴，一直不知怎么说话，激动之下冲撞了太后，老身代他给您赔罪。太后，此事将军府也曾调查过，确实不是清寒的错，希望您可以高抬贵手，放过他和孩子。来人，把江老夫人送回府去。哀家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太后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清寒，快给太后磕头认错。外祖母，您回去吧，我没有错，自然也不会认错，倒是有几分骨气，只是不知在棍棒之下，你是否还能如此嘴硬？快把人拖出去打死！太后饶命！太后饶命！袁清寒，哀家不管你是不是受害者，你让皇室颜面扫地，就是罪不可恕，即便万死也难辞其咎。袁清寒手中药粉也在顷刻之间散开，侍卫们瞬间咳嗽着栽倒在地。太后离得远，吸入少一些，却也跌坐在椅子上起不来。袁清寒死定了，哀家就是倾尽大明之力也要杀了你。太后是很恨我，那我只好手中捏着一颗药丸，能让人精神错乱，疯疯癫癫。这是他之前准备给荣嫔用的，没想到倒要让太后这个老东西先尝尝了。你这个毒女，你想干什么？袁清寒，你想干什么？难道他真的要刺杀太后？袁清寒没理会他，继续往前。袁清寒，皇上正在到处找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太后她老人家疯了，我正准备给她治治脑子。皇后，快，袁清寒这个贱人拖出去杀了！太后，不知袁清寒哪里得罪了您？皇后留着袁清寒还有大用，袁清寒死了，重伤的灵王兴许就真的没救了。他让皇室颜面扫地，不尊哀家，还敢那样欺辱瑞王。瑞王如今被皇上嫌弃，将来还如何继位？皇后深吸了口气，瞳孔紧缩地看着袁清寒，紧紧捏住了手指。袁清寒，太后确实是有些疯癫，既然你在这里，不如就好好给太后治一治，如何？让萧承瑞继位怎么可能？太后有把她这个皇后把她的儿子灵王放在眼里吗？皇后娘娘，太后疯了，这些人呢？怎么办？寿康宫过来了刺客，侍卫们宫女们都被杀了，太后她老人家活活被吓疯了，真是可悲可叹啊！皇后眼神平静地扫过那些侍卫宫女，袁清寒满意地笑了笑，朝着太后走去。你们两个贱人，竟敢想谋害哀家，好大的狗胆！太后，臣妾多年来都敬重您，奉您如亲生母亲，可您呢，从来都没有把臣妾和灵王放在眼中，甚至纵容嫔那个贱人忤逆臣妾。今儿灵儿有难，臣妾不得不请您好好歇着了。您放心，今日过后，臣妾一定让您颐享天年。袁清寒，放过哀家，哀家承诺以后再也不会动你，让你尊享荣华富贵。袁清寒把那颗药丸塞到他口中。太后娘娘，方才您还无比凶狠的要我的性命呢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再次反悔？袁清寒，你的药确定管用吧？皇后放心，此事事关我的性命，我比您重视得多。果然看见太后双眼迷茫，已经疯癫了起来。袁清寒，本宫听说江老夫人今天也来了这里。皇后放心，外祖母早就晕过去了。寿康宫发生了什么，只有皇后娘娘说了算。江公公，送袁清寒和江老夫人出宫，记得躲过众人耳目。这里本宫来善后。奴才遵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灵王受了重伤，太医院束手无策。袁清寒，本宫希望你能记住本宫的恩情，让灵王复如初。清寒一定竭尽全力。摄政王，人都已经走了，可以进来了。恭喜皇后娘娘，从此以后成为后宫之主。摄政王，本宫按照你的要求救下了袁清寒，可你也得履行承诺，帮本宫和灵王。本王向来言出必行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抓刺客！大批侍卫冲到了寿康宫，皇后随便指了个方向，一个黑衣刺客刺杀太后，正巧被本宫撞见，快去追！明帝也匆匆而来，皇后看见他，眼中顿时溢满了泪水。皇上，臣妾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太后。究竟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听说灵王受伤，就来太后宫里，想让袁清寒去给灵王治伤，可没想到江老夫人和袁清寒已经离开，寿康宫里却是血腥一片。那刺客还想伤害臣妾，臣妾立刻呼救，那刺客听见动静，惊吓而走。封锁京城，一只苍蝇也不准
飞出去。清寒，你没事吧？太后她怎么肯放过你？外祖母，宫里去了刺客，杀光了所有侍卫宫女，太后被吓傻了，我就带您逃了出来。您可不能对外乱说，否则皇上必然要怀疑我和将军府了。清寒，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外祖母，我哪里有那样的本事？太后疯了也是好事。太后在寿康宫为难你的事情，这能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许说，知道了吗？皇室欺压将军府多年，当年还过河拆桥，怕将军府声望过高，威胁皇室，甚至暗中下毒，损害江泉、江琏的身体，让江泉多年生病，江琏也无法习武。只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这仇恨，将军府始终无法得报。今天宫里来了刺客，兴许就是上天对皇室的惩罚。外祖母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江老夫人信任他，冒死维护他，兴许这就是家人吧。只是从来温和善良的皇后，竟能在顷刻之间做下那样的决定，显然不是善茬。将来免不了要跟皇后周旋了。灵王府，袁清寒，你来做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请我来给灵王殿下治病。二哥的情况很是棘手，你为何非要掺和其中？袁清寒不耐烦地绕过他，提着药箱往大殿里走去。萧承瑞追了过来。袁清寒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君千珏的？袁清寒震惊至极，看着眼前这个胡搅蛮缠的男人。萧承瑞，你疯了！你离开本王，不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吗？如果你腹中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为何那么照顾你们？他已经让人细查过府中所有人，始终没有查到那晚进入清寒院之人。萧承瑞，不管这孩子是谁的，都不会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孩子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搅我们。袁清寒，你别对我这么冷淡，你心里明明有我，为何总是冷冰冰的？一把凌厉的匕首朝着萧承瑞袭去，萧承瑞瞳孔震动，惊得连忙退开两步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萧承瑞，你在我心里连条狗都不如。赤裸裸的羞辱，冷冰冰的厌恶，萧承瑞浑身如坠冰窟，紧紧地握住拳头。袁清寒，你以为君千珏真的喜欢你？他只是利用你对付本王，对付皇室。袁清寒凤眸里闪过凌厉，冷冷地看他一眼，转身进了屋子。萧承瑞气得脸色铁青，胸口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袁清寒鬼迷心窍，被君千珏的花言巧语骗走来对付他，不行，必须要让袁清寒回头，让袁清寒看到君千珏的真面目。住手！袁姑娘，怎么了？药里被人下了毒，这药可是我亲自去抓、亲自熬的，究竟是谁这么无耻？这分明是铁了心的要害死灵王。嬷嬷，别声张。袁清寒把那碗药倒进了旁边的君子兰里，君子兰肉眼可见的枯萎下去。清河嬷嬷震惊至极，眼珠子险些掉出来。嬷嬷，让无关人等都回去吧，人多容易出错，不利于保护灵王。袁清寒深吸了口气，把一颗解毒丹塞进了灵王口中。清河嬷嬷冷静下来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各位王爷皇子，时候不早了，都请回吧。灵王殿下这边，奴婢自会好好照顾。袁姑娘，您怀疑下毒之人在外面？我此举只是以防万一。他可不敢说是这群皇室子弟给灵王下了毒，温宁却意会了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袁姑娘，温太医，王爷这边就交给你们了，奴婢得回去一趟。萧承瑞也曾看过前世，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是谁给灵王下了毒。如果知道，他为何不说？还是说萧承瑞在憋着什么坏心思？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袁姑娘仔细检查过伤口，确定王爷受伤在中毒之后，是身边之人下了毒，想要害死王爷。皇上、皇后，袁姑娘已经尽力在救灵王了，奴婢熬药的时候也千万小心，可还是被人下了毒。如果不是袁姑娘敏锐，奴婢恐怕万死难辞其咎。这些人竟把手都伸进灵王府了。皇上，灵儿虽然没有什么天赋，可这次出征南柔也是为了大宁，您可不能不管此事啊。皇后放心，朕已经让人去调查了，一定会给灵王一个公道。短短1天功夫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如果说我没人筹谋，必是不可能的。今天去灵王府的都有谁？回皇上的话，肃王、莫王、瑞王以及九皇子都去了，必不可能是小九儿，其他几个都要细查。皇上，臣妾记得当初瑞王自是想去南柔，而且他之前也说过灵王会受伤濒死，您说会不会是他？皇后，如今还没有证据，不可胡说。送走了明帝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要对付瑞王了，不是本宫要对付他，是他不知好歹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至于本宫，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在寿康宫的时候，君千珏曾提醒过他，这是对付萧承瑞的最好时机，他不是傻子，自然不会错过。
父皇，儿臣有正事要向您禀报。儿臣回去之后细想许久，应该是知道谁给灵王下的毒了。哦，是谁？父皇，是大哥。大哥不甘自己庶出，想要害死二哥，将来好夺取太子之位。瑞王，你确定？父皇，这是儿臣梦中所见。前世您确实为了二哥受伤中毒之事，惩罚了大哥。明帝冷冷地笑了下，眼底风云变幻。皇上，袁清寒来了，让他进来。皇上，袁清寒，灵王伤势如何了？你今天都在灵王府，可曾发现是谁下的毒？皇上，清寒只会治病救人，不懂得抓凶手判案。可瑞王却说是摄政王让人下的毒。萧承瑞愣了瞬间，心情复杂地低下了头。他说的明明是肃王，明帝这是要干什么？摄政王，他为何要给灵王下毒？袁清寒，你觉得摄政王为何下毒？皇上，清寒觉得此事不是摄政王所为。萧承瑞眼神沉了沉。父皇，袁清寒，瑞王说你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是真是假？皇上，只是庄周一梦，当不得真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是谁给灵王下了毒？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一定要了你的小命。皇上，清寒说了，您也不会信，还会多一个理由杀我。袁清寒，朕确实想杀你，可不是现在。皇上，我记得梦中想要害死灵王的是瑞王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本王什么时候要杀二哥了？瑞王，梦里我被你和袁若雪折磨致死，如果不是我，九皇子也险些死在你府中。若非你杀心太重，我怎么会拼死也要离开你？皇上，瑞王因为没去成南柔，担心灵王回来之后成为太子，才如此冒险。萧承瑞情绪不定，最是容易被激怒。如果他在御书房失态，更能引起明帝的怀疑，到时候自然就能洗刷君千爵的嫌疑。袁清寒，再敢放肆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皇上救命啊！瑞王要杀我！瑞王，你竟敢在御书房生事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？父皇，袁清寒跟儿臣有私怨，他说的话做不得说。事情真相究竟如何，朕自然会让人调查清楚。可在此之前，朕不许你再进灵王府一步。袁清寒依然在哽咽，心中却冷笑。明帝对瑞王如此愤怒，显然不是因为他简单几句话，恐怕明帝早就对瑞王起了疑心，这该是皇后的功劳。父皇，儿臣真的冤枉。袁清寒，你对未来还记得什么？只管尽数告诉朕，如果将来真的实现了，朕会重重的赏赐你。皇上，清寒一直被瑞王和袁若雪囚禁在清寒院里，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。不过我记得7号的九公主快要来了，她好像是嫁给了莫王。至于其他的，清寒就不知道了。明帝显然已经知道了，他看过未来的事情，如果不吐出一些东西，明帝恐怕不相信。瑞王，你可看到了这件事？父皇，袁清寒说的不假。明帝唇角扬起阴冷的笑。主子，你猜测的果然没错，明帝一直让人跟着袁姑娘。她没事吧？袁姑娘很是聪明，和明帝瑞王周旋了许久，只是似乎惹怒了瑞王，瑞王险些伤害了他。是时候把那颗棋子放出去了。灵王受伤中毒，他这个位高权重的外臣必然会被明帝怀疑。为了自己和袁清寒不被怀疑，他今天并没有去找袁清寒，只让武功高强的暗影在暗处保护。只是没想到萧承瑞竟然发了狂，果然有先见之明，当初让我们留下了那人性命。君千爵冷漠地笑了笑，一个黑影无声地走了进来，对着卧病在床的灵王举起手中匕首。来人，有刺客！救命啊！有人想要杀王爷！那黑衣人朝着灵王妃扬起了手中匕首。住手！灵王妃惊慌之下跌了一跤。杀！袁清寒连忙上前护住了他，大批侍卫也蜂拥而入，包围了那黑衣人。麻醉剂很快起了作用，黑衣人眼前逐渐迷茫，晕倒在地。快把刺客绑起来！随后又去查看灵王妃的伤势。袁姑娘，我不会死吧？灵王妃，你会没事的，有我在啊，死不了。王妃已经查出那刺客身份了，竟还是熟人。听到刺客二字，灵王妃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是谁？立刻把人带过来。袁姑娘，您看看，此人你应该也认识。岳海，此人是萧承瑞身边的暗卫，平常不怎么出来。前世的时候，他几次逃走，都被岳山岳海抓了回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岳海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的动静。这辈子他细细地查过岳海，却始终没见过他的踪影。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碰上了。如此说来，是瑞王府的人。王妃，瑞王竟然派暗卫来刺杀王爷，王爷受伤中毒之事，说不定也是瑞王府所为。早知道老三不是个东西，今天还装模作样来看王爷，说不定汤药里的毒也是他让人下的。萧承瑞被怀疑，他自然是喜闻乐见，只是这岳海消失了许久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要刺杀灵王？前世的时候，他可没有听过有这回事儿。姑娘，你怎么看？灵王妃，我从前虽和萧承瑞是夫妻，可离开他，正是因为他阴谋算计。今天的事情，如果说是他在背后主使，我也并不诧异。灵王妃更生气了。袁姑娘，王爷这里就交给你照顾。
我要进宫一趟，状告瑞王。瑞王府这么过分，是不该再忍。不过林王妃，你应该先去找皇后娘娘商量一下对策。儿臣见过父皇母后，见过母嫔。二嫂，二哥怎么样了？老三，你还敢问我家王爷如何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二嫂，我对天发誓，昨天的毒真的不是我下的。我昨天一直都跟大哥和云清寒在一起，哪里有机会去下毒？即便毒不是你下的，可昨晚的刺客也是你派来的。瑞王，你可是我们家王爷的亲兄弟啊，他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何要如此害他？昨晚灵王府还遭了刺客，你还真不知道？瑞王真是好演技，太后寿宴上，你若是不去唱一台大戏，恐怕都是缺憾。母后，你也怀疑儿臣？皇后娘娘，瑞儿和灵王关系向来很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派刺客杀他？那月海必定是受人指使来陷害瑞王的。父皇母后，月海已经消失了很久，他跟我瑞王府早已没了关系。瑞王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月海是你瑞王府的人，出了事情你就一推了之。来人，把月海带上来，让他自己说到底是谁指使他去刺杀灵王的。月海，你还不肯招吗？月海，这么多天来你去哪儿了？为何要去刺杀灵王？他紧紧地皱着眉，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。王爷，不是您让属下去的吗？高承瑞的眼睛瞬间瞪得跟鸡蛋一样，愤怒地起身，重重踹了月海一脚。胡言乱语！本王何时让你去刺杀灵王了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？月海跪在地上，神色痛苦地喃喃自语：王爷，属下对您忠心耿耿，是您让属下去执行任务。拼命回忆着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可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大脑里都是一片空白。萧承瑞气得汗毛竖立，他抬头看向目光冰冷的明帝皇后，深深地觉得自己似乎深陷在阴谋之中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没让月海去行刺，月海消失了很久，必然是换了新主子。瑞王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想狡辩？看来朕对你的惩罚轻了。萧承瑞急得一头是汗，只觉得有口难辩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冤枉的，父王给儿臣3天时间，儿臣一定把真相给查出来。真相？瑞王所谓的真相，该不会是随便找个替罪羊吧？父皇，您今天如果不严惩瑞王，将来诸位王爷皇子有样学样，朝廷必将大乱呢。灵王妃，这明明就是陷害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瑞王？事情真相到底如何，可不是荣嫔说了算。父皇那么英明，心中自有决断。父皇，请给儿臣一些时间。来人，瑞王监管不力，把瑞王拖出去，重则50大板。至于这刺客，拖出去杖毙。萧承瑞跌坐在地上，浑身冰凉，如同那年掉进了寒潭，即将淹死般无助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寒冰说你不舒服了，是不是又毒发了？没，只是想见你。他惊讶错愕地抬头，红霞渐渐爬上了脸颊。昨晚没有休息好，我让人准备了房间，要不要睡会？君公子，昨晚的刺客，君千珏没有否认。那你是何时开始布局的？从他去清寒院监视你的第2天。月海一直都在清寒院，君公子，你派人监视我。如果君千珏没让人盯着他的话，他怎么会知道月海也在？青青，我派了暗卫去保护你，是为了你的安全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没经过你的允许，可我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保护你和孩子。袁清寒心情复杂的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安莹，出来。袁姑娘，这些天都是属下在您身边。多谢。门外，兰儿有些难受，他也是摄政王府的人。姑娘，其实奴婢也是摄政王府的人。抬头看了君千珏一眼，又诚恳看向袁清寒。不过姑娘放心，奴婢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您的事，在奴婢心里，您才是我的主子。袁清寒无语，这下他真的伤心了。兰儿竟也是君千珏的人。你们2个出去吧。青青，当时情况紧急，瑞王府的人出去买丫鬟。安隐听到管家和袁若雪的人商议如何利用那些人对付你，我只好把兰儿塞了进去。我不怪你，还应该感谢你。兰儿确实帮了我许多，可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在你的羽翼之下，如果没有你，兴许我不能那么早的离开瑞王府。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青青，你真的没生气？袁清寒目光逐渐坚定，摇了摇头。君千珏跟萧承瑞不同，是在帮他，他只是深刻的意识到，他重生一世依然是孑然一身，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罢了。公子，我已经找好宅子了，等给灵王治好病之后就会搬出去。君千珏沉默了一下，好。袁清寒点了点头，行礼告辞。君千珏没有挽留，只看着他的背影，微微叹了口气。王爷，林姑娘带着药材和礼物要去瑞王府，由她去吧。
如果瑞王肯上钩，倒是能让本王轻松些。林南风如今带着林素瑶在摄政王府常住，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。王爷，林家妇女可不是这样想，他们想一边吊着您，一边勾着瑞王。这算盘打的呀，满京城都听到了。他们真这么说？韩冰看笑话似的，添油加醋。属下哪里敢骗你？果然是给了他们太多脸。王爷，您想怎么做？把林氏妇女赶出去，属下遵命，这就去准备。不急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让萧承瑞再也甩不开他们。袁清寒，你没想到本王也在这里。确实没想到，瑞王，你挨了板子，不在府里好好养伤，跑出来私会女子，不太好吧？袁姐姐，我和瑞王在这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才不是什么私会。你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和你一样，嫁了人，怀着别人的野种，还勾着一个处处帮你？林素瑶年纪虽小，说话却很毒。林姑娘，我怀了谁的孩子？又勾着谁？你今天如果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袁清寒，你私下跟谁勾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是说你经历的男人太多，竟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忘了？还真有可能。荣嫔娘娘早就放出话来，说袁清寒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瑞王的，否则她怎么会那样讨厌袁清寒？袁清寒不守妇道，如今还敢再如此的明目张胆，世道真是变了。袁清寒，你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瑞王也可以作证。瑞王殿下，您看这个恶毒的女人多嚣张！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，袁清寒，你可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放肆吗？他一嘴胡言秽语，教训教训他怎么了？还是说瑞王你心疼呢？林姑娘，你这点招数我见得多了，都是袁若雪玩剩下，只是可惜你容貌不及他，手段更是相差甚远。袁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先前用人质威胁我，现在又提起袁若雪、瑞王、七皇子，如果有一天瑶瑶不幸遇难，你们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一定是袁清寒害了我。凤无邪负手而立，站在一边看热闹许久。错了，林姑娘，如果有一天你遇难，一定是贱死的。林素瑶娇躯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凤无邪。袁清寒扑哧一笑，没想到这凤无邪倒是有点意思。七皇子，你不知道袁清寒本性，不要被他迷惑了。没想到他最觉得愧对的那个人，就是害他的幕后主使。瑞王，我就喜欢袁姑娘这样的。至于这娇娇弱弱的林姑娘，就留给您吧。本王和林姑娘只是朋友关系，袁清寒纯属血口喷人。凤无邪朗声笑了起来。瑞王殿下，这林姑娘明显在勾引你，你怎么如此不解风情呢？林素瑶的心思被戳破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颤抖着站着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姑娘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你既勾搭了瑞王，就别想着攀附摄政王，脚踏两只船，可是很容易翻呢。林素瑶气得哭了起来。袁清寒，你怎么可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我林素瑶从来没有喜欢过摄政王，你毁我清誉，跟杀人何异？真是可笑，你诬陷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？更何况我说的还是真的。袁清寒，你污蔑我，我不活了。林姑娘，摄政王，你不是进宫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摄政王来了，见过摄政王。林姑娘，你不是出来逛街买衣裳吗？为何会跟瑞王在一起？千珏哥哥，我和瑞王只是偶遇。本王看来就那么愚蠢好骗。千珏哥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君千珏冰冷厌恶的眼神扫过去，林素瑶立刻吓得动也不敢动了。今天晨起，林伯父还让本王娶你，现在看来倒也不必。千珏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年林家是帮过我，可这些年本王也回馈了林家许多。林姑娘，按理来说本王早已经不欠你们妇女，可还是让你们住进摄政王府，只是本王绝不允许你这样生性浪荡、颠倒黑白的女人再在王府。您这是让我们搬出去？本王有空宅子，你和林伯父可以搬过去，从此以后无拘无束。可我不想搬走。由不得你，送林姑娘回去。另外，带着他们父女二人搬家。林姑娘，咱们回吧。林姑娘怎么不大乐意的样子？是不是因为美梦破碎，无法脚踏两只船？袁清寒，再敢侮辱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林素瑶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？自己心底有数。这几天你偷偷来往，在摄政王府和瑞王府之间，真当本王是瞎子？说完，他扬了扬下巴。韩冰立刻会意。林姑娘，您不是要死吗？属下这里有剑，等您自刎之后，属下把您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埋，再送林老爷回蓝郡，如何？林姑娘为何不接？难道你所谓的自尽，只是用来引导我们骂袁姑娘的？我只能一咬牙，装作晕倒。他都晕倒了，袁清寒和凤无邪应该可以放过他了。多让一让，林姑娘晕倒了，等我把她救醒。他都装晕了，袁清寒为何还不肯放过他？袁清寒直接挑了根最粗的银针，毫不犹豫地
刺进了林素瑶最疼的地方。他的亲亲竟也有这么调皮的时候。林素瑶本想要忍过去，却一下子疼得失了控，她如同僵尸一样跳了起来。袁清寒，你是故意的！袁清寒好整以暇的笑了。不是辱骂威胁我在前，庄云在后吗？我可是好心救你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林素瑶气愤至极，跺了跺脚，飞快地闯了出去。搬走就搬走，一个摄政王府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袁清寒，你太过分了！林姑娘她才多大年纪，口无遮拦也是正常，你为何如此对她？袁清寒鄙夷地看向萧承瑞，她和我一样的。袁姑娘不但人美，还会医术，还这么善良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蠢货会放弃你这样的珍宝。坐在轮椅上的萧承瑞顿时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，险些炸毛尖叫。七皇子，本王就是瑞王，是跟袁清寒和离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啊，进京之后就听说了，瑞王错认救命恩人，伙同贱婢折磨正妻，还设计陷害袁姑娘。所以啊，我对瑞王的描述还是很贴切。袁清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没想到这七皇子凤无邪竟是这么个胆大幽默的妙人。七皇子，这是在公然侮辱本王。瑞王，我西号有句话叫做欺人者恒被欺之，辱人者恒被辱之。瑞王有今天也该想想，是不是自己作恶太多。七皇子，这里是我大宁的国土，怎敢如此嚣张？瑞王，这里是大宁，是贵国皇上的国土，也是贵国皇上请我们过来，所以我自然畅所欲言。眼瞧着萧承瑞如同河豚般泄了气，憋屈难受的瞪着凤无邪，袁清寒只觉得好笑至极。果然啊，恶人还需恶人磨。袁姑娘，我可是刚刚帮了你。七皇子，为了表达对你仗义直言的感谢，这包要送给你，用来调理身体。袁姑娘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哪里就需要调理了？必然会用得上的。七皇子，皇上已经知道你们兄妹带着使团进了京，特意在宫中设宴，请七皇子和九公主前去。明帝随便打发个人过来就是了，哪里劳烦得起尊贵的摄政王啊？本王亲自过来相请，也是大宁对西号的重视。摄政王，我看你像专门来找人，只是顺道请我。皇上和各位王爷大臣还在宫里等，七皇子别误了时辰。哎，那好吧，只是可惜了我定下的醉仙楼。袁姑娘，你刚才是不是想去醉仙楼？我已经全包下了，这个名额就送给你好了。那就多谢七皇子好意。袁姑娘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，以后就算是朋友了吧？那不见得。袁清寒，你真是好本事！七皇子刚到京城，勾搭上他了。早知道你是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本王当初就不该心疼你，怜悯你。看着袁清寒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，萧承瑞早已经气得快爆炸。如今君千珏走了，凤无邪也走，他再也憋不住心底的怒火。瑞王，我知道你如今受伤又失宠，心里很是难受，所以我大人有大量，不和你计较。只是今天西号使团抵达京城，各位王爷皇子都出席了，唯独你没被邀请，你也该好好想办法，怎么提高自己，而不是像个娘们一样在背后说我坏话。想到凤无邪骂他蠢货，袁清寒说他像个娘们儿，哇的吐出一口血来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萧承瑞气息奄奄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袁姑娘，我将王爷晕倒了。关我何事？袁姑娘，是前王妃，又是你把王爷气晕过去的，怎么就不关你的事？既然我是前瑞王妃，我们两个人之间早就已经没有瓜葛，被我气晕那更是不可能。七皇子的话可比我的难听多了，不如你去宫里找七皇子，让他来负责。袁姑娘，我家王爷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袁清寒眼底寒意升起，你这样无情，就不怕外面人说你心狠毒辣吗？滚出去！你听我家姑娘说了不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来教我家姑娘做事？滚！主仆两人对视一眼，又笑了。萧承瑞吐血昏迷，他死了更好。对于萧承瑞，袁清寒已经没有任何同情和怜悯。他明明知道事情真相，还纵容林素瑶那样胡说八道，污蔑自己，简直是罪不可赦。姑娘，你说这瑞王怎么这么傻？那林姑娘明明是比较用心接近他，他怎么还沉迷其中，看不清真相啊？可我改不了吃屎而已。萧承瑞不是第一次在女人身上犯迷糊，当初的袁若雪他也是如此，只看那一张干净无辜的脸，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。如今这林素瑶虽在相貌上不如袁若雪，可贵在一双眼睛清澈透亮，眉眼里又透着青涩，正是萧承瑞喜欢的类型。他一腔热血的信了林素瑶，像条狗一样反过来攀咬袁清寒，真是可笑。想到大宁的将来，袁清寒突然有些庆幸，幸而有君千珏在，否则就凭萧承瑞这样的歪瓜裂枣，早晚会把大宁断送。七皇子，原本以为西号使团过几天才能到京城，没想到你们竟来得这样快。自然是为了早日拜见皇上伟大圣言，领略大宁的风土人情。这小子不是挺会说话的吗？看来刚才在醉仙楼是故
故意气瑞王，倒是有点意思。明帝果然被哄得眉开眼笑。你们这一路上可辛苦，朕听说贵国九公主也来了，怎么不见公主？回皇上的话，九妹精心给太后准备了寿礼，要等太后寿辰那天才能露面。九公主如此有心，太后知道了必定欣慰，都落座吧。太后如今疯疯癫癫，见人就怕，哪里能见西号使团？到时候怕是要把大宁的脸都丢光了。凤无邪肚子里咕咕作响。七皇子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皇上，无邪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，请皇上恩准我离席片刻。明帝立刻懂了，让人陪着凤无邪去如厕。你可认识袁清寒？认识，那是前瑞王妃。她是不是精通毒术？袁清寒给了他一包药，很显然让他腹泻的药正是袁清寒下的。他怕袁清寒别有用意，不敢把解药随身携带，进宫的路上就扔了。最让凤无邪生气的是，他武功高强，又很警惕，怎么会被一个大肚子的孕妇下了毒？真是岂有此理！七皇子，小人只知道这袁姑娘她医术高明，心地善良，没听过精通毒术呀。凤无邪肚子又是一阵咕咕作响，他脸色一变，扔开小太监，又去了茅厕。青青，最迟明日我就把林氏妇女赶出去了。靖公子，他们出去之后会不会胡说？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让人准备好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。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？青青，我似乎有了那个女子的线索。是君公子当初所偶遇的女子吗？终于要真相大白了吗？没错，之前是我找错了方向，所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那我就提前祝福君公子一切顺利。见他眼底多了几分落寞，君千珏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。我曾经在瑞王成亲那日去过瑞王府。袁清寒浑身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君千珏。那晚我误入了一个破旧的院子，中了魅毒，我和那女子都中了毒。后来我一直在找她，我以为她是瑞王府的丫鬟，只是调查了许久，也没有任何人符合特征。袁清寒心尖都在颤抖，红红的眼圈里泪水在打转。这几天我让人审问了银霜银月，他们确实在瑞王新婚夜见过一个黑衣金面的身影，所以我一直在寻找的女子一直都是你。袁清寒泪眼朦胧地看着他，指尖都在颤抖。当梦境成真，跟他有羁绊的竟是天底下最好的那个男子。袁清寒不敢相信，只觉得像是在做梦。青青，我知道我出现的晚了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可幸而也不是太晚。君千珏起身，把他揽在怀中，眼底满是心疼。他本不想让袁清寒知道的这么快，怕他接受不了，可他的内心情绪汹涌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那晚的人真是你。袁清寒哭了很久，声音暗哑，如同弱弱的小奶猫。我不敢信。青青，真的是我。君千珏起身，把他抱在怀中，声音低沉坚定。从此以后，由我保护你和孩子。袁清寒情绪崩溃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抱着怀中颤抖难过的女子，君千珏眼底多了几分湿润。他知道他愧对袁清寒，一直想要补偿他，可如今他站在他面前，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伤害呢？青青，别哭了，我心都要碎。可现在怎么办？她是前瑞王妃，皇室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她再嫁。皇室的女人被任何男人碰，对皇室而言都是一种侮辱。青青，你可喜欢我？可愿意嫁我？袁清寒心尖一颤，咬牙推开了她。君公子，我喜欢吗？自然是喜欢的。可袁清寒知道，依他的身份，只会给君千珏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，严重者甚至会影响他的大业。青青，君千珏看着退后一步的袁清寒，心底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。君公子，对不起。说完之后，他转身回了屋子，关上了房门。门后，袁清寒崩溃，眼泪无声的往下掉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君千珏玄墨色的挺拔身影，孤独地站在院子里，金色阎罗面具下的双眼满是痛楚。他在院子里站了许久，步伐坚定地走到袁清寒的门前。青青，我知道事情有些突然，我不该这么冲动地告诉，可我心里的早已经有你，我一定会娶你，妻子的位置只会是你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门背后，袁清寒哭得泣不成声。姑娘，你明明和摄政王两情相悦，为何不答应啊？两心相悦容易，两人相守却很难。经历了和萧承瑞的婚姻，他已经对婚事没了奢望，即便有，他也只想跟相爱的男子厮守一生，忠诚坚贞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插足。纳妾、通房，通通都不可以。可君千珏以后是要登上皇位的人，堂堂帝王怎么可能只爱他一个，只娶他一个？更何况他已经嫁过人。兰儿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我想自己静静。
袁清寒，过几日就是太后寿辰，你可能让太后恢复正常。皇上，太后的病比较严重，太医院都没有办法，袁姑娘未必会有办法。如果没有，朕留着她还有何用？豁出去，斩了！今天瑞王府送来消息，说瑞王体内的绝子药已经清除。如果袁清寒对太后的病没有把握，那他自然也没有再留着袁清寒的必要。皇上，等等，我能做一味药，让太后在寿辰上暂时清醒。至于完全康复，还需要找到药材之后慢慢治疗。袁清寒，你确定？到时候你如果治不好太后，就是欺君之罪。皇上，我可以保证，太后在寿宴上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好，袁清寒，给你这个机会，3日之后看你的成效。如果太后能正常的度过寿宴，朕就饶你不死；如果不然，必然让你为你的大话付出代价。姑娘，现在怎么办？先给太后用些药物，等寿宴那天再让她恢复正常。可太后恢复正常之后，岂不是要直接杀了我们？放心好了，太后只会成为我们的护身符。他会催眠，让太后忘掉当日的事情，不是难事。至于将来，说不定也能利用太后一番。郎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宫门外，一辆马车正在等他。袁清寒认得这辆马车，却望而却步。青青，君公子，好巧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青青，你这是以后都不准备见我了吗？怎么会？君公子，你体内的毒还没有彻底清除，我一定会给你治好的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是不是怕给我带来麻烦？我没有。君公子，你这2日身体如何？不是很好。袁清寒立刻紧张了起来。我之前已经让宫里再找最后的2味药了，为了救太后，他们必然竭尽全力，很快体内的噬腥毒就能清除。君千珏微微颔首，青青，你还是关心我的。上车，我是来接你回府。见袁清寒如临大敌，浑身都紧张起来。给我治病。袁清寒脸色绯红。青青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对我就只有反感，可你明明也对我有情。我没有，君公子，你不要胡说。该死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冷酷无情的君千珏会一改常态，如此撩人。真的没有吗？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君千珏，如同受惊的小鹿，惹人怜爱。君千珏的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直跳，深邃漆黑的眸子里晦暗一片。青青，你是我的，不管将来现在都是。他把袁清寒抱在怀中，感受着他纤细柔软的身体，本来冰冷坚硬的内心已经化成了水。我费尽周折才找到你，就绝对不会再放手。袁清寒紧紧咬着下唇，在他那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放松下来。他多想沉溺在他怀里，哪怕一刻足矣。这一瞬，他不愿去想别的，什么阴谋诡计，什么深仇大恨，什么艰难险阻，他只希望时间静止在这一瞬，他只想抛开一切，就这样不顾后果。王爷，王府到了。君千珏眉头不悦地拧了起来。袁清寒面红耳赤地起身，缓缓地下了马车。君公子，现在满京城都是对你不利的流言，凌素瑶去了瑞王府，说不定要跟萧承瑞沆瀣一气。青青，你在担心我？他只好点了点头，刚刚冷静下来的脸颊又红了起来。青青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他们翻不起什么大风浪。可凌素瑶毕竟有瑞王在身后，他已经自身难保，不会有功夫再去管林家的事。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。我相信你。青青，你要等我。等你什么？等我娶你。我这一生只许你一人。袁清寒心间似有烟花绽放。君公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你是我第一个女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青青，你记住了吗？袁清寒眼底瞬间湿润，可唇角却止不住上扬。君公子，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我知道你经历过失望，怕后院里一堆女人勾心斗角，我会给你一片清静。可将来，想到将来君千珏要做皇帝，后宫不可能只有他一个，袁清寒心底一疼。将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君公子，多谢你如此坦诚，我感激不尽。就只有感激。君千珏眼底略显失望，就只有感激。不过你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阻止你见他的。他的情绪再汹涌，也只能压在心底。有君千珏那句话，那一刻的真心，袁清寒觉得已经足够了。青青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袁清寒顾虑太多，他都懂，他不会强求，却会让他看到他所承诺的一切。大街上传来破空之声，一支长剑直直朝着袁清寒的马车刺来。姑娘小心！躲在暗处的暗影却飞身而出，朝着对面酒楼掠了过去。暗影武功高强，是比寒冰更厉害的高手，四周已经没了危险，暗影一人已经缠住了所有刺客。暗影提着2个人，把2个被点了穴道的黑衣刺客扔在了袁清寒面前。袁姑娘，就是他们，谁让你们来刺杀我？见2人眼底掠过狠色，他们想服毒自尽，快拦住他们！暗影手中匕首直接划破了其中一人的嘴巴，把已经快到了喉咙口的药丸抢
抢了出来。狼二则利索很多，直接一拳过去打晕了另外一个。狼二是不是太粗暴了？这刺客行刺姑娘，如果不是为了审问，我还想一拳头锤死她呢。袁清寒上前望着那还清醒的刺客道：再问你一遍，是谁让你们来刺杀我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们既然收了银子，就绝对不会泄露金主的信息。袁姑娘，不如属下先送您回去，然后再把这2个刺客带回去审问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审问他们。一行人回了新宅子，暗影把2人五花大绑扔在了院子里。看到这些钉子了吗？如果你不说，我就能把它们一根一根钉到你们的脑袋，让你们疼得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就你一个怀孕的女人，你下得了手，怕伤了你孩子的阴德？你们敢行刺孕妇，都不怕死后下地狱，我怕什么死阴德？直接把一根长钉钉进了其中一人的头上。那刺客蜷缩在地上，疼得浑身发抖。这才是1根，待我9根收魂钉都钉进去，你会感觉浑身麻木，从此再也动弹不得，所有意识都会禁锢在你脑子里。他又是一根钉子下去，那人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，可头顶却连一丝血迹都没有渗出来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封禁在那刺客的脑袋里。那人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看袁清寒的眼神惊惧至极。